关注腾讯动漫 APP， 肩部作品更新中。到了。张楚岚，大区负责人在公司的地位确实不小了。不过你以为没有我的帮忙，老许能设立临时工？到底是老东西选的接班人。我和老许几十年的过命交情，回想起来，那时他老猥琐地看着一张姑娘的照片，我就决定查一下，偷偷接触了下宝儿。这个二啊，老许发现后的反应和你今天很像，当时居然动了灭口的念头。赵总，我没有啊。宝儿姐，合着你认识赵总啊？好像见过几次。小胖子，你比以前又胖了。谁说的？楚岚，我这个人呢，出生在乱世，成长在治世。这个世界啊，不会一直安定下去，但在我有生之年，不想它再乱了。张楚岚，我会尽力帮你，但要是有一天宝儿引发了混乱，那抱歉了，我的立场绝不在宝儿你这边。啥子意思？没太听懂。除了你懂就行。楚岚，小四跟你提过了吧？这个你认识吗？是那个公卿。对，全姓代掌门。没想到在碧游村这段时间，龙虎山居然和全姓开战了。不对，我们就头疼你这种想法。你自己看看，这房间里有标签的全都是张之维一人所为，他一个人差点挑了全姓。虽然一人圈自古就有任意对待全姓的传统，但这个派别依然流传了下来。你觉得为什么？不知道。一旦彻底消灭黑，那么只会从白色中诞生出新的黑。公司董事想去阻止张之维，但得到的描述是：能够赢陆锦的我知道几个，但只用一掌，若不是亲眼见到，我绝对不信。第二天只看到了共庆的尸体。后来呢？之后张之维跟着我们回到公司总部，董事会想请老人家至少把原委跟我们讲清楚，无奈老人家一个字都不想提。楚岚，你知道吗？在这件事上，我们无法可依。知道。当事件牵扯在内的全都是艺人时，按公司的办法来。对，没有法度，环境里的一切只会加速消耗。我要是普通人，我也愿意你们加速消耗。也是，但没有不能钻空子的制度。公司成立以来没有死刑，你知道吗？公司是有最高处罚的，废掉经脉，让他不再是一个艺人，然后再移交司法，该怎么办怎么办。杀了这么多人，如果事先知会，我们会帮他抓公庆，口口声声号称都是他个人行为，那又怎么样？他毕竟还是天师，他疯了吗？
这天下的艺人看到的是龙虎山和全姓开战，有多少搞不清状况的混蛋闻风而动啊！这么说吧，张志伟这次的行为足够我们废了他。但是我们也知道，他要真想为难大伙，那天去的人能活着回来几个？而且毕竟他是整个正义的首领，动他我们也有顾虑。处理重大的艺人事件，主要有2个地方说了算：一，就是咱们哪儿都通；二，事情落到外面又事关重大，最终的裁决权在石老那儿，这就叫石老会谈。哎呀，讨论为什么会发生也是于事无补啊！姑奶奶，您这么久没露面了，又是个大辈儿，您带头，拿个主意。嘿，少来，小秃驴，驴粪蛋子两面光，就显得你秃驴会说话是吧？姑奶奶，姑奶奶，干啥？大和尚，你听着不爽是不是？无妨，无妨。哎呦喂，没说你，别多心。你和小木只是秃，可不驴啊。金奎是又秃又驴，他不是秃驴是什么？哎，是，哎，您说的都对。哎呀，姑奶奶说正事儿。我人微言轻，还能说什么？你们爱咋地咋地呗。要不是天通道人捅这么大的篓子，咱一个小小的马仙儿，我敢往南走吗？我又是天下会，又是王老爷子的，哼！嗨，您这话说的，小南二爷，给哥哥个面子，带个头啊！得了，金奎大哥，您逗我呢。在座的我岁数最小，资历最浅，还是您来吧。别谦虚，小南。确实，你辈分年纪都最小，但你能比小峰还早进入石老的行列，你能打呀？张志伟那个老怪物，我们这批老东西不妄想了。要说有希望，可就是你和丁道安那小子了。现在看来，道安是没戏了。小南，唯一有可能问鼎的人，可就剩下你了。啊！哎，老爷子，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大伙儿瞎捧，什么梁浩杰，不就是我俩一样吗？道安不行，我更没戏。反正这事儿吧，我小孩儿听你们大辈儿的，要不，解空大师，您，这个，各位，既然都没主意，听我说一句，不如废了他。你说什么？老陆，别急，听我说完。废了他的经脉，他还可以回去做他的天师，留个健康的身体，颐养天年。各位看怎么样？解空大师，您看呢？陆老，您看怎么样？这有些重了。我倒觉得这法可……我看谁他妈敢！吕爷您，陆游出这种馊主意，我还不怎么怪他。陆老爷，你们什么交情？你刚才居然在犹豫。我跟张志伟是交情不浅，但这次他过了。我知道你陆锦死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你们陆家人就那么耿直？吕慈还是那么虎啊！哎呀，吕爷，小气，学得好。吕爷，您看怎么处置啊？处置？在座的哪个配处置天通道人？人家是不跟咱们见识，给足了咱们脸。人家要是翻了脸，一巴掌一个，咱们只配到阎王爷那儿诉苦去。哎，不就是弄死几个全姓的崽子吗？多大的事儿！要依我，请出来摆一桌给人压压惊，然后一路给人护送回龙虎山。不是，吕爷，您什么时候对天师府这么……想多了，龙虎山塌了我也不关心。我服的是张之维这个人，
作为一个炼器师，我最恨的就是这人不姓吕。他要是我吕家的兄弟，我天天跪节跪颂伺候这位当家也情愿。老陆，你的事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守口如瓶，可这次是张之维亲口讲出来的，一生无瑕。我说完了，剩下你们拿主意。反正少数服从多数吧。如果我认同你们成为多数呢，天下太平；如果你们的办法我不同意，其实我知道各位背地里叫我什么，疯狗，对吧？你们谁也没挨过张之伟的巴掌，我这一生无瑕的名声，估计也是毁了。哼，我说个办法，各位看行不行？从今往后，除非石老和公司董事会全部同意，否则张之伟终生不能再下龙虎山一步。张之伟已经答应了，这样就够了。哟，宝儿，来这坐。怎么样？他们有没有问你任务以外乱七八糟的事？没有啊，都是任务的事。还有，好了，人都到齐了吧？这次碧游村的任务你们做得非常好。召集大家来，还有一件事。郭亮是我们放出的钩子，碧游村后我们一直在追查他。最后在车站发现了他的尸体，各位的负责人都和你们说了吧？马先红逃跑了。这就是最后的录音，押送人员一个也没活下来，有些同事明显是在逃遁的状态下被杀的。对方为了掩盖信息的意图很明显，郭亮的死很可能也是这个目的。还有一件事，二壮啊，在碧游村时，郭亮不在村中，你没有追查他的行踪吧？对，没有，当时只调查了他的履历。我们没有从网络上查到他这次出行的任何踪迹，火车、机场、酒店，所有的地方都一无所获，就像他知道了二壮的能力，在有意回避一样。赵总，召集我们过来是兴师问罪的。哼，别多心，你们都是通过了从宽凳考验的。我知道，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非常敏感。第二件事，但是二壮的情况有些不同。二壮的系统，东北骨干也有不少知道，但是他们可不知道马先红的押送路线。内鬼，不是我们，就是你们。毕竟牵扯到一人，匪夷所思也正常。事情还没有完，公司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马先红背后的人揪出来。动用你们的资源、智慧、力量、手段，动用你们手上的一切，把这件事给搞清楚。你们从公司得到的援助最少，但约束也最小。放手干，挖地3尺。一旦让我们找到，小肖，你留一下。你，我单独嘱咐几句。啊，哼。啊，高哥，不是吧？二壮都这么费劲，马先红的人还真他妈贼，能躲过各种监控。行，只要他还活着，总会露出马脚的。哎，劳驾，谢谢啊。
在龙虎山，你用短信告诉我你潜伏进去了，但事后我回公司核对过，在龙虎山闹事的全姓名单里面没有你。你干嘛去了？来，跟我说，田爷的死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谁下的手？苟且，你在不在？在。现在公庆那个王八蛋死了，马上就轮到你了吧？那次行动，全行当中知道我也参加的只有几个人，这其中有的人即使落到了张之伟手里，也没有把我供出去。哦，那你找我岂不是很蠢？不怕我向龙虎山报告，这里还有个漏网之鱼吗？啊，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只能找和自己相似的人。相似？咱们哪里相似了？现在的我，像不像当初那个被所有人觊觎的你？不过，我比你那时惨多了。太傻了！别留头！我没这个儿子！畜生！真是个畜生！从生你就撒谎，从生你就胡闹！你怎么不去死？快还我们！笨蛋！你去死！爷爷，怎么处理这畜生？我们查过了，他说的是实话，环儿不是他推下去的。你傻呀！他是全族最强的冥魂术，你能从他嘴里套实话？谢了，小镇的人果然靠谱。人就在里面，不过在做什么，不知道。你们绕过去，守住所有出口，把这里围起来。我当初只是想戏弄一下你这个初入艺人圈子的新丁，所以才把你爷的记忆还给你。可是后来，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拒绝了天下会，加入公司之后，还和我这个全姓妖人暗中勾结，但好像在哪儿都没什么归属感。别扯没用，什么事？就为了这个，一份是田老的记忆，你要保管好；另一份你应该已经了解了。我现在自保都很困难，没有能力去寻找真相。小欢不是我杀的，小欢在我见到他的时候。因我自顾不暇了，因你，我们被堵住了，是我们吕家人。看什么看？我是要脸的人，偷偷见你这种人渣能不做准备？分头撤！哎，等等，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一切托付你了。出了，在那儿，别让他跑了。还有一个，站住！什么人？别管他，先抓吕梁。这是傻鸟，都让你们别管了，为什么还追我呀？
如果你说的不假的话，那我当时可就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了。全都乱了。家人靠不住，全姓也靠不住。没想到最后能依靠的还是您的徒孙。张楚岚，祝你好运。为了预防有今天，事前我已经把和你相关的记忆做了标记。如果还有再见面的一天，堵住他！他和吕梁是一伙的。好歹也是家传的手艺，你们这帮小子也得下功夫。爷爷，这混蛋刚刚的一瞬抽出了什么东西毁掉了，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身份，或别的什么，总之是绝不能叫我们知道的东西。哼，他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删除了自己害死妹妹的记忆吧。啊？跑了？算了，别追了，我们捉到吕梁就足够了。爹，还有必要带回去吗？好，听您的。老爷子要活的。田爷，您厉害！我这冥魂术下，您是我见过最强硬的。看来劝你们回头是不可能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全姓吕梁。吕，你师承于谁？我的师承？你也是圈里的前辈了，难道不知道我这吕家冥魂术？吕家冥魂术，这就是冥魂术。不是说去参加同学聚会没？队长受了点伤，1个月内停止对抗你联系。你同学好凶哦。1个月。难保不和人动手啊！动手我来。你要是能把金光内锁保住内脏的话，就不会受伤。以前狗娃子就会。啊，道理都懂，手比方难多了。难？别一副看傻叉的表情，你以为我是你啊？除了做人以外，没什么难得住你。喂，玲珑啊，我刚从北京回来。啊，你和陆老爷都在北京啊？真的，我想明天过去拜访一下陆老爷。谁呀？楚岚。什么楚岚？叫他们去干嘛？少理他！他们龙虎山老子小子没一个好东西，一个个都不厚道，骗子都是骗子！不见！玲珑啊，你就跟陆老爷说，谭老的事我都听说了，没啥大不了。张楚岚，你要是不怕我灭你的口，那就来。我去，
嗨，早啊，楚岚。早。给你介绍一下，陆林，我大表哥。林哥，这是就楚岚，楚岚。久仰。这是冯宝宝，楚岚的同事。哎，宝宝，你也是公司的吧？嗯。楚岚，来，待会儿见我太爷别瞎说话。我太爷最近心情不好。哎呀，我知道，不就是跟我师爷那点事儿吗？不光那个，我们这次本来是陪着太爷见他一个老朋友，白云观的方洞天老道长。见完之后没多久，就收到了方道长先去的消息。哦，方道长高寿啊？具体我也不太清楚，道不言寿。跟我太爷一辈人应该小点吧。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些老人家一个一个的。武当闭关多年的卢道长，听说也先去了。你好。哦，我好。哟，来了，还有冯宝宝、玲珑、林，你们替我招待一下这丫头，我和楚岚有话说。陆爷，哼，不愧是张志伟的徒孙，怎么看怎么讨厌。哎呀，陆爷您就别翻这个了。西陵国的草原上，什么师老见着我师爷哪个不怂？要说豪气，还得看您陆爷的。您和我师爷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那一场直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足足大战了5天5夜。打住！少他妈给我捧，就一巴掌我就挂了。哎呀，我也想通了。不就是以前在各派聚会时被那张志伟那老东西打哭过吗？知道就知道呗，直说，找我问什么？知无不言。哎，您敞亮，36贼的名单，8绝技到底都是什么？假身之乱，您所知道的一切。陆爷，您告诉我，这8绝技都是些什么呀？我不知道。啊？通天路是我兄弟郑子布传我的，我当然知道。当年王家捉到封天阳之后，审他的人自然也就知道了居灵潜将是什么。至于其他几项绝技，全是从封天阳口中审出来的。当时在场的个个手段高明。苗步大古师在他身上种下了秦蛊城，你猜怎么样？在问到一些问题时，蛊毒在他体内化解了。罗平心大师不顾上一代天师反复劝阻，算以阴身份窥探封天阳的内心，结果罗大师在封天阳体内被打得魂飞魄散。那时，大伙有些意识到了，封天阳身上的东西，或许在场所有人都理解不了。各位前辈不用再这么说的，晚辈已经向王家交代过了。当时36贼幸存者还剩9个，就是这9人悟得了8绝技。9个？不是8绝技吗？有1个人没悟到。不知道，封天阳也不知道。其余8人得到记忆后，发现最后那人还在冥思苦想，他们只能在那儿等。也就是这段时间，他们给自己所悟起了名字。而关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在哪里悟得的这些绝技，问不出来。后来大家的结论是，他身上有一个厉害无比的禁制术。这样的话，8绝技不，也许是9个，最后迟迟悟不出来的那个人。他悟不出也很正常。这吴根生原本的手段已经足够匪夷所思了。
就算和现在已知的八奇迹相比，也丝毫不逊，是当时公认的天下第一。第一？这么厉害？天下第一搅屎棍子。哦，吴根生是他给自己起的号，没人知道他叫什么。这是个狂人，他自称天生灵根，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性情，无根源。他的手段也自成一家，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都没人搞得清。有人说他是从死人肚子里爬出来的，也有人说他是被贵胄遗弃的私生子。不过这都无所谓，管他哪里来的。大家真正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坐上了数百年空缺的全姓掌门之位。从那以后，这帮松散的疯子终于有了带头人。风宝宝，找机会咱俩切磋切磋吧。可以。宝宝是客人，你这不是该对客人讲的话。有你屁事啊，哥！你第一回见人家，我跟宝儿可喝过。啥子时候听说？切磋要定好这个。什么时候听说？要么你见红，要么你喊停。我跟藏族人就这么搓，我定好了，有时我搓中了都怪我。这么神？这个吴根生，男的女的？那个独门手段是啥？陆爷，要是不方便，无妨。只是提到这个，让我想起些往事。那家伙看上去30-40岁，男人，神明灵就是吴根生的手段，能把一切依托于气构成的技术夺换，让他们归于原本。说的简单点儿，技艺在他面前没有意义。你无法构建金光咒去防御，也无法以掌心雷伤他，一触即溃。但要赢他也简单，足够强大的肉体，加上足够强大的气。张楚岚，你对这个吴根生这么好奇干什么？我想知道爷爷当年到底干了些什么。吕爷说我爷爷当年勾结全姓妖人，就是他吧？那结拜是谁发起的？领头的就是吴根生。但36贼里不止他一个全姓，这俩也是。他们是在什么契机下结拜的？不清楚，从封天养那儿什么都没审出来。按封天养的说法，这些参与结拜的名门子弟，其实之前都是全姓的对头。怎么说呢？不打不相识吧。在他们看来，自己只是和吴根生这个人成了朋友。朋友？那么除了古基亭和高艮，其他全姓对吴根生来说只是下属。可以这么说吧。陆爷，没事。想起一个，其他全姓怎么看吴根生我不知道，但其中有一个因为疯狂迷恋吴根生而加入全姓的先天小丫头，叫什么来着？什么金凤还是银凤的？想不起来了。想什么呢？你想从吴根生这条线去追查当年的事，很难。高艮死了，古基亭至今下落不明，封田养当时已经落网。你爷爷郑子布、关木英、马本在，还有阮峰，这几个在后来的日子里都曾被其他人撞见，只是没有抓到。而吴根生、周胜这俩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泄露过半点行踪。古基亭啊，据说当时的数字门门长糊涂大师带领亲信堵住了他，但是
他在这些人面前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现场的高手根本理解不了。而当初围捕他的那位糊涂大师，神智开始失常，最后彻底的疯了。怎么了？一下听到这么多难以相信的事。原来在假神之乱前就有可以比肩8奇迹的玩意儿——神明灵。对了，陆爷，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不止神明灵，吕爷他们家的冥魂术也够邪门的，听说能加工别人的灵魂，您了解吗？张楚岚，来我这之前没少做功课呀。你要是还想多活2年，吕家的事我劝你少掺和。这么严重吗？陆爷，不方便的话，你幸亏问的是我，你什么意思我懂，但说话讲证据，别瞎猜。我告诉你2件事，记住了，然后从此闭嘴，别再和其他人打听，懂吗？懂。1、44年以前，吕家绝对没什么冥魂术。2、冥魂术确实是天生异能，不是什么后天技术。这件事，当年的经历者都清楚，但我们不愿再起风波，大家都不想多提。明白，陆爷，我明白。行了，留下来吃饭。我就不打扰了。楚岚，能喝不？俩小东西送走了，这个冯宝宝九通转世啊！太爷，您今天喝多了。没有，怎么可能在你们这些小辈面前喝多？您的酒量我们最清楚，您今天是怎么了？没什么，碧莲这小子今天跟我打听了半天那个混蛋的事，要不是答应他了，我实在不想对外人提。吴根生，他问了太多关于吴根生的问题，虽然确实和他爷爷有关，但还是太奇怪了。不管他知道了什么，总之他想去查吴根生是肯定的了。来，吹一口。哎，轻点，轻点，轻点！我说你这么嚣张的开车，真没事儿？没得事，那点酒精10分钟就代谢完了。金凤，全兴。喂，青凤婆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如果是宝宝问的话，我也许会说；你的话，免谈。拜。张楚岚也是，你们也是，别催我催得那么紧。小王八犊子，我不管，反正金凤我就管你要了。夏柳青，我今天很不爽，不要惹我，尤其不要在这里惹我。对了，刚才张楚岚还向我打听你，他打听我干啥？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碧游村的时候就在搞事情，但不知道搞什么。走吧，苦闷的我继续找点乐子。想要遇到有趣的事，就要去接触有趣的人。张楚岚怎么样？下一个就到你了。您就不用瞎耽误功夫了，我是不会把神机百炼交出来的。
这又何必呢？你怎么知道我们没办法从你脑袋里把它挖出来？那是你们的事儿，我能决定的只有我自己的态度。乔让，直说吧，你没错也没罪。如果愿意配合，事情不是没转机。你们杀了马教主？按我的意思，当然那样省事。不过公司的态度就仁慈多了。会在我身上下这么大功夫，那你们多半也没抓到马教主。姐姐，平安无事吧？其实没必要救我出来，我还真想会会公司的高层呢。别傻了，真的落到他们手里，你就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为什么？为了拔绝技，他们能容下封家、陆家、王家，就容不下我吗？当初我就劝你不要建立碧游村，不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大。有什么不好？我在帮助别人，我在帮助这个世界。如果所有人都是异人，那就没有异人了。小处差异，由此引发的争斗与痛苦就都不存在了。代价会有，但是我觉得值得。没有谁会愿意付出这种代价。没有痛苦，喜悦也就不复存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姐姐，仙红，我只是不希望你这么急躁，这么大张旗鼓。如果你能更低调些，按我的节奏来，或许不是现在这个结果。而且，仙红，你没发现我们之间的争执频率越来越高了吗？对。我应该听你的，我应该听姐姐的，我应该听姐姐的，听姐姐的，听姐姐的。社长，那位婆婆已经顺利送回去了。是吗？知道了。走了，二兄弟。那个婆婆，姐姐，到底为什么要我做这个婆婆给你啊？你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只是有些事情要向这位老前辈了解一下罢了。总之不要想太多，这次虽然搞得一团糟，但总算让你弄清楚了炉子的制作方法。如果需要伤根器的替代品，我可以替你收集，你的记忆一定会修复回来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早就想修复它。当初多亏我发现了早，不然第一代修身炉会把你的脑袋钻个对穿。收敛自己的气，不然我会很吃力。没想到刚离开没多久，又回来了呀！迷恋无根生的秦风。什么人？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一次又一次的，到底想干什么？这什么情况？她就是金凤婆婆，她不是？长发戴眼镜的老妇人，应该就是你说的金凤吧？嗯，来吧，情况有点变化。巴伦，哎呦，蟑螂女孩又见面了。巴伦格里尔斯，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们一到6盘水，我就跟上了。从城里就跟上了，
跑，而且居然没发现。不管你想干嘛，你最好放老实点，这里没人怕你。莫扯壳子了，再过你没戏，我也干不动。八门哥，回见！等等，回来，蟑螂女孩，这次不打你。你们到底是谁？金凤儿，别碰我！别动！没想到你真的来了。你对金凤婆婆意外的上心了。你早就知道。当然了，毕竟寻找婆婆的事，主要还是落在我肩上嘛。这些都是什么人？婆婆的住处自然也会来看看。我回头再跟你说。哎呦，你先把我。你怎么一副不愿意看到我们来的样子啊？走，进去。哦，张怀义的孙子，掌门以前经常提起你爷爷呢。说你爷爷可有意思了，看上去无争，真遇到他在意的事，好胜之心比谁都强。你呢，宝儿？你师承哪家？父母何人呢？师父不让说。哼，金凤，他们到底把你弄哪儿去了？你怎么回来的？受伤没有？不知道，我最后只记得自己中了那小姑娘的毒，昏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扔在6盘水城里，已经过去好多天了，没有受伤。对方好像什么都没对我做。出动那么大阵仗把你掳走，他们什么都没干？谁信呢？有问题，绝对有问题。他们到底……切！你别怪我龌龊的地方。你生成这样，难保别人不觊觎你的美貌。混球，马先红那小子有没有什么爷爷之类的？反正我是察觉不到自己有任何异常。我回来以后也检查过，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而且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人惦记的东西。既然这样，您不妨换个思路想想。陈朵的蛊毒很诡异，以您为媒介去伤害其他目标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不过，他们的目的不是指向您本人，这是大概率事件了。可恶，混球这帮人在，什么都问不出口。但现在没有头绪，您可以这样处理这件事。假设一个人回到家发现房门被撬了，这人应该先怎么做？报警。这人应该先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我这里没丢什么呀。换我的话，我一定会检查一下最珍视的东西还在不在。行了，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陪金凤。你也滚！哎呦，巴伦哥，球，那我们就先走了哈，拜拜。不是要和金凤婆婆打听吗？没有机会，等他们。嘿，张楚岚，你们真的就这么走了？不然嘞？你走吧，我不走。我不但不走，我还要盯死金凤婆婆。你还真是个变态啊！人家老两口好不容易团聚了，其实你才是个一起游戏的好对手。不过你把自己裹得太严，根本不像会陪我玩的样子。那金凤婆婆这边也挺有趣，我自然就先关心这边喽。就是这样，不错。真的吗？金凤婆婆这边真的会有什么有意思的状况发生？我不确定啊。让你说的，我都好奇了。那等等看喽。那一起吧，走啊！咋个了？不走了，不走了，嘿嘿。失算了，不应该找上这个混蛋。对我和宝宝而言，这个好奇心旺盛的变态，才是所有临时工里最恶劣的那个。这样啊，金凤和老夏在购置户外装备。金凤婆婆最珍视的东西，看来存放点蛮特别的。巴伦，亏你想得出来，还让他去跟踪我。毕竟咱们合作过嘛。你是个棒槌，棒槌，我不担心。不过宝儿可不一样，感官敏锐的不像话，
跟踪他自然还得潜行高手，一点都察觉不到吗？拔了没？没法分辨。啊？分辨啥？气味。你有你的，他有他的，他有他。啊！所有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你是这个意思吧？拔了没得，就像一阵风，在啥子环境里，闻起来就是啥子味道。我好奇也查了查，巴伦·格雷尔斯，1960年生人，怎么也看不出这家伙已经这么大岁数了，驻颜有术啊。巴伦的履历我知道点儿，这人名校出身，能熟练使用7国语言。毕业后进入了特种兵团，退役后又成了职业探险家，完成过一些备受瞩目的探险。到此为止，他的经历只能说是精彩。直到他参加了一次在甘城张家峰组织的救援。95年时，一个热爱探险的富豪组织了登张家峰小队，之后不出意外的失联了。政府和富豪的家人立刻请了专业人士救援，而巴伦就在队伍里。后来救援失败，好在大部分人都安全返回，而巴伦则失落在山中。那之后几次搜救无果，人们都认为巴伦已经死了。但2年后，巴伦突然又出现了。怎么说呢？这履历很符合我的胃口。这货到底算哪头的？他是老夏早年跑国外认识的，算朋友吧。不过这不妨碍他和咱们合作，毕竟老夏和金凤婆婆身上的事很有趣。而且我们也没打算坑二老，不是吗？走吧，二老好像打算动身。毕竟算我半个师傅，坑到目的地再摊牌就过分了。你还知道过分啊？你个死鬼佬！嗨，金凤婆婆，老夏，这是急着去哪儿啊？不管去哪儿，请务必带上我们。去哪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还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金凤婆婆，您的行动力好强啊！我刚提点了您一下，您马上就动身了。看来，那让您珍视，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闪失的东西，真的存在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这个……老夏提起过，在吴根生眼中，有3个人的地位和其他全信成员不同：高艮、古基廷，还有您。吴根生这人有收藏癖，经常会弄一些古怪或者珍稀的玩意儿。而全信当中，除了他本人，您好像是唯一知道他藏品地点的人。那又怎么样？这是我们全信的事，你们打住吧！我没打算跟你们讲理，不带我，你们哪儿也去不了。小王八羔子，给你脸了！你忘了爷爷是什么人了吧？信不信我就在这里？要疯了！在这里？你玩真的？金凤，算了，夏大哥，你能对付得了4个吗？好吧，王振球，你赢了。我确实要去确认掌门的收藏，看来我也甩不掉你。求你件事。您说。如果你们贪图全信掌门的收藏，动手取之前，请务必干掉我。行，反正现在我说什么您都不信，我答应。一起走吧。金凤儿，金凤儿，果然像我担心的那样，帮我的人不知通过什么手段知晓了掌门的收藏。我们已经去晚了，万一遇到了那些人，我们也确实需要帮手。更何况，我们没得选。这个王八蛋，到底谁才是全信？哎呀，到这里我终于懂了，
我们正沿着秦岭的走向移动。虽然目的地我没有去过，但这绝不是抵达的最佳路线。哦，埃尔德教授对这里很熟啊。我来过很多次了。我那时候非常的迷恋野人，而秦岭也被认为是野人的出没地之一。什么？不觉得奇怪吗？奇怪什么？这是一支混合的队伍，其中有和我们一样的人，而有些是普通人。队伍里那个被要求特别保护的朱迪，我认为他和我们一样是能力者。不明白，全部由能力者来组成队伍，不是更好吗？总之，这次任务要取回的藏品，绝对和我们的世界有关。哇！哎呀，真幸运呐！居然见到了，这是中国的国宝。哼！他们要造反吗？一个西南毒瘤就够了，再加上个不要碧莲，公共场合使用异能。老毕，消消气。这事儿西南老好向我汇报过了，这孩子行事的风格，各位都了解。另外还有个事值得注意，这是最近发生的一起车祸，死者叫克里斯·奥苏利，是个假身份，非法入境的艺人。不管什么目的，一起进入境内的不止他一人。老黄，马先红那儿调查的怎么样？哎，这啥？残存着微量气体的血肉器官，是我们从为数不多的残骸中发现的，和已知的任何生物器官都不相符。恐怖的是，这团东西有着完整的经络循环，只要提供足够的气就可以存活。活的？你说这东西是活的？虽然我们不了解神机百炼，但这个绝对超出了炼器的范畴。我们认为，单凭神机百炼是造不出修神炉的。新的核心完成了，鲜红。姐姐，我去，没想到是这种情况。算了，还好我有个方便的人设。为啥子不告诉他们你受伤了，让他们慢点？推断出我惦记金凤婆婆和吴根生，成功的卡住我的软肋。到目前为止，这货完全占了上风。我受伤的事最好是能慢多久是多久。虽然现在还没有如何反击的头绪，只要隐藏或者释放的时机合适，是会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的。我说张楚岚，你的事我以前就听说不少，最近相处下来，你还真对得起这不要脸的称号。好吧，王振球，既然你想玩，我就陪你玩玩。金凤婆婆，我不知道吴根生的藏品地到底有多么隐秘，但我们顺着山势急行了2天，怎么看也不是最佳路线了。沿路上我们都看到了露营的痕迹。如果这些人的目标也是吴根生的藏品，你未免也太有在了，一点不担心吗？还是必须按照这个路线走？哦，
死地。死地？这世界上确实有这种地方，你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时间或者线路到达。如果违背这些条件的话，就会陷入莫名的危险之中。怎么讲？就好像诅咒一样。这次如果侥幸掌门的藏品没有遗失的话，我会将他们转移。至于这里，你们要是想好好活着，就别再回来了。马上就到了，穿过这里就是了。一场人猴大战啊！外国人。这大耳朵啊！你是张怀义的后代子孙吧？等等，婆婆，您刚才叫这家伙什么？张怀义呀！哦，对了，那好像是你爷爷的名字。这猴子怎么会是我爷爷的子孙？这是我哥还是我爹？唉，那还是掌门第一次带我来这里的事了。金凤，你看，若没有我领你来，你会被这些猴撕成碎片吧？看。这只叫古西亭，这只叫高艮。古大哥和高大哥要是知道了，也亏您分得出，这不都一个样吗？看久了自然能分啊。这小子好认，你看这对大耳朵，这小子叫张怀义。张怀义，咱全县中好像没这个人啊。外面认识的小兄弟，一个很有意思的人。那他有没有聊起我爷爷和他结识的过程？这倒没有。完全没有信号啊！减分喽，求。要是二壮在就方便了。不过婆婆，这群人和我们的目标一样，却遭到了攻击。但是这些猴子对我们倒是很友善啊。那是因为你们是我带来的。以正确路线到达过这里一次的人，将会被这里的生灵承认。哎呀，烦死了！你们这些臭猴，我没时间管你们的事。不对，之后我自己来。这些猴子虽然没有攻击我，但不是这种状态。宝儿啊，你好像挺受猴子的爱的啊。四妹，没时间了，婆婆。走吧，前面不远就到了。哦。别发呆了，金凤，走了。这些猴子还在跟着咱们，一代一代都是如此。掌门说，大概是他们本能的把被这里承认的人当成了依仗。依仗？他们要依仗我们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座桥一片焦黑呀，看来离开没多久。是记，这是用记忆燃的火焰，这在火德宗也算是高级手段。
这帮人，这边的猴子比跟着咱们的大好多啊！到了，这个，这是24节通天鼓。这些家伙好像在害怕什么。站起来了。不要紧，他们的目标不是咱们。2个小家伙，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吗？别管他们，我们走。这2个小家伙已经霸占了这山谷，他们精得很，分得出什么能惹，什么不能惹。哦，妖术，妖术？什么妖？妖术？没错，这种别扭的感觉，以这种超长的速度持续疾行，调动体内的气息是自然的事。但就在刚才，当气通过妖术的时候，有那么一丝不自然，仿佛还有一股力量同时在引导着我。我确定，这是进入山谷以后才发生的。消失了，果然是这些刻在石壁上的条纹在引导我们。发现啦？这些条纹布满山谷，让人在视觉上无处可逃。而真正厉害的是这些线条的布局，从任何角度、任何局部去观察，灌输给观者的信息都是一致的。即使没有去描绘具体事物，图形本身也是携带信息的。这些信息更质朴、更抽象，也更容易得到意识深处的反馈。这布满的曲线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正是引导体内气息流转的法门。你们走得别扭，那是因为你们走得太快了。慢点，慢点就没得事了。不用管，保持疾行就行。婆婆，这些山谷在引导我们行气啊，行差了气可不是闹着玩的。只管赶路，原因我会告诉你。这种推波助澜的感觉已经蔓延到了神道，那种不自在的感觉变弱了。没有啊，我没觉得变，还是那样。哎，鬼佬，你也减轻了？对。婆婆，是不是以这种速度疾行山谷的最后一段时，这种不适应感就会完全消失？不愧是天师府的传人。你们别一唱一和的，为啥我的别扭劲儿没有减轻，连鬼佬都没事？没事了，夏老，你没减轻是因为你的手段啊。神格面具和其他炼器的人比起来比较特殊，更接近巫，收集众生信念的力量为己所用。炼己的法子也不是从任督二脉周天入手。没错，你们应该猜到了，这个山谷中的纹路是助生灵得气的法门。这24节骨正是象征人体的脊椎，而周天之中打通后背督脉会遇到至关重要的3个难关。后来炼器的前辈总结出一些帮助人更好通过这3关的法子，3力就是其中最著名的。阳力、陆力、虎力，为驴到甲己双关前，行气如羊拉车，缓步慎行；甲己到玉枕，像鹿拉车，大步快行；过玉枕，气送泥丸宫，像猛虎，大力前行，一举冲过。但并不是所有的炼器士都认同3车力的法门。以前就有前辈著书
书中视三车利为邪魔外道，虽能行使些迷惑世人的小手段，但在正法面前依然不堪一击。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书中的一段情节？500僧众也拉不动的大车，被那猴子只一下拽过甲己双关。三车利，原来如此。爷爷，那股暖意到了甲己，怎么也过不去了。不用管它，那是你先天一气还不足满。先天足满，心源坚定，根本什么关也拦不住，哪用得着其他乱七八糟的法门？就是这样，24股可以按三车利引导人打通任督二脉。开始山谷是阳历阶段，应该缓行。我们急行是应了虎力，所以会有违和感。但咱们都是异人，这种轻微的塑造不会有什么伤害。嘿嘿，不会让我走火入魔就好。没想到我是最特殊的一个。看什么？我和你们练气的方式一样，很奇怪吗？因为我是白人，这是歧视。靠！我一直以为你是天生的呢。不过知道掌门的事情越多，就越是觉得深不可测呀。金凤，按你说的，这可是能让什么人都变成异人的山谷啊！这山谷只是让人通周天，实际确实掌握了异能的才会被界定为异人。公司应该就是这么定的吧？那也很厉害。虽然步步凶险，但周天是其中之最。掌门能以一己之力弄出这么个地方，简直是一己之力。我什么时候说这里是掌门建造的呢？那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掌门加工了这里。婆婆，你说的加工，不会是指那些细线吧？细线？刚才我仔细观察过，在这石壁上的刻纹可以分为2种，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沟壑，还有一种比那些浅得多的、更加细密的条纹。你想的没错，只有这些细密的条纹是掌门后刻上去的。真的哎，但是这么细的条纹，即使待在边上，也要离近了才能注意到，更别说进行中了，怎么对人产生影响呢？也许妙就妙在，它附着于那些古旧的石刻之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美国的某影院，汽水销量突然飙升，谁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觉得进入那家影院观影的时候会感到格外的口渴，最后终于有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在每秒24帧的电影中插入了一帧该品牌汽水的画面，20几分之1秒，影院里没有人能察觉到那个画面的存在，但那幅画面所表达的信息却完美的被观影人接收到了，这就是暗示的力量。这样，但是婆婆，无根生前辈为什么要留下这些细纹？不知道。金凤，你想知道这里原来的主人是谁？从今以后，你可以自由地出入这里了。这是我出的一道题，自己去找答案吧。这道题我可以给你2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就是这山谷尽头山洞的名字，何为人？第2个提示，城。对方果然先到了，无根生的藏品呢？他们得手了吗？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先退。好了，这何为人洞的特点你们也知道了。不管多复杂曲折的道路，都会和中线相连。哎呀，吧唧吧唧的，烦死了。巴给特与这酱料的搭配很奇妙，试试？不要。你俩是都没发现情况多诡异是吧？原本以为会是马先红的同伙，没想到是这么一帮老外。注意到了吧？那几个还是个异人和一般人的混合。你俩小子怎么看？反正都得对付不是？阿莲，你看出什么了吗？没啥值得注意的，反正奇怪的地方夏老都说了。才怪！倒霉！
我原以为对方应该已经取走了藏品才对，我来只是为了盯着魂球这个倒霉玩意儿在这里发现什么对我和宝儿姐不利的。婆婆被绑架到现在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假设他们真的从婆婆那里得到这儿的线索，应该早就得手了才对。这些人就好像是故意在等我们来一样。在这里猜测没用，分头行动，找机会问一问。这次冒险简直就像做梦一样，神奇的猴子，神奇的山谷，最神奇的居然是一起冒险的同伴。该死的，世上竟然真的存在超能力者，到现在我还没什么真实感。凯特先生，你觉得超能力是怎么来的？魔法、变异？我怎么知道？你没看到那些家伙对我们爱答不理的吗？手握力量，又怎么会轻易把这力量的来源告诉外人？如果是你呢？在装备足够的前提下，能战胜超能力者吗？或许能，或许不能。还记得太过老、洪达纳什这3人拦住了猴群吗？队伍中古怪的人不少。你的问题，我完整的回答你吧。魔法也好，超能力也好，真对立起来，我杀不死他们，但我们能。这世上不存在人类杀不死的人类。也对哦，如果真的存在人类杀不死的人类，那人类的社会根基早就崩塌了。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谈论这个？是枪声！怎么了，坎多？是谁？猴子，新的猴子，寂寞被猴子抓走了。我懂了，我终于懂了，这座山的秘密。凯特，你在说什么？秘密？什么秘密？猴子，是猴子，进化的猴子。在这座山中，有些邪门怪异的猴子，就会变得越像人。最新的这只，太暗了，我没有看清。但那眼神，那绝不是猴子的眼神，还有那诡异的速度。你们还没懂吗？这座山能把猴子进化成超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确定是目的地，退出山，完成任务，不是已经不远了吗？不，我认为我们应该原地休整。距离目的地确实不远，但我们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危险。今天大家已经消耗很大了，应该休整是最佳状态。从现在起，大家不要再单独行动。这里地形足够开阔，被偷袭的几率不大。轮流守卫的工作就交给本和他的伙伴，还有我一些特殊的朋友。嘿，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家伙好像听不懂中文。喂，能听懂我的话吗？我会撕下你口中的束缚，如果你喊叫的话。现在回答我，你们是什么人？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来做什么？飞走了。说，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不是血吧？这
都知。那猴子进化了，分泌物也变了颜色，那太扯了。这奇怪的山中还有什么别的生物会分泌这种，像毒蛇了什么的？你疯了吗，茶农？可能有毒啊！哦，好像是嘎杜麻籽。那是什么？一种中国酱汁。酱汁？猴子的食谱也进化了吗？是毒，一定是毒。这里的环境不适合艾姆。我都说了，你们不要伤害我。原来如此，这些人基本都是经验丰富的探险者，其中有几个奇怪的家伙，应该是圈里人。他们并不知道雇主的信息，整个任务他们都要听从领队刘明远的安排。一个又矮又胖的秃子。金宝的声音，不知道金宝身上的神灵有没有行使他的神力。这个环节，神灵准备自己的身体也要花些时间吧，不能再顾虑了，即使会在一般人面前暴露自己。有玩意儿在保护他，他也没对我们做出攻击，怎么办？这小子虽然无关紧要，但这东西放着不管，让人不安心。你们先走，我来搞清楚这东西。小心。知道。这东西是被动开启型的。速度一般，力量吧。可以自我修复。飞射出的散落的一些树枝，并没有跟着一起复原，有可能是依据破损程度判断能否再用。正常接近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发动攻击的话，后反击。那黑色的东西才是它的本体。携带大量气的攻击会更奏效，而且这东西智能不高，以我的水平，要绕过它干掉这小子不是难事。说，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哼！不管是什么，把它搞出来的应该不是你。这东西应该是对方一人的能力，任何人被攻击都会触发，很像那个马先红的道具。要么是整个团队被设置了一致，要么是整个团队人手一支。总之，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退场的。对方现在在这里，而藏品的位置大致就在目标所示。已知看似复杂曲折的分叉全部链接这条主干。如果那家伙说的是真话，那么这些被雇来的人对这里一点都不了解，所以他们不会蠢到分散钻进狭小的分叉。到时候，小张在这个主干，这是婆婆和夏老的事，而我又是夏老的半个徒弟，所以这次我来安排。算算时间，夏老头探路也快回来了。张楚岚，你倒是说对了，主干很重要，所以我来守。小心！那是
那是什么模模糊糊的颜色？这是怪物吗？这又是什么？开枪！开枪！好快，而且按照精密程序，以博取对方意识为目的。被击倒的人依然释放了 M， 他们都还活着。这些东西是人为的。之神，感受到人们的恐惧了吗？果然，每人身体里都有。大伦，你这个乌鸦嘴！要尽快解决，在那些黑色的东西变成怪物之前。这里的猴子越来越离谱了呀！念动力。行了，金属的子弹可打不烂他们。你的小动作似乎不太奏效。这里的施术者都不太理想，要是换成你们，最好不要。不同系统之间的能力者，在没有充分了解之前，最好不要有能力上的合作。简单的说，我还不信任你，曼波小姐。哼，没什么好惊讶的，这一切我都很熟悉。至于这东西，很明显在受人操纵着。知道会遭遇能力者，所以才带我们来吧。刘，维斯塔，你殿后。查弄宏达，咱们去看看。What the hell? Look! Hunters spouted flames! Those guys are literally freaks! Who the hell are you? And why haven't I seen you all these days? Well, me neither. 见鬼！他是谁？就是他，不是猴子或者什么怪物。萨卡人，离得远点！贴上，否则我开枪！怎么回事？这也是似曾相识。What a tough opponent! Come back! Why? I'm the one you're supposed to fight! My name is Psycho and cut out as many as possible. So I won't fight you, you badass!
速度和力量都不及我。不过好奇怪的大嫂还会惧我。看着龟老的模样，还有一副奇怪的身体。灵犀之。操纵肉身到这个地步，可以啊，这个阿三。用那个黑色的东西封住了我的烛火，前所未见。喂，别开枪，会伤到茶农。维斯塔，勇敢的战士，赐予你洞察一切的目光，欧泽拉。跟上了！干掉了？没有。西方的炼金，东方的炼器，是现存最大也是最成体系的两支能力者。这些炼器者不光拥有能力，还具有普遍加强的身体机能。不要随便被靠近，就算牛首不符文，瞬间被干掉的可能性也不小。逃走了，都躲进洞里了。巨龙，巨龙，别走散！小心点，对面看看，别靠近。这边没有。那边方向。宝儿姐，没受伤吧？没得死。那就好。王真球算盘打得不错。小张，宝宝，你们对付过用枪的人吗？没有。对付过。小张，嘱咐你几句，哪怕你的金光咒真能扛住大口径的子弹，也不要掉以轻心。稍有轻视，累年的苦修可能就会被一把铁坨子摧毁。这样，通往藏品的主干道我来守。小张，你负责在归路上监视。这是个压力最小的位置，不需要你出手，只要观察好全局的状况，尤其是那个叫刘明远的秃子。球啊，你真体贴，弄这么个口袋阵把我安排在阵尾，其他人负责骚扰，让这帮人惊到了往外撤。就算咱们的人往里推进，我也将会是最后一个接触藏品。哼，小算盘，怕怕的。除了小张，其他人向我这边主干道的窟窿靠拢，他们已经被惊吓到了，尤其是那些圈外人，大概率他们会选择往回。球儿，小点儿。怎么办？我们还是会。我他妈受够了！去死吧，怪物！
别害怕，这里的环境和敌人都超出了你们的认知。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守护者，丛林之神。在我的家乡，他被称为 M。真的，这东西刚才真的在保护我。你们每人都有一个。阿姆鲁会攻击对你们抱有敌意的生物。可惜，你们不是神选之人，否则就可以完美的操纵它。神选之人，巴莎小姐，你说的神选之人，就是他们吧？伊利亚、维斯塔、宏达、纳什，还有查农。哎，看什么？哎，你疯了吗？说吧，为什么？跟这些奇怪的朋友比起来，我们根本是碍手碍脚啊！所以为什么要带上我们？说！大致就是这样。相信身体的各种变化，你们自己都已经感受到了。而我，除了藏品之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见证你们的转变。这山谷正在转化我们。周天，气，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想起来了，气。对了，就是气。那时念动力者，宏达的流派我也知道。维斯塔能够使用鲁纳文字的力量，茶农我还看不清。巴莎小姐，我对你的世界观没有偏见，不过我们可不是神选之人。按照刘的说法，我们都是使用气的异人，而你是一位巫毒女祭司吧？你们是什么人？不用管我们。刘、杜迪。你们两个也是异人吧？没错。不过动手的话，我们的能力帮不上忙，尤其是朱迪，所以几位要保护好他哦。里面的，请个方便吧。回去，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这里的东西也不属于你们。女人？请问，你们是公司还是全姓的人？和你没关系，离开这里。不，有关系。如果是公司，那咱们就得讲道理。这无根生的藏品确实不属于我们，但也不属于公司。如果你们是全姓的，天知道这些东西有多少是你们强取豪夺来的。哼。好了，大家都听到了。关于藏品，双方都不必有什么道德负担。但是对方实力不俗，继续前进危险极大。但你们也有机会变成异人，当然，也可以放弃，定金归你们。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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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好吧，既然决定了，再在这里耗下去也没有意义。茶农，你和我一起。宏达、纳什、巴莎，你们和大家一起。刘和朱迪保持在队伍中心。这是代表战神的文字，能够激发你们体内的潜能。好了，大伙儿，向里面冲！你怎么看？我现在对抽筋完全没有兴趣，不只是我，一起来的大伙儿都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山洞里的藏品真的和这些神奇的力量有关，那我们绝不会轻易让刘带走它。各位，谁
说到底还是我和金凤的事。那几个魁老艺人都不软，而且他们似乎还能打配合。你们现在要闪人，麻利儿的。不打算闪人，嘿嘿嘿！让我夏柳青欠你们一个大人情，各位，准备玩命吧！耶！为什么这个女人攻击的时候，艾姆没有做出反应？县长，没事吧？没事。那么猛烈的火，只是让他的皮肤有些烫伤而已。查诺，别追进去。怎么了，凯特？没事，只是觉得这样会更舒服些。你的脸上，我好得很。从进入山谷开始，这股力量就在体内流动。如果引导，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感受到了吧，文？对。放他们往里进些。预感，我们能成为神选之人。退了，那帮家伙退了！大火冲！慢着，不要！白痴，你们和他们技术差太多了。嘿！要不是仗着人多，真以为那些劈柴也能拦住我！除了这个黑妞，他们也能操纵。让体内的力量越转越快，就会发现埃姆鲁身上的力量其实是和我相通的。中了！只管攻击，反正埃姆鲁会复原。嘎哈！这些小洞烦死人了！让我把他们都堵起来！这小子本身是个弱鸡。我没事，注意你自己，完成你自己的任务就行。朱迪，你才是这次的主角。别再从头逗留，向前冲！害怕了吗，刘胖子？好，很好，非常好。要不要我再刺激你一下啊？不对，这些人的状态太不正常了。伊利亚，
是剩下的酬劳。从现在开始，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朱迪。各位，如果你们嫌那些人形的树枝麻烦，就交给我来对付吧。艾布鲁，我的艾布鲁怎么了？大肠、小肠、胃、三焦、胆、膀胱，合成六腑。我这种能力叫做圣人道，或者说六库仙贼。正是以六腑为基础，打造出一套完美的消化系统，瞬间将物质彻底分解，把所吸收的养分经过循环转化为气，接着抽取空气中的水分与异化的唾液混合后，对任何物体都是致命的腐蚀剂。口水中混合着我的气，除非这股气消耗完，否则它会一直将物体消耗殆尽。不出意外的话，我的人生将会很漫长，也会很无聊。我好像越来越不像个人了。手臂没知觉了。你干什么？滚蛋！不是你们的累赘，我已经和你们一样了。太棒了，这力量仿佛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耶利亚那个怪胎之所以那么强，是因为他们早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现在的我也是，想要更多、更强。这里的宝藏与这股力量有关，那才一定是我的。闪开！等等我，大伙儿！不要丢下我，我不想在这里被干掉。我也想见到宝藏。进入这里之后，大家都获得了神秘力量，但为什么你们的变化超过我这么多？没事，只是觉得这样对。是这样吗？像动物一样放低重心，真的，背后那股力量可以更轻松地流转了。对吗？这或许就是我们原本的样子。只要能获得这力量，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时机差不多了，时间不长的话，各种手段还是能勉强用出来。只要交代宝儿姐的事他别忘了就好。差不多该动手了。从没见过这个，这些小
刘明远，是吧？哼，这该死的地形，只能费点劲儿了。有人！这边！往前冲！这个女人一直和刘胖子在一起。老夏，婆婆，替我挡一下！退了！那家伙退了！还是没有。球儿，帮帮我！张楚岚，你在哪儿？我一直在所有人后面盯着，快来帮我！刘秃子要逃，你把我留在后面，就是为了预防他开溜。这小子一定认识碧欧村的人。你积极帮老夏，就是想找到劫走马先红的那批人，对吧？刘秃子是重要线索。你要是什么都明白，就拿下刘秃子。抱歉，我受伤了。前不久，张楚岚，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呀？怪我，内伤挺重。又想给我捣乱，又想完成本职工作，这货真贪心。赶紧去吧，不然刘秃子真跑了。拜拜了，慢慢争吧。我的错，张楚岚，我不该三心二意。我去！你要可是故意来搅和我，王振桥，你这倒霉玩意儿脑子里装的是啥呀？去大陆吧，小宝贝！宝儿姐，别护我！张楚岚，你摆开！老夏，全都挡是挡不住的，先解决这些异人，剩下的回头再收拾。不行，绝不会让任何人能撒手碰掌门的东西。金风，没办法，听扯东西的。至于张楚岚呢？我来陪你！如果说到进入山谷之前为止，王振秋，对我而言，你确实是个完美的搅屎棍子。不过做事要专心。如果你想针对我的话，就不该让我发现你的其他企图。通过接触这批闯入者来追查马先红的线索，才是你的真正目标。好了，按计划，大家行动吧。人之所求，也就是人之弱点。别说你只是在演孙猴子，就算你真是孙猴子，只要念对了紧箍咒，你也得吃瘪。孙猴子。这群人临时工没一个是生物的能，万一这猴脾气上来，宝儿姐，来，我嘱咐你几句。如果你们动手的时候发现我往里闯了，给我拦下任何企图阻止我的人，尤其是王振秋。两边的小洞不见了，地形变化了。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屈妾，你这外国人居然知道这么多？那这句你知道吗？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也是出自《庄子·屈妾》，整篇都是庄子对于当时混乱时局的看法。修齐治平，从平天下的角度看没错，但我只是个小小的修士，我有我的角度。小贼窃诸，诸侯窃国。若是一个人到了被称为圣人的层次，你觉得什么东西才配让他起了盗窃之心？只有一样，这天地间的生机。这就是我教的技巧，圣人道。它还有个名儿，六库仙贼。说，宝藏在哪儿？在哪儿？哪儿都没有，到底藏在哪儿？在哪儿？快交出来！把我的宝藏！还不懂吗？这是一场淘汰，而最终我才是被选中的人。你好像对这里很熟悉。说，宝藏在哪？这神秘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朱迪，别乱跑，危险！查毒！这么快！
刚才开始，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太安静了。宝儿姐，宝儿姐，你没事吧？没得事。真的不继续了？ 不了，我们已经没有留在这的理由了。现在这个情况，没法判断任务是成功还是失败。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刘耍了。不，我们完成了职责。至于刘的目的，我们不关心。无所谓了，走了。 就这么让他们离开？不然呢？这些人只是被雇来的，真正知道些什么的是刘秃子。可刘秃子跑了，张楚岚，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呀？宝儿姐，方振球、老夏、巴伦，这三个家伙谁敢对我动手就削谁！现在不是你们找我算账的时候，对吗，婆婆？ 就是这里嘛，金凤，什么也没有啊。没了，全部没了。哎，倒也不意外，我们之前就想到过这种结果。婆婆，我知道，我甩开大火独自摸到这里的行为对不起您，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一定要在所有人之前来这里确认一下。你要确认什么？气体源流。气体源流。直到你们全姓找上我，我才知道气体源流这个名字。我一直装作对八绝技的事很排斥，但是。 这可是我爷爷张怀义悟出来的，他本就应该属于我张家。我必须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的下落。后来我又查到，他的诞生是在您的掌门吴根生发起结义之后。我觉得这件事一定和这位干爷爷有莫大的关系。碧游村是我了解到，您又是这位干爷爷最亲近的人，所以我想在救您这件事上出把力。我认为藏品里很有可能包含结义的秘密。 甚至包含着八绝技的线索。哦，蕴藏着这么重要的秘密，我怎么就没发现？也许您是在装糊涂，但我更相信您是根本不会去留意，因为只要是吴根生前辈留下的，
对您就已经足够珍贵了。什么8绝技、36贼，您根本不关心，您关心的只有吴根生前辈一人而已，不是吗？本来我是想开诚布公和您谈谈的，结果王振球这个搅屎棍突然插了进来。还有我，这货从碧游村就看我不顺眼，他看出了我在打藏品的主意，所以处处刁难我。我没办法呀，婆婆，我相信您，但我信不过王振球这帮人，我只能偷偷在所有人之前溜进来。婆婆，我对不起您，未经您同意就冒犯了您和吴根生前辈的领域。唉，算了，冒犯这里的不是你，是劫走我的那些家伙，是来这里偷走掌门藏品的家伙。让我作证，金凤，球这小王八蛋就是这种。别跑我！行了，小张，冲我来了，你牛，我当成坏人了。婆婆，事到如今，求求您告诉我吧，掌门的藏品到底是什么？泥人张、蝉蜕、海螺、石头。石头？就是石头，就是一块河边的石头。看，金凤，不觉得它很美吗？让人心旷神怡呀。心旷神怡，很美吗？这不多的是。也是，这只是我之美罢了，这不是天下之美。或许那其中确有几个值钱的，不过在艺人的眼中，绝对都是无聊的东西。您刚才说还有书？都是随手能找得到的书而已，连《金瓶梅》也有。掌门说里面的画画得怪好的，也许那其中真的有什么秘密吧，不过我是不知道。有意思，马先红背后的人事先拿走了藏品，但又雇了一群人在这里等着，想看我们斗起来，还是说想观察那些人的变化？小张，这一地的黑灰是怎么回事啊？我到这里的时候就这样了。哦，哎，金凤，金凤，这，这脚印嘛，一直就刻在这里。哦。你以为这么多年我没事了？各位，既然什么都没发现，那我们就撤了。哎，宝儿啊，还真是个宝贝，又强又愣又听话。小张，把这么个一根筋的玩意儿握在手心里摆弄，你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不落忍吗？有什么不落忍？我让他做什么他都会做，因为在他眼里我是值得信任的。你是在羡慕吗？对你这样信任的人，有吗？你生气了？我没生气。你生气了？刚才的表情认识你以来第一次见哦。我没生气，你道个毛线歉呀！我犯得着跟你250生气吗？何必呢？你这次摆我一道，我一定会找回来的。现在的孩子好难懂啊。好了啊。唉，马先红费了那么大劲儿的事儿，这个山谷都能做。确实，这些人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这地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人在无意识之中运行周天功法，不受人意识的左右，收功和散功也就不受控制。怪不得都是这个死法。这帮家伙用功之后，就像永不停歇的发动机，最后全都超过负荷了。这个山谷的主人没道理只教人起功，不给人散功啊。是掌门，掌门改动了这石壁上的纹路，应该就是阻止了散功的自然发生。可是，为什么他们不受纹路改动的影响？哦，又是这两只。这就只有掌门知道了。不过说起这些猴子也挺有趣。
当最强的猴子占据这里时，会把其他的猴子赶出山谷。这2只应该是上一代最强的后代，他们的后代间有时为了争夺山谷的统治权，也会你死我活；而山谷外的有时也会依仗数量的优势冲进来。如果成功，他们会从猴群中诞生新的最强者，新的轮回又会开始。哈哈，这帮猴子在这山谷里倒是学起做人来了。嚯，这些家伙是被山谷的猴子收拾了吧？如果不在藏品地的话，在这里的可能性也很高。球啊，这些年我把可疑的地方都查了个遍，你想的我都想到了。也是，这么多年您都没找到的答案，让第一次来的我就给发现了，也太没天理了。小张，嘿，这小子发神经。张怀义，看在你和我爷爷重名的份上，我今天提点提点你。你应该体会过那奇妙的滋味，才会对那里执着吧。那里进去过1次就够了。那山谷啊，只教你做一件事，它教你做人。山谷里可以做人，这草莽中也行，没必要流连忘返，无非是轻松还是辛苦罢了。还记得在山谷里做人的滋味吗？一节一节地把你的脊柱立起来。再体会一次吧。明明趴着更舒服，明明四肢更迅捷，就有这么一群怪胎，非要直立起来。何为人？顶天立地的异兽，辛苦却舒畅，这就是做人的滋味。如果只是追求奇妙的体验，重新堕为畜生，是迟早的事。呵，原来你已经想到了。何为人的答案并不难，结合这个山谷来看的话，定义是：不修身，不能称其为完整人。当年爷爷教我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身姿、精神与肉体都要达到正直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顶天立地，有一根正直的脊梁，这样气息才能够顺畅流通。这座山谷与洞穴明显象征着脊柱与头颅，那么在其中对应的药穴，很有可能就蕴藏着无根生前辈说的秘密。刚才你在山洞里查看过象征百会的区域，对吧？所以，这山谷的入口应该会代表会阴，但是也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看来不破解城，就没法找到这里的秘密。城，这个真是没有一点头绪。婆婆，这里就完全没有和橙子有关的地方？没有。诚实、真诚、至诚。你说的是指态度吗？态度？对什么的态度？算了，婆婆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开，这里其他人更没可能。头疼的是王针灸，一定要给她信了。你们刚才说晓得了，晓得了，就是晓得何为人的答案就是顶天立地。对啊，怎么了？为啥子？小姑娘，你看啊，这山谷叫24节谷，再接上尽头的山洞，不就像是人的脊柱和头颅吗？我晓得啊。人不就是顶天立地的吗？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呀。我晓得啊。即使有些动物也是两脚着地，但它们都没有正直的脊梁和头颅啊。我晓得啊。
所以啊，如果问题是何为人，那答案就是顶天。所以错了。这三股和你们的答案不一样啊。宝儿姐，人是顶天立地，这三股不叫顶天立地。这才叫顶天立地。真正顶天立地的地方。你这个小王八蛋搞什么？干嘛跑回来？因为我知道了，逞的意思。嗯？这才叫顶天立地。其实两个谜单独分开都不难猜，难就难在结合之后有了上下级关系。橙子要在何为人之上，光是消化穿过山谷带来的力量就极其困难。穿过山谷后，奇妙的力量会极大影响人的心性，很难再关注到橙的提示。这是大部分做事的人的通病。理论上应该做到100分，但我们会被各种外在因素干扰，比如环境不允许啊，能力还不够之类的，最终接受80分的预期，甚至我们会为了60分的结果庆幸。而这里的主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至少在何为人这件事上，他只接受100分。哎，算了，怪我，宝儿姐，忘了你的间歇性歧视症了。橙子的答案依然简单的很，诚者信，诚者天之道。天道不会去跟人商量，天道没有半点可以回旋的余地。诚，即是天道的特点之一。既然作为一人明白何为顶天立地，那就不该被外面的这条山谷迷惑，应该100%的去贯彻，找到真正顶天立地的地方。哦，我懂了，顶天立地就是指我的百会穴。老夏，为什么一定要顶天呢？顶天的基础是立地呀。婆婆，你从没试过这里吧？这原来是这样。对，就是这样。顶天立地，顶天之穴就是头顶百会穴。那所谓的立地，自然就是它了。顺足少阴肾经贯通人体，开口朝下，又名无顶之洞，涌泉穴。哇，居然有这种地方！毫无疑问，这就是顶天立地的答案。婆婆，我们找到了。什么呀？依然是间空屋子。你们看，那边。9曲盘桓洞，这是掌门的字，我认得。喂，你们来看看，这面墙上刻着东西，后来被抹去了。这里也有，这里也是，是字。仔细看，这石洞表面相当大的部分都被打磨过。哎，这里有完整的字，此法真中妙更真，都缘我独异于人，自知颠倒有理坎，
谁使臣服定主宾？金鼎玉柳朱里拱，尉迟先下水中银。神玉都，哎，这不是那个张伯端，紫阳山人。张伯端，紫阳山人又是谁？哟，金凤，你们这些先天的真是……张伯端，人称悟真先生或紫阳山人，南派丹法的祖师。您这样的先天异人不知道并不奇怪，但是后天修炼的要是不知道他，相当于木匠不知道鲁班，对吧，小张同学？张伯端嘛，知道，老张嘛，这我真不知道。如果这里的主人是传说中的紫阳山人的话，那一个人造出这里的一切，并非是不能想象的。原来如此，掌门一直想让我自己寻找到的答案。这里的主人原来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异人。也对，也不对。张伯端确实是答案，但这答案的背后，还有一些信息是掌门要传达的。婆婆，你觉得吴根生为什么要修改外面山谷的纹路？为什么？掌门做事，我们从来猜不透。老夏，你觉得把乌真篇全篇刻上需要多大地方？大概这面就够了。但是你们看看，这整个石洞到处都是雕刻的痕迹，再结合那9曲盘环洞，吴根生分明是在否定紫阳山人。不愧是掌门，连传说中的丹祖都不放在眼里。掌门否定紫阳山人什么了？就是这个9曲盘环洞，这也是出自一个故事。修行路上的师徒4人经过一个叫玉华的地方，这玉华城主对师徒4人甚是虔诚恭敬，于是3个徒弟就把自己的神通传给了城主的3个儿子。这件事惊动了此地的一窝狮子精，这群狮子精的老祖就居住在9曲盘环洞，号称九灵元圣。九灵元圣，你的意思是这里是妖精住的地方？不，关键是九灵元圣这个名字。九灵即为9天，也能理解为9阳。而有趣的是，这个元圣被称为圣的有不少，但被尊为至圣的只有一位大成至圣仙师。而这位大成至圣仙师所极力推崇的就是元圣，只有元圣才配叫做师之祖。而故事中也借广目天王之口，对猴子讲出了祸端的根源。大象因你欲为人师，所以惹出这一窝狮子来也。这9曲盘环的故事，是为了警醒后来修行之人，不要乱为人师。这里的设计初衷，大概是要筛选这样的人，要有足够的运气或机缘了解到这里和这里的谜题，然后这个人还要有足够的诚的品质，最终合格的人才能够到达这里，接受刻在石洞上的信息。小东西啊，你是说掌门破解这里的谜题之后，认为子阳这种传达信息的方式太过草率，所以擦掉洞中所刻？对，你们觉得这山谷神奇吗？神奇啊，随便走一遍就能通了周天，这匪夷所思的程度，不下于巨灵潜将跟神机百炼了。而吴根生只是修改了这里，洞里的他可彻底抹了。拜下，托你的福，见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再有这种事，联系。知道了，知道了。哼，这怪人。行了，这次怎么说也辛苦你们几个了，我替金凤谢谢你们。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婆婆，我还会拜访您的，一定。您不会放弃追查拿走藏品的人，我也不会放弃追查气体源流的线索。那批藏品里未必就有气体源流的线索。不，即使那里没有线索，我还是要对付拿走了藏品的人。为什么要帮我？你是哪儿都通，我可是全信。我们都是36贼的家属，
家属？什么叫家属？这碰哪儿就掌门的家属了？不管带来的是苦是乐，没有36贼，就没有我们体验到的一切。他们留下的遗产，我们应该继承；留下的谜团，我们去解开。如果留下的是祸害，那就我们去铲除。就是这样。我以后会通过球联下岛来找您。慢着，这是我的电话，打不通就一直打，我不太习惯带手机。我他妈就看张楚岚那小子不地道，你别听他忽悠。锦凤，你怎么就是掌门的家属了？那我咋算？我是不是也算你的家属呢？别废话，回头还得跟我回趟山洞。啊，刚出来又回去？你有没有门路弄来炸药？炸药？有几个家伙倒是能找到。就是明白了掌门的真意才要回去。宝儿姐，伤得怎么样？不碍事吧？好了。好了？怎么受的？挨了一枪，按你说的，只是擦伤，不妨碍行动。还有第二件事，如果你真的在和王振秋纠缠，留意一下，当我给你做出这个手势之后，找个机会让自己受点伤，挂点彩就行，别伤到影响正常行动。哎，这家魂球算是彻底注意上我了，以后在公司内部，这货会是个很大的麻烦，还是尽可能的看清他比较保险。不过现在这个结果，怎么让我纠结起来了？难道我打心底是不希望王振球做出这种选择的？怎么了？这次折腾得这么开心吗？怎么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意犹未尽？不，怎么说呢？这两块料都是极品，以前没遇到过的类型。宝儿是真神，不过太单纯了。好玩有趣的是张楚岚。我好像看见好几张脸，风格迥异，又好像都是真的。这人身上矛盾的地方太多了。对了，那个被冯宝宝绑来的泡面头，你为什么随手把他放了？哦，他呀。喂，听得见吗？喂，一枪熄火了，怎么回事？不散功，其实我放不放他，结果应该都一样。你可真够无聊的。你看，人就是这么复杂矛盾。少拿这话敷衍我。还是张楚岚有意思，做事目的性极强。他身上那些矛盾背后，一定有一个清晰的主线在指导这一切。好想把这家伙剖开。这货要真是个混球的话，我倒是轻松多了。这货的腐皮烂肉里面，包裹着一根怎样的伎俩？用了金光咒还是雷法？都用了。很糟糕吗？死不了，但不好治了。哎，跟你比不了啊！挨了一枪，一晚上就没事了。不是一晚上，当时就没得事了。对了，我冲进去之后都发生什么了？不晓得。不知道。那个女的冲上来抱住了我，然后伸出了一只手。手？对，一只蓝色的手。我的头好痛，我只记得上次这么痛
是很多年前的时候了。等我疼痛缓解，能注意到时，他已经死了。三哥，张楚岚，哎，宝宝呢？你们两个在哪儿？我们很快就回去。有件事，你和四哥先要帮个忙。吕慈和吕家的动作，原因回去我会告诉你们。行吧，赶紧来，我们这有事情和你说。啊！我又被盯上了，谁啊？陆林龙，陆林。宝儿姐，有些事儿，我得要你给我拿个主意。喂，楚岚呐，怎么样？上次在公司最后拜托你的事，考虑清楚了吗？想谈谈。好啊。这样啊，这次事件的细节王振秋已经汇报了，那个刘明远，我们已经通知下面去找了。至于那些外国人嘛，应该都是雇来的。小张，这里说话方便，畅所欲言吧。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小三、小四什么意见啊？我还没跟他们说。没说？你连他们都怀疑？站在你的角度想，倒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么说，你倒是信任我了？哦，我说傻话了。你不是信任我，你是没有办法。在冯宝宝这件事上，我要是敌人，你根本就束手无策。您圣明。好啊，这件事可以做，虽然我觉得希望不大。不过你想参与的话，一定要和小三、小四商量。这俩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们是什么人，做什么，我很清楚。张楚岚，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都要扎扎实实的握在手里，你才安心呢？那倒没有。宝宝的事你不该一个人背，你也背不动。选择可信之人的风险和收益，你要自己去平衡。这个我知道，这也不能赖我呀。您想想，二壮这样的，说到底还不是因为艺人圈子的奇葩太多了。好，你这个计划咱们就这么定了。那我上次拜托你的事情呢？那个呀，你把他的所在告诉我，我马上就动身。不过有2个条件：一，我缺个助理，我成功的话就是他了；二，有手下我就是领导了，得涨点工资呗。一可以，二，你找小三、小四商量去。别介，赵总，那俩抠货。来来，小师傅给我看看。这个，什么呀？半天什么也没说出来。就是这样才可爱啊！人家哪是办事儿，分明就是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大师啊，我最近有点背，您给算算呗。宝二姐，搂住了，别让他溜了！撒手，张楚岚，让这个什么宝的撒手！哇，还这么嚣张啊！张灵玉，你这个天师府弃徒！龙虎山分别才多久啊？你挺能折腾啊，居然混到被逐出师门了。张灵玉，师爷他老人家下山是以一人之力扫荡全境这帮妖魔鬼怪，你倒好，人也下山了，却和刮骨道与祸根苗联手，与准许协助师爷剿除全境的人大战了一场。哼！你是来教训我的吗，张楚岚？教训你？我这个人啊，长这么大没真正接触过什么女人，更别提爱什么人了，所以我没法理解你的感受，也更没资格教训你。但是你这个为了别人不惜把自己搭上的劲头，我是佩服的。
昨天你不是说他就是一傻叉，特别没出息吗？宝姑娘说的对，我何止是没出息。哎呀，以后有什么打算啊？要不跟我混吧，一起在公司。我不用你可怜。我呸！还记得你以前怎么跟我嘚瑟来着吗？我可怜你，看到你走背字，我乐还来不及呢。你不可怜，你可用，只是没人会再用你罢了。龙虎山已经把你逐出门墙，别说你大闹了一场，就算没有，作为天师府弃徒，那些自诩正派的家伙也不好接受你。但你别忘了，你拿到了通天路，迟早还是会有人找上你的。哼，算命，你就不能多写点，写点玄乎的？你啊，离开龙虎山，连个江湖骗子都做不好。脸色不太好啊，怎么让人揍了？还不是为了给你们擦屁股？哎，也不是怪你了，别误会，我不是在对你释放什么善意，张真人，我是在求你帮帮我。你求我？全兴、龙虎山、天下会、王家、吕家、陆家，我从一出道就被所有人盯着，我一个人快撑不住了。师叔，我好累呀，我好想身边有个可以相信的朋友能撑我一把。我知道你一直不待见我，咱俩有完全是两路人。得了，师叔，你考虑考虑吧，来不来都给我个答复。宝儿姐，走了。哦。对了，你要是跟我进了公司，我有空还是会回去看师爷的。到时候带公司的同事一起去，好像也没什么不合适的。差不多了，只要毁掉各处药穴的位置，这些条文就不再发挥作用了。既然掌门的本意是不认同这条山谷，就由我来毁掉它吧。哎，这次的事总算完了。谁说完了？你以为我为什么把自己的电话留给张楚岚？就算这小子将来不找我，我还要找上他呢。找他？找他干啥？你是什么人？你的父母是谁？你的老师是谁？师傅不让说。哎，对呀，我总觉得那个冯宝宝很熟悉，但我应该没见过这个人。你确实没见过那个人。合威人洞里没有宝藏。那里面放的都是掌门自己比较看重的东西，里面有些东西，咱们全信很多人都见过。张楚岚，你干嘛呀，老三？背着我们带宝宝和全息的夏柳青行动，还和王振球那种人搅和在一起，你知道你这么做会给宝宝带来多大的危险吗？你考虑过后果吗？你以为你在干嘛？老三，是挺危险的。打开看看，这是无根生的宝藏，还是让我得手。这是宝宝。我是当时所有人里第一个冲进去的，而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幅画。当时我没有条件把它带出来，只能用手机拍了下来。打火机的火焰太小了，我必须确保把整幅画连画布都彻底毁掉。我没办法，只能硬撑着用掌心雷轰碎了它。那一地的黑灰，我知道也可能引来怀疑，不过当时实在是没有力气和时间再处理它。一进城，我就打印了照片，并且删除了。有二壮这种人在，
我不得不小心。那，你说连我们都不可信了，是怎么回事啊？换成我也一样，确实没有能相信的人了。抱歉，我怀疑二位只是基于逻辑，感情上，你们比我值得宝儿姐信任。老三还不明白，咱爹一直在意的东西已经出现了。吴根生的宝藏早就被人搬空了，却单单留下了这幅画。假如这幅画上的人真的是宝儿姐的话，那徐爷一直在寻找的认识宝儿姐的人已经出现了。如果这幅画就是刻意留给宝儿姐和我的话，那他为什么知道我会去那里？陆锦，你不是说陆锦向你提起了金凤婆婆吗？对，但最开始让我认识金凤婆婆的人不是陆老爷，最开始是在那个时候，碧游村。陈朵自己也说过，她是忽然被拜托去抓捕金凤的，时间点恰恰就是在我们抓捕陈朵的同时。之后，抓捕陈朵必然挡住金凤婆婆进入视线，而金凤掌握的信息又会把我们引向合围人洞。再之后，只要打出提前量，安排那些外国人，这其中有个女的，明显就是为了对付宝儿姐准备的。目的呢？还不清楚。如果我的猜想正确，那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下你知道了，能做到这一切的，必须满足2个条件：一，清楚宝宝和楚岚的行动；二，对公司极度了解。咱俩都符合。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当初能调动临时工的那些大佬，嫌疑人就在其中。方便吗？可以的话，我想和你见面谈谈。OK。怎么了，姐姐？有意思。公司的老大赵峰需要见我。你不用操心这些。炉子呢？已经有经验了，做起来很快。只是……跟我来。当初你组建碧游村，不就是为了召集能够为炉子提供异能样本的人吗？我并不是反对你这么做，只是你行事一向不够小心。所谓12伤根器，最后还是被公司盯上了吧？这15个人涵盖了各种艺术流派，应该足够你用了。没有人知道这些人与我们有联系，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我始终觉得，要是有姐姐你来，或许完美的炉子早就做出来了。算了吧，别说神技百炼，就是一般的炼气之法我也掌握不了。我能做到的，只有全力支持你而已。鲜红，相信姐姐，只要能做出完美修身炉，你就一定能修复残缺的记忆。先不要猜测宝宝与吴根生的关系。目前看来，在宝宝的事情上，这个幕后人比我们了解的要多得多。找出他，一切就都清楚了。没那么简单。如果是我要兜这么大圈子才转达这么点信息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有所顾忌。顾忌？顾忌什么？不知道。宝宝，看到这张画，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顾忌什么我不关心，可这么个家伙存在，实在是让我如坐针毡。我也是，所以还有件事想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知道张灵玉吗？哦，赵总和我们提过，想通过你把他拉到公司来。什么？让张灵玉和宝宝一起行动？不行，绝对不行！张灵玉一个外人，为什么要放到宝宝身边？三哥，这事儿我和宝儿姐商量过了，她也同意。什么叫宝宝同意啊？宝宝在这样的事上有判断力吗？宝宝，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张楚岚说没得事，和张灵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不会害我。有事了怎么办？张楚岚，你拿宝宝的事当儿戏了是不是？三哥，我再三权衡，
宝宝身边需要力量，需要足够的时间以备不时之需。我和老四就是宝宝身后的力量，那不够，那也不行。张灵玉值得我们冒险。我们为什么要去冒？行了，老三，你冷静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冒险？当然是因为情况已经很凶险了呀。我们一直以来最大的优势是隐蔽，没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但现在这幅画已经打了我们的脸，我们再小心躲藏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时候冒险发展一下潜在的自己人有什么不对？可是老三，如果不是咱爹的嘱托，你还会保护宝宝吗？当然。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这世上的好人全在咱们家了，你就肯定张灵玉不是这样的人？还会有其他人选。我还在意那个伸向宝儿姐的手。三哥、四哥，吕家的事你们了解吗？吕家，很难搞的家族啊。吕家怎么了？说也奇怪啊，吕家的弟子确实出来了一批，但很快他们又都回吕家村了。爹，吕梁还是不开口。您看，事情做得荒唐，但骨头倒是硬，还算吕家子弟的样子。我接触过这么多异人的家族，吕家是最变态的。他们对血统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执着，也难怪嘛，能够操纵别人精神的能力。那是个格外封闭的村庄，一个以异能决定地位的家族。吕家家传的玩意儿有2个：后天的如意镜和先天的冥魂术。不适合练气的人就去操持家族的产业，但是在家族中完全没有话语权。即使有个别非异人家庭离开村子，也不能切断与家族的联系。所有的行为都要受到村子的监控，尤其是婚配。很不近人情吧？吕家的族人有没有反抗，我就不知道了。整个村子的大都姓吕，少数外姓人嘛，全部是男性。吕家只招上门女婿，村子对这些上门女婿物质上倒是很优待，但地位应该是村子里最低的人了。如意镜传男不传女，而通过控制这些上门女婿，保证了冥魂术的觉醒者全部姓吕。通过这种方式，保持着对艺术的绝对控制权。高高在上，现在掌握着全族的，就是现任吕氏族长吕慈。哥，了不起了不起，越来越溜了。如意镜，我这辈子都别想追上你了。切，那管屁用，跟你比得了吗？躺赢啊！嗨，你郁闷这干啥？先天这种东西，说不好哪天就觉醒了。拉倒吧，反正我是没听说过30岁还有觉醒的。得，那怎么了？那你就没好日子过了？你看啊，咱太爷之下，大爷爷忠，二爷孝，三奶平，四爷义，大爷三奶都觉醒，二爷四爷没有。
可如今呢，一切都变了。杀人的是吕梁，他是彻底完了。作为他亲哥哥的吕公，在族里也别想抬头。二爷之下再没什么杰出的后辈，年轻一代里还有谁能和咱们这些大爷的后代争锋？所以说了，咱们现在只要看二爷的哈哈笑就好。都是兄弟，咱们之间闹什么间隙？可你说，小欢真的是吕梁失手弄死的吗？还一直没承认呢。我要是他，这么审我早招了。我也被拜托去审过一次吕梁这小子，记忆居然七零八落的，邪乎不？他居然对自己下了手。对自己用？是啊，冥魂术的花样多了，可不只是测试和窥视别人记忆这么简单。吕梁就已经到达我理解不了的境界了，而吕欢，据说远在吕梁之上。哎呀，你不要想了，杀吕欢的就是吕梁，就是他。吃。装死狗是不是？给我吃！你伪装烟骨头，我就瞧得起你了是不是？以为能扛打就没事了是不是？你死不承认，这件事就能过去是不是？说话呀！老爹、爷爷，以为你他们在村子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不会更糟了。你现在唯一能赎一点点罪过的方式，就是把那天发生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至少让族人知道小欢到底是怎么死的。那天的事，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我说了，我一开始都说了。你也是觉醒的人，我有没有撒谎，至少你分辨得出来吧？我的记忆，你们也复制了吧？这就是你能硬撑到现在的资本吧？吕欢死后，你就是最强的冥魂术使用者。你明明知道彻查一个人的记忆，村子现在除了你，也就是我能勉强做到了，但不知道要花上多久时间。那至少你能确认我现在的态度吧？我现在被封着，根本无法用冥魂术反抗你。来呀，看看我现在有没有撒谎！来呀！小欢以前对我说过，小欢，你哥吕公是不是个大帅哥？是啊。切，实话嘛，还说能够骗我了。我哥吕公不光是个大帅哥，他还有3个脑袋、6只手、8只脚、12个鼻子、20只眼睛、30个……喂，等，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办到的？就你的角度而言，刚才居然没有撒谎的迹象，而且我也感觉不到你在用冥魂术抵抗我。我没有抵抗，也没有骗你。站在我的角度，刚才说的都是真话。怎么可能？你知道吗，哥？我越来越觉得提取记忆，通过精神的波动去测谎，这些东西对冥魂术来说简直是皮毛。这些蓝色的手越来越有力，越来越灵活。以前在精神内无法触及的地方，现在他们都可以轻易的去触碰。最近我甚至找到在精神的领域里修改情绪的方法。在刚才，我在说谎的同时，把自己的精神调整到了讲实话的状态。我管这叫做被动的情绪。这还能做到这种事？这也太厉害了！不，这还不够。被动的给予情绪还不够完美。这等于是环境需要的时候，我自己骗了自己。需要说谎的环境一旦消失，谎言还是谎言。如果让我找到那里，如果我连人的认知也能够操纵的话，我就能在主观意识里创造真实了，那才是最完美的欺骗。哦，在意识里创造真实的认知？你这几天郁郁寡欢的，就是在愁这个事啊？
别担心了，你一定能做到。全村没有比你更厉害的人了。我不是因为这个啊，那是怎么了？哥，如果我真的做到了，你不觉得我很可怕吗？我怎么说呢？我说不好。我很想了解一下那种境界啊，可我有点怕。这有啥可纠结的呀？我是办不到嘛，我要是能办到，做梦都能笑醒。你担心自己用这么厉害的能力做坏事，怎么可能？要是吕梁那个白痴，我倒会担心。你是小欢啊，能力就是能力，能力是不会改变人的。真的，是我想多了。吕梁，制造能力上我佩服你，真的，我佩服你。你也能达到这个境界了，修改自己的认知。你是疯了吗，吕公？你脑子里除了冥魂术还有别的吗？我是个人，不是个只会用术解决一切问题的机器。你们到底让我怎样才能相信我？太爷，出去。大爷、爷爷、三奶奶，太爷已经做决定了吗？吕梁会怎么处置？答应我3个条件，你就可以从这里出去。答应我3个条件，你就可以从这里出去。你相信我了？真的不是我干的？相信？我怎么信？那些觉醒了冥魂术的人都搞不定你。可我从小看你们这帮崽子长大，你是个什么人，我还是了解的。我没做。那就证明给我看。我不是没给你机会。你第一次被族人抓到的时候，如果不是有些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为靠你自己能从村子里逃掉，可你逃出去之后呢？有没有去查杀害小欢的真正凶手？没有，你跑去和全兴的崽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我当时真的是糟蹋无路。放屁！你想说你怕正道畏惧咱们吕家不敢收留你，我就说3个人，天师府张之伟，人性、实力、势力哪个我也比不了。小战木游，后辈里做事最耿直的一个，还有陆家家长陆锦。我跟这人不对付，但我不否认这是个好人。我只是讨厌这人干净过头了。我跟他从小就尿不到一壶里去。你要是真委屈，你随便投靠一个。这3个人都知道我做事狠辣，但都不惧我，所以他们不会听信村子一面之词把你交回去的。而且，他们都有帮你追查真凶的能力。如果你真的清白，这3人才是你的上选。你呢，却选了最下等的巨主全兴。你自己都说不清原因吧？啊！我来告诉你，臭味相投。比起在村子里守着我定的这许多规矩，还是跟那些妖魔鬼怪在一起胡来痛快吧？啊！就算不谈小欢的事，你这些天挨的揍，冤吗？不冤。好了，3个条件：一，从今往后与全兴一刀两断，再不能有来往；二，从今以后跟着我修习如意劲；
我怎么学得会？爷爷试着教过。先天与后天手段一起掌握，只是极难，并非不可能。而且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吗？你从今以后跟着我，我来亲自调教你。最后一个条件，养好伤之后，准备和东村的小琪结婚。小琪？你说吕琦？这怎么？你不满意？小琪模样品性你看不上？哼！对了，他如意镜的造诣颇高，你怕以后挨揍？不，他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啊。那又怎么样？当年你大爷和你爷爷还有三奶他们嫁去的，可都是自己的同族姐妹兄弟。这个不答应？不，太爷，小欢的事现在还没。为什么？您为什么对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小欢的事当然不算完。要是日后让我知道真的是你，我亲手弄死你。如果不是你，你就给我去查清楚。你以为我放你从这出去，你就逃得出我的手掌心了？唉，吕梁，打心底里我不希望是你。你们都觉得我狠辣，我无情，哼，我也觉得自己挺狠的。可你们也要知道，在我心里，唯一重要的只有血脉，哪怕是你这种荒唐的家伙，我都是格外珍惜的。太爷，对了，太爷，我有件事想问问您。您知道双拳手是什么吗？从哪儿听来的这个名字？站住！放心，我没伤害你，您不会有事的。你刚才对付我的手段，那是……啊，这是您的记忆，我们吕家家传的玩意儿——冥魂术。专门用来对付这里的冥魂术。冥魂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孩子，我再劝你一句吧，尽快离开全姓的人。如果他们会因为气体源流难为张楚岚的话，那么你跟他们在一起也不安全。你什么意思？你的手段很久以前我见过，一模一样的。不过那个时候，它不叫什么冥魂术，它叫双拳手。是假山八奇迹之一。天津中为什么要这么说？太爷，你在这儿等着。太爷，爹，怎么样？吕梁他……吕中，你去把吕梁脑子里的……爹，去把村里的大夫叫来。太爷。
咱们家的血，每一滴都很珍贵。曲社长，这边请。药行社，曲统，久仰。小詹木游先生，赵总这是？没什么，有些事想请二位的团队帮帮忙。这上面是公司某一个暗堡的位置。怎么会搞成这样？这件事你为什么不事先知会我？我也是刚得到消息，赵方旭在做这些动作之前根本没经过董事会讨论，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先斩后奏。从立场上看，即使事后通知，董事会也不会拒绝他。他已经开始怀疑董事会了。那又怎么样？这么愚蠢的计划，没人会上当的。未必，也许这次真的有点麻烦了。我无法拒绝赵方旭，一旦拒绝就会被怀疑。公司这次还真是走运。宝儿姐，不介意多个室友吧？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这货，碧游村一别，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欢迎，非常欢迎！我代表公司欢迎灵玉真人的加入。我还有一个条件。哦，能不能不要剪头？我理解入室工作有规定，只是心不好。灵玉真人想多了，想多了。来，我们先去安顿一下。楼下还有空房间，你自己搜一下嘛。和女生一起住一栋吗？这不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没想到灵玉真人把这男女之别看得还挺重。四哥啊，来，灵玉真人，咱们这边。张灵玉这边先这样了，陆玲珑和陆林呢？他们就在天津。最近出门有没有觉得特受瞩目？是小站的人，这俩小菜鸟雇的。小站是圈里非官方最大的情报组织之一，怎么可能不与公司搞好关系？连这点都没搞清楚。接到他们的委托，小站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了。怎么办？要把他俩揪出来摊牌算了。不用，如果他们真的卷进来了，那是他们活该。师傅，要我看。
宝姑娘，你这是？楚岚，好，都按你的安排。赵总，那位呢？师叔啊，和宝儿姐相处的怎么样啊？张楚岚，你给我过来。听宝儿姑娘的描述，公司怎么有点儿……我张灵玉即使再落魄，也绝不会干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她特殊，她工种特殊。公司怎么能胡作非为呢？你不放心公司，也该放心我呀。这点我不同意。那你对自己的良知总该放心吧？今后啊，所有的都要你自己去经历了，没有人能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只能说，为了活下去，我不介意站在暧昧的立场上做一些我不情愿的事。但越过了我的底线，就都去他娘地！师叔，我相信你也是有底线的人。对了，有活了。师叔，你要接下的第一个活就是保护我，怎么样？这个不违背你的良心吧？很棒，小小先生，你的警旗很棒，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谢谢。没什么，曲社长与我有大恩，无论任何要求，只要是他提出的，我都会照办。是啊，在这里的所有人几乎都接受过姐姐的帮助，这大概就是没有人会拒绝姐姐的原因，这就是她魔力的来源。这个炉子是姐姐根据我的神级排列，结合她的手段，为我修复缺失的记忆而铸。但是，我想用它帮助更多的人，我想成为姐姐那样的人。你就是你，为什么要成为我？姐姐，你回来了。潇潇，先出去一下。又来了，姐姐，我已经很久不用吃这个了。吃下去，听话。姐姐，当初你说是因为我的精神不稳定才会吃下去。现在我并不觉得我的精神。吃下去。
喂，赵总吗？你们准备好了告诉我，稿子随时可以发出去。为什么不做得彻底一点？删除他关于贝尤兹的全部记忆就好了。如果你认为他对你的信任开始动摇了，那就再深深的刻上去。一个健全的人，灵魂会自我修复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一次次的修复，在精神上他已经极其不稳定了。如果他继续操作下去，我担心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那又怎样？如果废了，就扔掉。好，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用这种态度和我对话了？不，我只是太过关心你。我已经给他服了药，没人唤醒的话，怎么也要睡上1周。你有办法就行。我再告诉你，这次又是那几块料出动，一定要小心。挂掉吧。各位，你们觉得真会有效吗？我可是放下美差赶过来的。各位，你们觉得真会有效吗？我可是放下美差赶过来的。小小，上头怎么安排怎么来嘛，别抱怨。这一看就是大坑嘛，哪儿有会上当的白痴？哼，要我看，碧游村还真就是一帮白痴。你们说这缺德主意是谁想的？不是赵大爷的风格呀。还能有谁？当初村里谁跟老马走得最近？杨某啊，杨某，阿莲这是欺负老实人呢。大早上的，怎么了这是？老爹，小白，这是怎么回事？公司把天哥抓了，抓进了什么暗堡，说要问出一个叫马香红的人的下落。为什么要站出来？你不怕？对不起，我不想晚上再做噩梦了。我能确定，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没办法再对这些孩子动手了。最后，如果还是什么都没问出来的话，他们会被废掉，并且永久关押在这里。我已经把这处暗堡的地点都告诉你了。我想至少应该让外面的人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问点啥呢？这货最近过得咋样？哎，这答案连看的价值都没有。公司可真会搞事儿。先生，这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您看，您住这头2天也没事儿，对吧？不介意的话，问您一下，您为什么要翻开我们的床垫呢？哎，姐姐，怎么成了你审我了？我干嘛？这一天一天的，还让不让人提个小铁件了？讨厌不讨厌？神经病啊！王大师，抱歉。哦，终于露面了啊！你们还有脸说抱歉？这一天一天不理你们得了，还来劲了啊！要脸不要？要脸不要？我脸！我到底想怎么着？王大师，您几次拒绝奎爷的邀请，我们也没办法。奎爷交代的，跟住了您，我只能照办。这
陈金奎，哎，得，我也烦了。我说个地儿，让他过来，一个人。距离所谓的处刑日，从现在起还有3天。哎呀，说起来，公司还真是大手笔，为了个马先红，直接放弃了一座暗堡。怎么会？我听说公司的第1座暗堡出过事儿，后来废弃了，应该就是这座了。行啊，你张楚岚，啊，摆弄一个傻丫头还不够。天师的徒弟也给诓到身边来了。哎呦，管哥，您这话说的怎么叫诓啊？对了，小张，你知道吗？刘明远那个秃子找到了，死了，自杀。跟东北那边打听了，这货是个马仙儿，水平不高，也没什么名气。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印象也不是手段，而是他反复都戒不掉的毒瘾。想什么呢？啊，对了，给大伙介绍介绍，你是怎么想的，设计出这么个阳谋？设计？我？其实是这样的，当初各自都有自己的任务嘛，我就负责和老马唠嗑，你们多少也和他打交道。形容一下老马，孩子底子不错。就是有点偏激了，执念太重，自以为是的小屁孩，偏执自大，爱钻牛角尖儿。谢饶。我呢和他相处最长，所以多少注意到一些别的。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对，但你们发现没有，这个人还有很强的正义感和责任心，而且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坦率。正是他的这些特质让我觉得，他与救他的人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和谐。凶手不惜干掉公司的人也要救他，可以认为老马对凶手来说很重要。而老马呢，在碧游村很低调，可他来者不拒，根本没有隐藏自己的意思。他这个人不喜欢藏，但凶手呢，老马的近人和押送老马的人都死了，这肯定是为了藏。原来如此，不藏和隐藏，你是要从这点下手，强化他们的分歧。所以让耀星社和小站把消息放出去，这些人都是因为他才遭到了无端的迫害。一个为了陈朵能和公司翻脸的人，我不相信他会无动于衷。只要得到了这个消息，他一定会有动作。理论上倒说得通，但你的阳谋也太阳了。他会上这种当？而且你怎么保证他知道了消息一定会来这里？嗨，只是有这种可能嘛。我在信息里做了手脚，一旦老马接触到，对他的刺激应该是很大的。来了，不会真让你小子押中宝了吧？这位怎么来了？哦，那是解空大师和他的大弟子宝文和尚。解空大师，您怎么来了？各位是公司的人吧？我为何而来，各位还不清楚吗？您多少年的道行了，还看不出这里面的猫腻？赵总虽已和我说明这是个子虚乌有的事情，不过老和尚，我还是不放心，总要亲自过来看看。您就是怕赵董忽悠您呗？我们公司什么形象？老和尚谁呀？你连这位都不认识？十老之一，解空大师。他是少林出身，后来成为灵隐寺住持。师父说，大师曾是一位极厉害的武僧，只是不知什么原因，一身的手段都被废了。大师，您要是不放心，
我带您到里边转一圈。有劳。这位杀气腾腾的保文大师是冲谁呀？还是说我们有失礼的地方？保文，师父，看到这个畜生，我忍不住。师父，您还这么硬朗啊？有自在，兄少见。哎呦，师傅，天理何在呀？弟子打师傅了。师傅，哎呦，师傅，我真没主意。哎呀，老和尚，我命苦啊！哎呀，都是收徒弟，你看看人家张之维门下，算上已经先去的梁道长，10弟子那一个赛一个啊！哦，对，现在应该是9个了。哎，再看看你们这帮孽障！师傅，我错了，我不打了。大师，现在这个样子，咱们到里边看看。和宝镜又有什么分别？走。怎么样，大师？我没骗您吧？臭废弃的什么都没有。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公司想必有公司的理由，是老和尚我多事了。没事没事。咱这就告辞。宝镜，我们的约定你遵守了吗？自卫除魔，此外至今再没下过杀手。那不是很好？只是心魔从未消退过。师父，恐怕终有一天我还是会忍不住对无辜之人动手。只要你还没放弃自己就行。记住，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败给心魔，打算滥杀无辜，杀我。弟子谨记。楚岚，从昨天开始一直在山中晃的那2个孩子，真的不要管吗？哎，不用不用，尤其不用萧哥您管了，甭理他们，他们不会给咱们捣乱。哥，张楚岚这次出来看不出和无根生线索有关系，咱们还要不要看着？留下来吧，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今天就是公司制定的出行日，我也好奇，公司在搞什么鬼。出行日过了，到底还是没来。马先红再怎么蠢，也不会落入这种陷阱了。托任务的福倒是清静了几天。还是谢你了，阿莲。怎么样了？我打听到的消息是，临时工队已经返回自己的大区了。可靠吗？我没法确认，也不能再过多打听了。海边家老大已经怀到董事会内部了，你只要继续看住马先红就行。姐姐，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让我休息的吧？哼，姐姐，你觉得我是蠢货吗？会跳进这么明显的圈套？那就好。仙红，不是说好了吗？不做蠢事。姐姐，对不起，我知道，这几乎可以确定是个圈套，但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如果上根器因为我的缘故遭到了迫害，我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如果上根器真的被害了，等我们达成了目的，再找公司复仇不是更好吗？想想你是为什么努力到今天的，完成了修身炉，你失去的记忆就能回来了。想想哪个更重要？姐姐，说实话，我有点失望。这么久了，
你原来并不知道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我而言，活着安心最重要。不去确认这些上根器的处境，我于心不安。仙红，那我也告诉你吧，如果你去了的话，是绝对得不到你所谓的安心的。相信姐姐，相信，一定要相信。这世上除生死以外，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去认知，去判断这些不确定的东西，才是导致你不安心的本源。交给我，不要去判断了，不要去思考了，全都交给我，让我来教你该怎么做，这才是你安心之道。姐姐，你知道吗？最近我一直有种很可怕的想法，我不敢对你说，我很讨厌这种想法，可它就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再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哎呀，告诉我，凭什么相信你？姐姐，这是什么？你的手不只有红色吗？老爸，这么厉害的东西，为什么今天才教我？你是我儿子，不是我仇人。我今天教你都是犹豫再三的。知道外人眼里怎么看咱们武后派吗？神庙。不止如此，还有繁杂和花哨。今天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武后派修习的这么繁杂。你说这也学，那也学，学来学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哼，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咱们掌握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强其筋骨，固其心智。最终，我们要掌握自己。它的原理和用法都一反武后派以往的繁复，朴实得很，简单的紧，却也危险至极。上丹之神，中丹之气，下丹之精，依法以这三宝为能量。去点燃吧，点燃一把性命之火。你想用这种你都掌握不了的玩意儿来对付我？来呀，你有本事点给我看呐！不可能，我们一起都没法成功，一个怎么能点出来？福祸相依，原来是这样。正是因为那些绝技太过恐怖，以至于对三昧火多余的敬畏已经消失了。正是因为你成为了八绝技的奴隶，我解放了。就你那点道行，能控制得了三昧火吗？就算你能控制，这内劲任我游走，你烧得到我吗？唉，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你傻了？你不会忘了咱们这三昧火是干什么的吧？这把三宝为燃料的火，可不烧劈柴，也不烧土石，它专烧世间万物的神魂。你逃啊，慢慢逃，远远的逃。我本来就打算把这里烧个干净。你这个王八蛋！这三昧火跟八奇迹也比不了，你明明知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就更不能纵容。停下来！停下来！别烧了！
哦，青，你醒了。你这是过关吗？诸葛青，诸葛青，张楚岚来公司了，有事儿找你。找我？好事儿。唉，总归是有这么一天呀。你去吧，记得确认了这是场骗局后马上回来。这里都是以前你送我的法器，带着防身用。姐姐，我不敢质疑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想质疑你。行了。记得赶紧回来。一定。要辛苦三位一下了。所谓的处刑日已经过了3天，我不觉得这个马先红会蠢到落入这种陷阱。我们还要等下去吗？你们还要等下去？因为那鬼，我们撤回的情报会传到凶手和马先红那里，对方也许会松懈，是这么打算的吧？嘿，顺便多偷几天懒。如果真来了怎么办？你岂不是很危险？小张，你受了很重的伤，对吧？所以，拐了2个高手啊！放心，如果他带人来，我就顺暗堡的密道溜了。这样啊，你们心里有数就行。那保重，期待好消息。你觉得赌赢的几率有多大？很小。对，老马来这里确认上根期的概率很小，但来找我的概率很大，因为我加入了一点多余的信息，除了老马，别人都无法察觉。嘿，老马，还记得被砸烂的黑偶吗？是我张楚岚干的。本不该出现在那里的黑偶，加入这个之后，整组信息的意思就变味儿了。老马，这个愚蠢的陷阱是我张楚岚干的。我大费周章留下了一个只有你能看懂的信息。你说的是，过了今儿咱们就撤。你也许不会来这里，但我不信你看到信息会坐得住。只要你还活着，外面都在找你，还是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见面好。张楚岚，你想见我对吧？我也有账要和你算。您是？我靠！现在看到这张脸就想往死里揍。表情管理，注意表情管理。别管我是谁，我听说你们处置了我的朋友，我就是来搞清楚，为什么。哦，具体缘由不方便说，总之这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事儿，最多1个星期，您就能联系到您的朋友了。您要不信呀，应该不是假话。转一圈，这倒是让我稍微放心了。但你们是因为一个叫马先红的就抓了他们，这是真的吗？这个马先红是什么人？我从没听我的朋友提起过。你是马先红找来的人？怎么会？我完全没听过这个人。好姐，还以为他察觉了。不是，不是你处刑日都过了才来。算了，
如果不是老马的人，那我下面的话就当没说过。但如果你真的是老马的同伴，并且不希望他有个坏结局的话，帮我带个话，他现在处境很危险，务必跟我联系一下，任何他觉得安全的方式都行，但一定要联系我。要得了，可以吃了。多谢。马先红，有你嘞。啊，我不用。宝儿姐，你刚才喊的什么？马先红啊，你不是里边来等他了吗？不是，这个长相、身高，除了长相、身高之外，没啥变化，还是那个娃儿，又聋又聪。哥，小弟弟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呢。张楚岚，起来！是我干叔叔吗？我受不起！哎呦，那只是我嘴欠儿，哥哥，你要原谅我这个顽皮的小弟弟哦。宝儿姐，不是让你给哥哥准备假发了吗？替哥哥拿来呀！宝儿姐，你是对我有仇吗？哥哥，看在咱们前辈的面上，给留条命呗，哥哥。您要是把脖上的刺儿拔了，小弟就更感激哥哥了。还是通天路好学一些。给我转过来！好嘞，哥哥。我让你转过来站起来！张楚岚，别以为跟我耍2皮脸我就能放过你！起来！交往必须果证，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让你相信我对你没有恶意了。你先看看这个。我赌他不会来。我不赌。马先红，要是你来了的话，我们呢已经不在这边了。本来这次也不是为了抓你，就是张楚岚想见见你而已。你要是找张楚岚算账，记得让宝儿录个像给我们乐乐。但这孩子实际上于情于理都不亏欠你什么。你要真下了狠手，哎，算了，当我没说吧。我不怎么会威胁别人。张楚岚，这么大费周章的要见我，你到底想干嘛？挑衅！哥，我起来了，你起来了。说吧，既然想谈，我就听听你要说什么。咱们在村子里的交流就还没完呢，我讲过我的事儿了，想听听你的事儿。你想套我的话吗？我只是想听听你跟家人的过往，以及你说你失去记忆的事情。我爷爷临死前说过，他是甲申之乱的罪魁祸首，但在我记忆里，他也从来没抱怨过自己的处境，他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他觉得是应得的，有意思吧？哼，真羡慕你啊！你至少和张爷相处过几年，我没见过太爷。但是我经常听爷爷讲他的事。哎，先红，又在这发呆呢？这几天怎么总看你盯着这玩意儿？哥，你们没发现吗？啊？我就说你别管鲜红了，他就是那个呆样。你看村子里谁和他一块玩啊？我看鲜红是一个人脑袋呆坏了。你们俩小鬼说什么呢？爷爷，你们说鲜红怎么了？嗨，爷爷，您不给全家每个人都做过一个珠子吗？鲜红说那玩意儿看久了会发光。啊？您啥意思啊，爹？让鲜红跟着您学？爷爷，这些都是您做的。想不想跟爷爷学做这个呀？想。这些啊，都是太爷教给爷爷的本事。当时你太爷说呀，原路啊，你知道吗？我本没有资格传你这个，我不配呀。太爷还说，原路啊，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我还是迈不过心里这道坎儿啊。这些记忆自我马本在手里诞生，
我实在不想让他在我手里消亡。当时我太小，听不懂你太爷的话，直到我完全继承了你太爷的手段，才明白，爷爷我也不忍他失传啊。我当时的岁数，怎么听得懂爷爷在说什么？自那以后，我就跟着爷爷一起生活，和他学本事。回想一下，那时他即使在各方面考察我，也是心存犹豫吧。你要不是那块料多好，或者元禄老爷能狠狠心让他失传，就没有今天这么多麻烦。哼，张楚岚，我觉得你这个人没有心。你这是什么话呀？得，你继续讲。爷爷，您看我这，咋样？这功您看还没做完呢，我这就跟我老爹学了几天。咋样？比鲜红强吧？要不你也带带我得了？去，那凉快哪歇着去？你老子的手艺足够教你了。鲜红，人家都出活了，你怎么还跟这儿抠零件？爷爷，我是不是真的不是这块料？我没想跟宪和比什么输赢，既然开工了，我就不能对不起这块料。对不起这块料。这料到我手，最后能成什么样的棋，全在于我。我见过好东西，爷爷做的都是好东西，会发光。经我手的东西，哪怕是再小的零件，不看见那道光，我不撒手。鲜红，这些年爷爷一直看着你。今天我把太爷传我的真东西传授给你，但你要向我发誓，用我教的手段造出来的器物，绝对不要拿出去示人。只有你和咱家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才可以用。之后呢？你没按照元禄老爷的话去做，展示了神级百炼，并没有，直到被人找。要么一起走，要么我留下来和您一起对付他们，绝不能让您一个人留下来。宁种，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宁种，既然这样，先我去看看大伙儿。哎，大爷，您怎么起来了？您还不能出院。到了，爷爷，你慢点，我搀着你。不用，要是连走路都得人扶，那就真成你们的累赘了。
后来呢？你和元禄老爷回了家，后来怎么样？能对你讲的，只有这些了。也就是说，你丢失了这之后关于家人的记忆，更后面的记忆不能对我讲。在这之后的记忆，就与我们要对付的人有关了吧？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要先确认一下，哪怕你只是参与其中也算，是你干的吗？不是。郭亮呢？你就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你身边的人吗？我懂了，张楚岚，你是来挑拨离间的。不对呀，马先红这个状态，任何正常人，要是遇到他这种遭遇，一定会怀疑吧。如果不搞清楚老马身后的人对他做了什么，是不可能让老马倒向我这边的。别激动啊，我只是来替我们公司赵总给你带个话。赵总，赵方旭。张楚岚，我调动公司的资源，费这么大劲儿去配合你完成这个引诱的计划，你让我放了他，还要取消公司对他的追捕，那公司能得到什么？如果马先红真的出现，那就证明他与背后的人产生了裂痕，这本身就是计划的收获。对付马先红这种人，需要释放善意，他这种人得泡。你的意思我懂，但我何必要搞这么麻烦？那个裘让，听说至今没低头吧？哼！您觉得用强硬手段能搞定他偶像马先红？这层我考虑过，如果是请得动吕家人的冥魂术呢？怎么了，校长？你笑什么？哎，没事儿。原来您已经考虑得这么周到了。跟我闹情绪？没有，还得是您这种大人物，高瞻远瞩，那做事儿比我们这种小虾米周全多了。少跟我来这套，说，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挺好，冥魂术弄不好还能帮老马恢复记忆呢。不过直接把人抓了对脑袋动手，这以后，要么关他一辈子，要么弄死他得了。以老马的为人，他绝对会成为公司的死敌。那又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嘛，我一个小爬虫能左右什么？都得听您吩咐。赵总，我一直好奇，老徐看上的是什么人？您逗我？不逗你，我怕你。大人物，大人物看得远，常常不注意脚下的小爬虫。能咬伤大人物的，往往是小爬虫呢。如果我真的那么粗暴地对待马先红，你会对我失望吧？会意外，我不觉得那样的人会和徐爷一起保护宝儿姐。这样，你说的可以考虑，但有2件事：一，你确定没有杀死公司的人；二，你和公司之间的矛盾还不算彻底解决。在我们处理完你背后的人以后，至于神机百炼和修身炉的事，咱们之间可以坐下来商量。在这期间，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公司也不会把你视为逃犯。哦，对了，听说你在寻找自己的家人，在找人这种事上，公司绝对比你和你的同伴有能力。怎么样？说到底，还是在离间嘛，把我们各个击破，对吧？把我们往最恶了想。不过老马，你也没厉害到不把你支开了，公司就搞不定的地步。我是真心不想你和你背后的人一起完蛋。你人还怪好嘞。我又做过什么坏事吗？听说你在寻找自己的家人，在找人这种事上，公司绝对比你和你的同伴有能力。仔细考虑考虑吧。老马，在村子里你坑得我不轻啊，张楚岚，我已经没法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了。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呀，老马。
你我接触总共也没有几次，你没有理由相信我的话。你失去的记忆和失散的家人弄不好，跟你现在身边的人有关系，这话你也别信。张楚岚，你说姐姐？没关系，老马，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不可信，不只是我，你谁都别信，谁都别信，谁都别信。想确认之后，不要去思谁都别信，一定不相信。我来教你该怎么生活，这么深邃，我要用什么？谁都别信，谁都别信，谁都别信。老马，你。张楚岚，张楚岚，别动！接着。这是法器，老马，别跟着我。让我一个人想想，你至少留个电话呀，老马。怎么了，张楚岚？想什么呢？按照你说的，那个马先红真的出现了，也没有和你翻脸，你的目标都已经达成了吧？不对，哪里不对？灵玉真人，宝儿姐，计划临时变动一下，追上去，追上马先红。张楚岚，这样太慢了，不如我先追上去。别，你们追上去就只有动手一条路了。我是真不想和老马翻脸。那后面两个怎么办？孩子跟着，没工夫搭理他。不管。后头的不管，那侧边的咋办？抬头！这货在操纵阴雷的方向，是在模仿我的小白虫吗？踏进来。等等，没事。不可能会养雷，难道他？您是石老那如虎的师傅，柴延柴老师。那如虎，天下双杰呀！哼，我只是有幸照顾了人家一段时间，哪里敢自称人家的师傅？石老那如虎，这老头来头这么大，奇怪。如果他们在这里对我们出手，应该就是老马背后的人一伙的。但是，早干嘛去了？仿佛是猜到我们一定会在老马离去之后追上。要是我和老马见面之后直接笼络他，或者放老马离去，这里的伏兵岂不是根本没有意义？又或者是当时没能阻止老马，那样的话，追兵应该分为两路，一路负责阻挡我，一路会去对付老马。我以为老马和幕后人应该是对等，至少是某种合作关系。但结合这次的谈话看，我可能错了。老马脾气是不好，但智商绝对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聪明。他没理由不掂量掂量。
除非他和幕后人的关系根本没有对等可言。姐姐让你来带我回去吗？不，她说无所谓了，你平安就好，自己好自为之吧。再见。等等，稍我一段。如果老马一直以来是被幕后人以某种方式挟持的，如果老马根本不像我想的那样自由，凌玉、宝儿姐，能不能尽快解决这两个？尽快解决这位，张楚兰，你真会开玩笑。聪明，那种阴损的玩意儿，对我没用。哎呦，好壮实！一马之众啊，不同于需要特殊刑器才能运用的金融潮，仅靠自身反复挑战极限打击所换来的极致肉身。不对，我就说不对，不像是仅仅为了阻拦我们而来的。我怎么感觉他的目标一开始就奔着我们？对，如果对方的目标一开始就是我们，就说得通了。宝儿姐，从启梦开始，他们就瞄准的是宝儿姐。幕后人对她的了解似乎远超过我。去他妹的！管不了了。张楚兰，停下！你的身体顶不住，别扯，而且顶不住了。顶得住，顶得住！他力气大，是我见过最大的。不过顶得住，就快死赢了。行啊，小丫头。高凌玉，别分心。没法不分心，对方有3个。还有一个，这匣子一直在变换位置，等到下手的机会。张楚兰，离开这儿！越远越好。你俩别勉强，还站着不撤，管不了老马了。张楚兰，小心，冲进去了。3个人，如果是为了宝儿姐，为什么不一起上？难道？滚开！小萧，到底是什么情况？潇潇，你和张楚兰有些交情吧？认识。下得去手吗？当然。很好。届时张楚兰身边一定会有好手护卫，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你会帮我做这件事。3位的任务很简单，请务必杀掉张楚兰。潇潇，你是终结张楚兰。不行，要赶快远离他。小小，他的手不是，他为什么会在这？到底是？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潇潇，我问你才对呢。哥，命生3种，怒杀！陈老师，
小时候还见过。管你是谁，别挡路！还不走！六子来了！住手！不想油尽灯枯而死，请住手！来了！来了！来了！自爆！为什么害怕死？六子，还在等什么？为什么还不放下？为什么？给你！哼！不可能！你怎么会？神明灵？你怎么会用神明灵？别挣扎了，潇潇。你到底是谁？你和无根生是什么关系？你怎么会神明灵？柴老师，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神明灵？无根生？无根生啊，还有几个，就是把你们陆老爷的师傅亢龙先生活活气死的那个呀。六子的天生暴气和我的横练都被瞬间瓦解，那就是无根生的独门手段——神明灵。不对，神明灵确实能够瓦解一切气构成的技巧，但您的横练是……玲珑，没错，接触过才能了解，柴老师那种状态的肌肉，是极度充满气的结果。怎么会？先不管这些，潇潇，为什么拼了命也要对付张楚岚？为什么？玲珑，你问的好奇怪呀！杀掉张楚岚，还需要理由吗？潇潇，你疯了吗？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你的胳膊不是已经……我很好，从没这么好过。谁说没有理由杀掉张楚岚？如果说之前没有，那么当他和无根生扯上关系之后，干掉他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柴老师，虽然您是前辈，但现在这种形势，想要杀掉张楚岚，恐怕也很难吧？张灵玉是吧？你谦虚了，不是很难，是根本办不到。后生可畏呀！柴老师，真的办不到了吗？杀不掉。光是那个陆家小子和那个拿着刀的疯丫头，就够我吃力的了。杀不掉，杀不掉啊！潇潇，你们在干什么？别叫了，跟我们回去。回去？回不去了，玲珑。对了，三位，如果不能杀掉张楚岚的话，你们就去死吧。
我自己还真有点为难。没关系。小小！不行了。玲珑，我没事，我没事。啊，张楚岚，包姑娘，她伤得严重吗？外伤不重，不深。风宝宝，把张楚岚拖到他的灵魂身边。醒着，之前完全没注意到。玲珑，张楚岚现在什么情况？灵魂被醒气轰出体外，失去了意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快醒来的人。那现在，等她回到自己身体就行了。不行，灵魂虽然能够拥有一定程度的感知，但无法自如的行动。即使醒来，他也无法凭自己回到身体里去。虽说有一些强悍的灵魂，在没有肉体的情况下，可以做出一些简单的行动，但那也是在极强的执念下完成的。那现在怎么办？这么放着不管，脱离肉体的灵魂会开始消散的。想个法子，用外力把他的灵魂推到身体上就行。灵魂与肉身就好像一部独特的手机与手机壳，只要发一个力，手机自己会滑到壳子里的。发力，掌风，会不会击散他的灵魂？如果是我的话，这什么功夫啊？这样就可以了。等他醒来就可以了。二位，大恩不言谢，我已经和徐四先生联系过了，公司的人很快就会到。另外，徐四先生嘱咐，能不能请二位一起回趟公司？啊，没别的意思，想请二位做个旁证。林玉真人，我想和你确认一下，已经是公司一员的你，必须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的都汇报给公司，对吧？对。那在潇潇把张楚岚灵魂轰出体外之后的事呢？如果我们被公司问起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如实作答呢？陆先生，您到底想说什么？玲珑，这个人救过你，你想怎么办？还没醒。刚刚把灵魂塞回身体之前，他明明已经有意识了，为什么还没醒？没亲眼看到这出戏，那魂球会不会哭啊？前面有车站，有下车吗？想好去哪儿了吗？老妹啊，啊，张楚岚看来还真不简单，一个小角色受了伤，可惊动不了路北的负责人亲自出马。二位，事情我都去。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还有没做完的事。
不行吗？没戏，外伤没啥事儿，他是内伤，反正公司的人是没辙。哎，任务的汇报做完了吗？该瞒的也都瞒下来了。老农宫、气体源流、神命令。宝宝，这种事你居然不告诉我们？告诉你们干啥子？老头也是，什么都不和咱们说。哎呀，有什么可说的？这本就是张怀义、宝儿、楚岚之间的事啊。许三、许四先生，您胡兰兰，兰姐，听说这有个重伤的小伙儿，别问也别打听，知不知？这位真那么厉害？大国手王子中的关门弟子，胡兰兰、胡倩倩是一对姐妹。妹妹听说一出道就给风正好做事了，姐姐兰兰倒是个独来独往的散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她也听王子中老爷子亲口评价过，兰兰这丫头，那可还行。奇了怪了，这样的例子还是第一次碰到。怎么了？性命本为一体，精神衰弱的人肉体很难康健，反之亦然。这小子肉身疲惫不堪，但精神神完气足，简直就像……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怎么了，兰姐？我运功勘察这小子的精神，他居然破了我的功。张楚岚，你搞什么？没有呢，那是什么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张楚岚。他体内还有一个虚弱的意识，和这副身体更匹配，那才应该是张楚岚。兰姐，什么意思啊？还不明白吗？这副身体里有2个灵魂。出来了，那个神命令。甭管是什么，快让他停下来！怎么停？打晕他！他的经络早就到极限了，再这么折腾，老师再生也救不了他。我牵制住他，你们趁机。什么？你们在做啥？让他晕了就行，是不是？风姑娘，小心！哎，他又没想和你们打，对付一个韩本儿，你们那么费劲干啥？兰姐，现在怎么样？够严重的，主要他的经络受损太严重了，肉体和精气神都通过经络来运转，经络就是二者的桥梁。他这个情况啊，应该是桥梁本就受损的情况下还超负荷使用，够呛啊，离崩溃就是一线之隔了。胡大师，张楚岚他叫谁胡大师呢？小伙长得挺招人待见的，说话怎么那么讨厌呢？小齐，姐，他很严重吗？很严重，可没说我治不了啊。轻伤我还不治呢，不把他的情况有多严重告诉你们，将来治好了，你们也不知道我有多厉害，不是？兰姐，您受了一些小折，让这小子醒过来吧。啊，我是说正常的那个。这我办不到。这一命两性的情况我是没见过，但这其中的道理是明白的。这丫头打晕操纵这副身体的傻子时，另一个应该已经能够接管了。也就是说，要醒早该醒了，或者他根本不想醒过来。清，好清色，从来都没有这么清。那是为什么还不爆炸？为什么？这是什么？你为什么会神命令？什么神命令？那是我。
新的麻烦出现了。可是，够了。爷爷，爷爷，记着，就算有一天只剩你一个人，也要时刻记得我跟爷爷教你的：引起别人的注意，往往就是灾祸的起源。同学们，之前的环境应该算是失败吧？没关系，在这里我可以重新开始。孤儿了不起是吧？哎呦，打不打是个问题，关键是打完这一次能不能解决问题。先熟悉一下，再看看咱们相处好。出来，王叔，下雪了，一会儿过来，叔请你吃饼。好嘞。没错，这个感觉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好像是老爹消失后不久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名曾经落后的同学，一定要把我揪出来努力成为年。早知道就不考得那么好了，教训啊教训！的成绩，我感到迷茫，甚至自暴自弃。即使是这样，刘老师也没有放弃我。专心听讲，回去复习。离不开各位老师的这些用我教给他们，还有班上同学的帮助。能不能别再顶我？楚兰，最近我家里也有事。我以前就注意了，你这货怎么撒尿也不扶着，换掉裤子。够了，你们赢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我撑不下去。这小兔崽子是不是比以前大了？砸炉子的那次好容易从这货的包裹下摆脱了，因为着急，并没有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货。这是刺，这货的身体上有刺。是这么回事，无所谓了。你不是喜欢出去折腾吗？随便你。反正我这么多年不得安宁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不管了，就这么躺下去吧。没人能打扰到我，没人能注意到我。那些渴望、期许、痛恨、爱、羡慕、同情、嫉妒、嘲讽，可怜的一双双眼睛，那些让我不安的都没了。你小子躺了快2礼拜了。楚兰，怎么了？有人要杀我，师叔，有人要杀我！别怕，楚兰，3个4个都会帮你。还有龙虎山，还有我也会保护你。没那么简单，师叔。如果我的存在本身就会给别人带来危险呢？如果我本来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呢？如果我本来就该死呢？没有天生该死的人，怀璧无罪。要是有人因这个伤害你，我张灵玉第一个饶不了的。师叔，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即将生于天地之间，就为天地所包容，哪有天生该死的人？这么说吧，只要不违背天地良心，我就会帮你。就算是素不相识的人，我难道就能袖手旁观了吗？师叔，张楚兰，相还，松手，松手啊！张灵玉欠你的是吧？一醒了就欺负老实人呐。嘿嘿，别说，那个什么兰姐游2下子，我这个身体是感觉好多了。你说她连我内伤也治了，那她会不会也知道了？不用给你治伤也知道，牛逼呀！蹦起来把灵玉、老三、陆林都收拾了。
我去，瞧把我给能的！不过兰姐说了，让你醒过来之后别瞎操心，你看看自己胳膊。三哥四哥，这是胡兰兰走前给你胳膊上画的，还嘱咐我们别擦了。楚兰，兰姐到底什么路数？你以前认识她？不认识，真的不认识。哼，哎，听说抑郁了呀？兰姐说，内外伤她都给你处理了，但是精神的部分极度萎靡衰弱，所以一直拖着不醒。到底怎么了？实话说，我是慌了，好多年没这么慌过了。你们知道吗？踏进这个圈子以来，我费了多大劲！甲申之乱、八奇迹、气体源流，我费了多大劲才让这些标签在我身上松动了一下。就这么一次任务，前功尽弃。张楚岚拥有除了金光咒和雷法之外的第3种神奇能力，这事儿恐怕已经传出去了。完蛋！只要我不死，这辈子是别想消停了。火，这么严重？那是怎么又醒过来的？嗨，我坚强呗，反正就那么个套路，要么放弃，要么坚持，就2种结果。我要是会放弃的那种，根本不用等到今天。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还挺细腻。废话，说到底我还是个青少年，还是需要精心呵护的敏感脆弱的娇花。你们以后对我好点儿。现在醒是醒了，这要面对的大麻烦可咋办？老农工、气体源流还是神明灵，你担心这个？张灵玉是你要拉下水的人，你担心，还是我俩？哎呀，当然不是你们，你们知道我在头疼谁？陆家兄妹，他们一直没走呢。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决定。你们认真的吗？这位是于红，圈里不多的禁制术高手。到底是陆家的人啊，能请动于先生？我跟小林有点交情，而且我也好奇，能逼得言出必行的陆家人对他下咒誓的，到底是什么人？于先生，您误会了，都是我们自愿的。你要是再不醒过来，我们还真头疼了，真不知该不该继续等下去。你的事玲珑跟我讲过，所以现在你最担心什么，我大致也能理解。要是你心中始终不能信任，甚至连这个咒誓也认为是骗局的话，我就实在没有办法了。这就是我和玲珑能为你做的全部了。于先生，请。喝下去。好了，你应该能看到他们身上的蓝色咒子。你们有约1刻钟的时间立誓，在这期间，你们说的所有话都会成为誓言。如果说谎，咒子会马上发动，要了你们的命。还有你，如果你接受，就在他们立誓完成后，咒子褪色之前，摔碎你面前这个碗。咒誓起效后，他们2人眼中会有蓝色咒光，但只有你能看见。行了，其他人，跟我一起回陛下吧。违背誓言，你们会怎么样？死。咒子会化掉我们的脑子。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只要有这个心就行了，真的不用为了还我人情玩这么大。谁说我是要还你人情了？你是不是误会啥了？这咒誓听着吓人，但也就是不乱说话罢了。而你对我是救命之恩呐。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那个中年人，6贼3尸4张狂。6贼是6个人，4张狂是4个，而3尸
只有一个，就是那家伙，尸魔屠俊坊。现在你知道了吧？你那天所做的一切，对我和花儿而言多么重要！2条人命啊，用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能还清？我陆玲珑的性命可没这么贱。这么说吧，陆玲珑，你对我的恩，我看走眼了。但不是现在这种对我来说无关痛痒的事。就像玲珑说的，我们这次既不是报恩，也不是烂好人，我们是来找你做交易的。交易？对，我们用保守你身上的秘密向你换2件事。我们希望和你一起追查假神之乱。最重要的是，在追查吴根生的下落这件事上，我们之间合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打算替你隐藏。事情一牵扯到和吴根生相关，他也就没有理智可言了。我懂了，这是第1件事吗？那第2件呢？不管你们家安保的对头是谁，你们要对付他们，必须算我一个。怎么样？成交吧？不成。为啥呀？假神之乱说是合作，还不是单方面要从我这套情报？暗报是公司的任务，外人不适合掺和。实在不行，吴根生的事就算了，但潇潇……不行不行，这可是公司机密。他奶奶的，我不管了！张楚岚，潇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不说？说，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的事告诉太爷？对，随便你，你们真以为我在乎？现在就给太爷打电话！我，张楚岚，你看我可暗了啊！红化姐，我可没骗你。你听，我是战线，张楚岚，接了啊，你怕不怕？对，就是陈明玲。哎，通了，您说。哎，玲珑，什么事儿啊？太爷，张楚岚，张楚岚。真是个王八蛋！啊！张楚岚这是怎么惹你了？他欺负人！怎么回事啊？玲珑，大姐，玲珑，全都答应，别说了。张楚岚，你这个小王八蛋，到底干了什么？啥玩意儿？重新历史？你们当我这咒符水是饮料吗？一杯一杯的，确实不难喝。于哥，放了啥？闭嘴！像刚才说的，你们按照我教的来讲誓言。在没有被威胁的情况下，我陆玲珑绝不会透露张楚岚拥有除雷法和金光咒外第3种手段的事情。哦，咒子马上就退了。这是誓言结束的标志吧？就这么简单？这个誓言漏洞太大了吧？太过严格的誓言只会白白害了你们。重要的是心意，我接受了。怎么样，张楚岚？应该是完成了。有陆家人帮忙的话，相信不论什么牛鬼蛇神，都能给他们扫光了。别臭着一张脸。三哥、四哥，我也不求别的，潇潇一定是被人用了什么手段。你们打算对付那个人的时候，一定带着我。OK， 一言为定。你们小家伙之间不是约定好了吗？我支持。先了解一下情况吧。这3位的背景呢，公司自然是调查了一番。这3个人之间也没什么交集。柴老师是圈里的名人，潇潇有可能见过他，仅此而已。这个六子倒是和公司有些渊源。他本名江流，天生的异人，大概在19岁上下觉醒的能力，体内的气可以产生高热与高压，因此觉醒时产生了几起事故。当公司找到他时，他已经流浪了有一段时间了。后来公司安排他进了暗保。2年前他离开时，已经能够自如地操控自己的能力了。又过了1年，我们了解到一起伤害案，被害女性被她男友以未知手法烧伤。那个男友就是江流。之后这个人就销声匿迹了。然后是潇潇，这个人陆小姐比我们了解他吧？潇潇
没什么可说的。多好的一个人，温和、善良。要说人生挫折，恐怕也就是最近在龙虎山丢了一条胳膊。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见任何人。大家怕他想不开，强行闯了进去，发现他已经走了。那位柴老师，柴岩的事闹得不小，赵董都亲自出马了。毕竟来领柴岩尸体的是石老那如虎，不过这位那爷十分不配合，对赵总的提问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后来我们从柴岩的其他弟子那儿了解到一些，柴岩在1年前解散了柴派横练，在那之前，柴岩柴老师曾经向自己的弟子那如虎发起过挑战。有趣的是，没人知道那场挑战的细节，也没人关心。不关心？呵，柴派的人心可真大。因为那一定是一场无聊的对决。时至今日，一绝顶之下依旧是2豪杰，从没有什么柴老师的地位。败给了自己的徒弟后解散了门派，无法控制力量而选择逃离人群，因为肢体的伤残而一蹶不振。这就是3人唯一的共同点吧，都是失忆的人呐。不过高层这次真急了，他们竟然打算拜托吕家的人用冥魂术从尸体上查找信息。搁以前绝不可能这么干。不过，这事儿被吕家一口回绝了。不仅如此，听说吕慈召回了所有在外的吕家艺人。以往出现这种情况，只代表一种可能：吕家要和什么人开战了，而对手能够威胁到吕家的存亡。从现在开始，你们至少3人一组，一个冥魂术要配2个如意镜，不要贸然出手，只要盯住他就行。一旦见到了，马上通知我，我亲自去解决他。太爷，怪我，都怪我一时心慈手软。不怪你，吕公，怪我小瞧他了。我也小瞧了咱们吕家的血。我去，那个吕大爷，看着就社会。来，你们俩也聊聊你们知道的事儿呗，合作嘛，交换下情报。你想知道啥？我就是好奇啊，一直说陆老爷和全姓掌门是死仇，他和吴根生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呀？好像太爷师傅的死、3一门的消失都与吴根生有关。细节太爷从不和我说，我哥知道，但他也不告诉我。有一次，他也喝多了才说的。吴根生，这件事是太爷一生藏在心底的秘密，他不愿意提起的。所以你问我，我也没资格告诉你。想知道去问他本人吧。行了，也吃差不多了，今天就这样，以后大家合作愉快。对了，方便加个微信哦。3哥4哥，林玉真人，来加一个。方便加个微信，其他人都加了，咱们顺便。3哥4哥，再见。我们也走了啊。得嘞，我跟老3再喝会儿。哎，怎么样？4家高家的丫头，赵总给你介绍的，见见。哎，滚，没兴趣。要见你去见。不去，我有目标了。画中人非，谁就能看上你？怎么不能啊？我差哪儿了？别跟我扯别的。老4，今天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还想问问你呢。打从张楚岚拉张刘玉进来，你就老大不乐意，直到今天，宝宝跟人加个微信你都想拦着，这不是废话吗？宝宝的安全？放屁！你知道楚岚为什么今天要打听陆锦和吴根生的事儿？你忘了楚岚带回那幅画？那幅画是吴根生的东西，画上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宝宝。如果宝宝真的跟吴根生扯上了关系，到时候你觉得这老头会怎么样？这老头是好人不假，但他是块茅坑里的石头也是事实。那俩小的一直跟踪张楚岚，咱们早就知道了。你以为楚岚为啥一直不戳破他们？这俩小的咱们摸过，底子干净。跟这俩小的处好了，陆锦就一直是咱们的朋友。他俩没啥用，
但要真有一天陆锦成了宝宝的对头，最有可能化解这个麻烦的，就是陆锦这2个心尖儿了。我没想到这层。你是没想到啊，还是不愿意想啊？现在你脑子里合计的只有一件事吧？自从张楚岚出现，宝宝离你是越来越远了。抱歉啊，哥。其实你没必要受累，跟我一起承担这个周氏的。嗨，咱俩谁跟谁？人情。哥，挂个眼科去吧。师爷，您别挂呀，师爷。也是，师爷根本不想我调查甲申之乱的事，凭他和陆老爷的交情，也不会告诉我的。还有谁？所以我没资格，也没有立场告诉你们。对呀，立场。喂，怎么了？啊，我还真知道。可以。金凤婆婆，谁呀？张楚岚，跟我打听当年陆锦和掌门结仇的事。哦，还没见过这小子呢。等等，他有求于您的话。啊？想知道陆锦的事，我得先去一趟唐门。哪个唐门？来，我跟他说，没有第2个唐门，蜀中玩毒的那个。你去一趟，帮我们打听点事儿，回来我就把陆锦的事儿告诉你。虽然不知道您是哪位，但您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怎么那么听您的话呀？全姓苑桃。龙虎山上，可惜咱爷儿俩没碰上啊。让你去唐门，对你也没啥坏处。你就不好奇张怀义死前这最后一趟远门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你想让我去干什么？就是让你去打听爷爷的事儿，仅此而已。去找唐门现任的掌门唐妙兴，或者唐秋山和张望，这仨人都是经历过甲申的唐门核心人物。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也想知道我爷爷当年在唐门发生了什么？对呀，我也好奇，不行吗？张怀义弄死我们不少人，这家伙的收冤结果，我还真想知道知道。帮我跑这一趟啊！不管问没问到，我都告诉你陆锦的事儿。我还跟你说，你要打听陆锦，找上我就对了。爷爷圈里人缘好，了解他的又都是老一辈儿。你找正经人打听，没几个人会在背地里议论他的事儿。我跟陆锦可是老冤家了，我爹就是被他干掉的。我乐意跟你聊他。我考虑考虑。不急，不急。张楚岚吗？还怪小的呢。你认真的吗，吕梁？非常认真。我帮金凤婆婆，你们帮我。你也是，小徒。对。我听吕梁，你小子长能耐了，才消失多久，回来就把个濒死的小徒弄得活蹦乱跳啊！回了趟家，家里人疼我呀，把压箱底的玩意儿都传给我了。
我都不知道，原来我李家这么能耐。这小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开眼界，这是从没见过的结构。三哥四哥，有件事儿，我觉得吧，得跟你们说一下。大致就是这样，反正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掺和他的事，所以没跟你们说。原来您一直这就对了。的是，我就说嘛，老头跟宝宝在公司怎么这么稳啊？赵总，三哥四哥，这事儿我自己没法拍板，还得您几位一起给我商量商量。做得对，袁涛这个混蛋，刚消停多久又想找事？你还记得吗？全兴是怎么找上你的？记得，三哥四哥跟我说过，当年徐爷在山中那场大战后，找公司的人来处理善后，除了爷爷，其他人的尸体都被秘密送回了他们的流派。当时公司也试着向每个参与其中的流派去了解事情原委，但没能找到什么线索。就这样，整件事被归入了待调查的档案当中。后来公司潜入了一名全姓安的卧底，也是这个人窃取爷爷的档案。虽然这个卧底事后被徐爷给揪出来了，这件事后，徐爷便安排了宝儿姐和公司的人接触我。不出所料，全姓也找上我。不但如此，这帮货还散出了什么气体源流继承人的屁话。这下可好，不但全姓和公司，整个圈里都注意上我了。说到底，这个萧天越来越激动，就是被这帮王八蛋给毁掉的。没错，他们从那份档案里知道了你爷爷的死因，也知道了你爷爷那趟旅程的路线。如果把那些流派的地点连成线的话，从你家出发，他的第一站就是唐门。楚岚啊，你要是想去，鉴于你和唐门之间的这点渊源，我得嘱咐嘱咐你，公司建立至今，唐门从没和公司合作过。他们也不是没有过麻烦，但无论损失多么惨重，都拒绝公司介入。不过唐门做事很规矩，不愧为名门大派，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也很小心。你要去，我没有意见，不过你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去，跟你同行的人也是。赵总，我为公司流过血，我为公司立过功，别这么对我。规矩是这样，但实际操作不会那么无情了。你要去，我肯定和四川那边打好招呼。不过呢，依然不是以公司的名义介入。那就行，那就行，实际还是公司的人嘛。哎，赵总，四川算哪个大区来着？西南。赵总，陆老爷的事儿您知道不？多少告诉我点儿啊。我知道的和你差不多，细节完全不清楚。哎，您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又是圈里大佬，咋啥都不知道呢？张楚岚，要不要见识一下我的手段？啊？怎么样，我的劈空掌？完了。好，这样精微的控制力才绝妙。你们瞧瞧，他撒出几滴来？我用你捧啊，小三儿！我这两下子圈里人谁不知道？我很早就从门里退出来了。您是怎么当上公司老大的？走的是另一条路，更适合我的。我手段低，但我觉悟高啊！
精辟，不愧是领导，精辟。已经。陆锦的事您不知道，那这个呢？啊，今天刚拿回来，给人看过了，法器。怎么用？中间一排可以储存信息，两边的似乎可以记录通信的对象，但是只有一个没用。呀，师叔，什么情况？试着挑战了一下。好。这怎么专往脸上着火？其实第一次见他就印象深刻，这阵子相处下来，怎么说呢？哟，怎么着？对人家小姑娘感兴趣了？小姑娘吗？我怎么感觉更像个老修行？很奇妙，和在师傅身边的感觉一样，一切可以起伏的情绪和气氛都感觉不到，就连向我挥拳的一刻亦然如此，仿佛事情本该如此发生。一切过后，剩下的只有宁静。他到底是什么人？想知道的，自己去问啊。我问了，他说他没有师承，甚至也记不起来了。刨根问底呀，问问他，都还记得什么？用你的话说，小姑娘嘛，我死乞白赖的追问不好。小姑娘，我这个不要脸都没把这放心上。张灵玉，才发现，原来你灵玉真人眼里，女人是个很重要的事儿。张楚岚，你怎么生气了？干嘛这么凶瞪着我？还是你也想跟我过两招吗，师叔？莫名其妙。怕了？哎呀，说正经的，罗天大教之后，您就不好奇我这个小侄子有多大长进吗？你要真皮啊，也不急于这一天，身体康复了再说吧。师叔，我没您想的那么虚。你认真的？不过有个限制条件，只有雷法，我的将功对你的水葬，我们对过。张楚岚呢？一早就出去了。他自己？嗯。怎么着，三哥四哥，找我，有事儿？决定了没有？四川。啊，去。去，好啊。啥玩意儿？要等你1个月？是啊，我这不前阵子事情太多，身体被掏空了，让我休息1个月。1个月后，我马上奔四川。好，一言为定。1个月，倒是无所谓。这小子能搞什么呢？渊爷，别小瞧了张楚岚。圈里混了还不到1年的小子，有什么小瞧不小瞧的？放心，我这办法没问题。小月，你还是别大意。我和金凤跟这小子打过交道，鬼机灵一个，对吧，玉良？对，印象深刻呀，是个表里不一的家伙。那个小丫头呢？柳妍妍折了，冒这么大险，总算从张锡林的尸体上弄到点东西。啊，可惜了，那个张楚岚没到手。有什么可惜的？要我说，
真正有货的是那个消失的张宇德。这个张楚岚，你瞧被咱们困住以后那没出息的德行。是吗？夏姐，什么场合你还这么有兴致？出息啊，吕亮！别玩了，夏姐。没玩你，我只是想告诉你，同样面对我的袭击，你跟张楚岚可比不了。别逗了，一个柳妍妍就把他玩得晕头转向了。你看的那时候，能证明什么？也许他真的没有和圈里人打交道的经验。你刚才才是面对我的正常反应，而他只是惊慌。这只有2种可能，要么这家伙天生无欲，要么他受过非常的训练。不管是哪种，真实的他都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松垮和猥琐。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下手和他灵魂的时候，那个手感确实够硬。这小子装什么装？唉，会装的人无非就2种，装成自己期待的样子，或者装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他是哪种？后者。这么肯定啊？才打过1回照面，怎么好像很熟悉这号人似的？不熟，不过上一种人我倒是很熟悉。行啊，夏姐，阅历丰富啊。哎，这2种人哪种好点？说不好，反正都挺累的吧。之后我们再没见过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挺期待和他再见的。啊，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确实需要这1个月的休整。要去的话，宝宝肯定要跟着。张灵玉，你也准备接受他了吗？陆家兄妹呢？他们有点不一样吧？他们想去的话，带他们去。我这趟唐门不是什么秘密，不带他们等于我违背了约定。这俩目前为止都很实在，我也得拿出起码看上去足够的诚意才行。宝宝、灵玉、陆玲珑、陆林，就这4个对吧？还有一个，这是我一直在纠结的一个。如果他能彻底认同我的立场，那他或许是个比我更适合守在宝儿姐身边的人。如果他与我立场对立，怎么说呢？作为对手，他是个让我有点自惭形秽的家伙。王大师，总算见到您了。一个人来的？您让我一人来，我就一人来，绝不会在您面前耍什么小把戏。嘿，这一口一个大师，一口一个您的，我还真没被这么恭敬过。您，魂儿爷，数字门当家，我在您面前怎么敢当大师2字呢？学无先后，打者为师。您在罗天大教展现的，我到现在也没理解。您不是大师，还有谁堪配这俩字呢？哎呦，您这嘴上是真恭敬啊，可私下里做的事儿……魂儿爷，您这是干啥呀？这回我来见您，第一件事就是要向您赔罪。这事儿现在想起来，还让我无地自容。您拿我的家人提点我之后，当时我是暴跳如雷呀。可我量下来之后也想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在圈里也算是个人物，您讲话了，我这个身份却上赶着讨好您这个辈分的，确实有点。所以我偷偷找了点人盯您，但是我绝没有伤害您和您家人的意思啊。我跟那些人叮嘱过，我不是为自己辩解，以前的我根本做不出这事儿了。王大师，我病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想再做偷偷摸摸的事儿，我光明正大的邀约您，到哪儿都知道这是我陈金奎在纠缠您，我不怕别人怎么看我，但要我视您如无物，金奎我做不到啊！金奎我病了，心病，这病得您来医我。您也是一代宗师了，不知道心病没有外药医的道理吗？我身负的，就是你的病根儿。这就是我想见您的第二个目的，到底是病根儿还是良药？您至少得给我个机会。王大师，小把戏，见笑。不动。王大师，对您这个年纪来说，您的太极劲造已经很高了。现在放眼整个武当，能接我这个补课金钱的，可能也就您曾经的师傅云龙道长了吧？也是，跟石老叫板，我这不作死呢吗？回去吧你们！王大师，别走啊！跟字土河车！看看，给我一副什么卦？小把戏，乘风见笑了。宽爷，道理您比谁都明白，这是何必呢？您的病除了您自己，谁都治不了。卢爷、董爷、敖青，现在又多了个陈金奎，这封号还真是术士的噩梦。变了，变了，有变化，来了，终于来了！嚯，这眼里的神光！王大师，怎么说我也算是现在数字门的头领，奇门也是略懂，仙象之法。宽爷，见过。哎，罗天大教和那些大佬们打交道太麻烦了，我谁也没知会。原本想去瞎逛，看看有什么好苗子，一直有心再收个关门弟子。哎，同样是数字豪门，武侯派诸葛青的比试，我自然也是要看看了。哎，您还真倒霉呀！不，那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一刻了。那一刻告诉我，陈金奎呀，你还想给人传道授业呢？你不配。王大师，您为什么劝我，我都知道，可我永远也忘不掉那能够拨转丝盘的神迹了。这样吧，宽爷，如果你能守住最后的那一线，那我可以给你个机会。最后的一线。作为石老，您今天能过来跟我说这些，那是放弃了很多东西，能理解。为了得到想要的，我不怪你。我现在只想让您守住一样，就一样，守住了我就给您个机会。怎么讲？这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经历各种磨练一路走来的修行人，最基本该具备的东西——诚。如果您能守住这个诚字儿，咱们就打个赌，这枚小石子儿往后我会带在身上，我给您3次机会，从我身边把它拿走。成功了，您就能得到您想要的；如果失败了，从今往后就断了这个念头，也别再找我。有件事儿，金奎要确认一下。
行，王大师，您自个儿把小石头弄丢了怎么办？我谁呀？您讲话，我王大师啊，王大师能丢东西吗？万一呢？这别废话，万一丢了我再做一块，反正我身上就会有这么一块石头。怎么样？这3次机会不限时，您3天之内就用了，还是30年之内用，随您。一言为定。好嘞。如果3次都失败了，我就是死也不会再纠缠您了。那咱们。不说这份果断和鸡贼，这毛300斤的术士，山上没几个能快过他的。哼，连石老都小瞧了，我可真牛啊！那个魁爷，您看，3次是不是太多了？要不咱一次来个痛快的？王大师，成。是啊，成。成。王大师刚才太遗憾了，不过也让金魁放心了。放心，这局中果然您才是主宰，担心伤到我，金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算得好的，让姐妹出逃，无法搬运这个数吗？就来碰吧，一次没戏，发神成蛇。王大师，王大师，没了。王大师，别淘气了，出来吧。金兔。这石老的分量也不重，归营体加速5倍，万金痛，此身放慢20倍。二爷，拜拜。什么？归营体加2倍，比我快！乱金拓，接！镇不住。您居然也会？对，与时间方位都无关，只是在燃烧或者浪费生命的归营体。我的恩师曾经说过，知道这术的人很少，而且它其实只是为了辅助另一个已经失传的奇术才会诞生的，那个波澜变化速度的奇术——乱金拓。来吧，再让我看一次。花爷，别犯傻，再继续使用归营体，都不用我动手，您就挂了。或许我就能找到乱金拓施展的秘密呢。如果我镇住您却不管您，您能怎么样？难道打算用归营体把自己耗死吗？那要看您能把我镇到多棒！归营体20倍！再说了，您再快又能怎样？能闯过这无数锋利的冰棱吗？王大师，就算您身负奇迹，也还是太小瞧我了吧？灵体并不是简单的加速而已，燃烧生命力，获得对身体全部技能的加强，身体的组织全部被成倍数的提升。这样的我，解不下一个小小的困字法。王大师，您太轻视我了。胜负1分，
我想要的东西交给我吧。好，我愿赌服输。不过，也要让我说个明白。在我即将从背后对您释放乱金托的一瞬，您提前用出了归影体，这是怎么做到的？跟您的6枚大钱儿有关吧？您猜对了，王大师。和您任意搬动格局，可以发挥全部术法的最大威力不同。大多时候，这6枚大钱最后给出的卦象，我是决定不了的。只有大钱随机悄悄地把我的战功改成了砍术，对吗？范围的单薄，您用出土河车逃遁的时候，大钱给出了陆地成风，但是在您潜入地下之后，大钱却迟迟没有给我指出一条明路。那一刻，我意识到，您接下来要使出的是我绝待应对的，甚至不入5行8卦，而我这够分量应对的，就只有归影体1种了。原来如此啊！这个体温，归影体是解除了。哼，我还真没蠢到以为一个坤字法就能挡住拼命的石龙。万冷只是个媒介，真正要发挥的是另一个术——对子无闪。操纵有节奏闪烁的光线，使人进入被催眠的状态，而无数冰冷的反射与折射。把这个术的效果提升了好几倍。坤儿爷呀，归影体根本就不是用来干仗的术，消耗生命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让您无法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眼前的一切。不然您这数字门长怎么可能轻易栽到这术士入门的幻术手上呢？拜拜了，坤儿爷，您还有2次机会。这么别扭。大夫，您看，这后背也有，倒是不疼不痒，这昨儿还没有呢。您看这啥毛病？哦，先去验下血，给。验血啊，这么麻烦？测个过敏源。小伙子，你这是在消失？先不说是什么病，这种以肉眼所见的速度消退的例子，我是听都没听过。过敏、风疹、湿疹，或者是梅毒。梅毒？对，我知道的各类症状当中，没一项符合你的。你问我怎么回事儿，我也不知道。是陈大爷用了什么我不了解的手段？不对，我完全掌握局中变化。有人能在局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对我下手？不可能。或者在我展开奇门之前就动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小捕头，不行了，这段时间一直被数字们纠缠，什么也做不了。这个陈大爷应该会消停一阵了吧？最好能知难而退。如果他认真的话，剩下的2次机会应该会珍惜。如果他使用无赖手段的话，就像张楚峦说的，当无赖发现对付的也是无赖的时候，就有趣了。元宝，帮我做一下去龙虎山、少林和灵隐寺的行程规划。好的，正在为您生成方案。张楚峦，
天已经想清楚了吧？是时候做决定了。的确，一切都与我无关。但那2个不安定因素爆发力量时，当这个世界因他们而产生动乱时，我做不到袖手旁观。最不济，也要尽可能去引导这些不安定因素。来，长出来，我来招惹。您拨打的电话现在无法接听。哎呀，阿莲呐，咱俩是真没缘呐。我找你，你不在；现在你找我，我没空。师爷，云龙，你也察觉到了？消停了一阵子，又墨进来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追！那个方向是？这几天大雨了，没有护卫。师爷，洞里有光。是你小子！你这孽畜怎么回来了？你到底怎么惹着太师爷了？师爷，去，回去！你给我回去睡觉。云龙道长，回见。你喊我什么？去！要翻天是吧？没你事了。不是，行了，小王爷，现在清静了，脸色不太好啊。最近有点过劳吧？说吧，干什么来了？我这手段呢是越来越溜了。当年被困在内井里的3位爷，如今只剩下这1位了。我想再试一把。别逗，他们也是掌握了这手段的人，不过只是在内井中罢了。别说你进不去对方的内井，进去了，也不是被赶出来这么简单的。别兜圈子了，说实话。您知道我这段日子都在干嘛吗？这段日子，我满世界跑啊。谁盯上你了？最执着的就是数字们。哦，金魁儿啊！也不光是为了躲魁儿爷。这段日子，我挑选了很多圈里的流派去拜访。只要这个流派里还有经历过假身的老人。哦，这是干嘛？还记得您对我说的吗？抱歉，小野子，老夫没有老天师的魄力。这话的意思就是在性格上您和老天师不同，但是在某件事上，您和老天师是相同的。龙虎山、少林、火德宗、铁掌门、灵隐寺等等等等。我转了一圈，向那些老人们提出了一个在假身里最关键的问题：八奇迹是怎么得来的？都没有给你答案，这就是大家的相同之处吧？但其中的不同是，他们面对问题的态度：警惕、疑惑、平静、和蔼。也许他们有人知道，也许真的全都不知道。都是老江湖了，我是没法分辨他们的真假了。那你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不是术士，这些信息当然没意义。接下来做的就是在内井中提问了。我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究竟哪个知道八奇迹的由来？您知道那是个多么大的问题吗？恐怕集合现在已知的所有术士之力也解不开它。但我还是在内井中不断提问。我并不指着能在内井中寻找到答案，术之道在于意，即变化之道。换个角度，问题当中求不得答案的话，通过对问题本身的比较，未尝不能发现有用的信息。直到当我问出那个问题时，终于让我发现了有意思的事情。我想问，
铁掌门的门掌意味着什么？有趣的是，明明是个看上去和假身之乱与八奇迹无关的问题，依然无法破解。天下会会长的意义，上清门掌的意义，火德宗掌门的意义，唐门掌门的意义，所有的都一样，都是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那又能说明什么？不是依然没有答案吗？至少说明异人流派的继承与假身和八奇迹有关。您觉得这些人都知道八奇迹来源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为什么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按照他们对八奇迹的了解程度来呈现问题大小，那些真正了解八奇迹来源的人，会很容易被术士排除出来。我想到了一种可能，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内景中掩盖掉了这些流派的差异。问题到此为止。接下来，我尽可能详细的去了解各个流派的历史。说实话，没什么确定的线索。而接下来，就只是真能琢磨，你干脆给人说书去算了。哎呀，现在的你和在山上的时候判若两人啊！从我第一天见到你至今，从没见你这么执着过。我头回见我，那得多久的事儿了？嗯，是很久了，但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个看上去轻松，实际上拧巴的小东西。哎，我说王老板呀，以后别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行吧？哎呀，哪里呀，一点小心意，心意，不贵不贵。当年要不是您对我一番开示啊，我不会有今天的啊。当年我怎么对你说的？我考考你，还记得不？哎，大师之言，言犹在耳。当年您说，大师，我还想再聆听一遍您的教诲。金玉良言，哪有反复絮叨的？你用心记在心里就好啊，就好。大帝呀，保佑我这次考试能进前5。大帝呀，保佑小溪能接受我。哎，小野，你也拜拜来啊！快点儿，真武大帝可灵了。哎，算了，别管他了，走，去别的店拜，都拜了。哦。哎，你这孩子也不拜，就这么盯着看什么呢？道爷，您说大帝会管他们吗？看他们许的什么，也看他们今后的表现了。哎，你就没点什么心愿想求求他老人家吗？我觉得吧，他老人家要是真的都管了，那也太辛苦了。我还是少给人家找点事儿吧。众生有烦恼，老人家没有，也不会累。真有心愿就许许看嘛。也没什么想求这位的。他老人家这么厉害，我问问题也可以吗？啊？问什么？
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之前都已经谈好了，现在突然说不放贷，这不是坑人吗？你现在给我飞回来，咱们合计一下怎么办？妈，怎么了？嘘，你可失恋了。王爷，这次成绩有点下滑，给他送谢了。好嘞。老爸，你跟周爷爷熟，帮我拜托拜托，这个暑假让我在武当晃着呗。好啊，不过吊儿郎当的晃可不行啊，感受一下传统文化挺好。而且我跟你说啊，周爷爷还有他的几个晚辈可都不是一般人，我给你求求，要是能让他们传你点玩意儿才好呢。师傅，快到了吧？5分钟。1分钟还没。师傅，怎么样？完美，腰也不酸了，腿也不抖了，上50楼估计都不费劲了。我感觉我这胯位啊，一站就能找着正确位置了。别废话，安静的站，没人能找到绝对正确的胯位，只能随着功夫的加深，你会无限接近那个正确。越接近正确，你的感受就会越明显。什么感受啊？我就是觉得我最近劲儿长了不少。不急。你自己会感受到的。还想要老四，还希望是闺女。王大鼻子，你没这个命，你拿我当什么了？你爱找谁生找谁生去，我是不生了。是，我这不就一提吗？也是，咱岁数都不小了。你这就是歧视妇女，你就是拿我们当生育工具。我可没有啊，宝贝儿。我跟你说，我们女人不是只会生育。是，你还会打牌？滚蛋！这怎么弄的？斗几局就急了，年轻时候可不这样啊！我跟你说啊，以后找媳妇儿一定得小心，老娘们会变身的。处对象和结婚可完全是两人。想想你妈当年那可是场花啊，牡丹一样，现在。整个一大仙人球。大卫，我见识少，您给我说说，是不是两口子过到一块儿都会像你们这么吵吵闹闹的？像我们，像我们这么幸福的可不多。我跟你妈这还叫吵闹？这只是小别扭。要都能像我们，多少夫妻都得偷着乐。厉害，模范夫妻。那是，咱处得好。你妈事儿多，可咱让着她呀。女人爱顶多少天那是他们的事儿，男人心胸一定要宽广，要能包容女人。我看您就是怂嘛。我怂？边境线上我都没怂过，就是开阔。我跟你说，咱就是开阔，不跟他一般见识。厉害，大卫最厉害。得嘞，不早了，你也赶紧睡觉去吧。我还不是很老困呢。哦，小野啊，你这成绩最近不灵啊，这可不行，都高3了。哎，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提不起什么精神啊。得了吧，你这倒霉玩意儿，什么时候有过精神啊？这么着，小野，你不明年就能拿车本了吗？专业范围咱们都选定了，211或同等级的，要是考上了，市面上有的车随你挑，看上了我就给你。要是能在本地上学最好，洗浴和技校能考上其中一个的话，条件你一提，我都答应。嚯，条件我随便提，您这不靠谱啊！哎，算了，怎么说话呢？全家都在这儿作证。我大老王这辈子一身毛病，你们都看在眼里。
就说话不算数，这个有过一次吗？小王爷，你可想清楚了？绝不是心血来潮，倍儿清楚。那也得你爹妈同意才行。太棒了，还得是我儿子。八位，是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出家的。小野，我说你脑袋抽了吧？上山当老道，你怎么想的？哎呀，行了行了，你俩都别说了啊！你先去你舅舅那儿躲几天，要不他回来看见你啊，还得揍你。揍就揍呗，儿子惹了老子，挨揍还不正常？啊，老王啊，他在呢。你别生气了啊，我这也数落他呢。小野啊，你爸让你去公司找他。老王，你好好说，别打孩子了，听见没？坐吧。义和佑从小就没少让我生气，你不一样。印象里，我还是第一次对你发这么大的脾气。我这个爹当的还真是失败。这么说，有点对不起你的两个哥哥。你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原来也是我最不了解的一个。说话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你是来当哑巴的吗？我也不知道跟您说点啥，或者该跟您怎么说。我大概能知道。
那是最难缠的敌人。你是我的儿子，不是我。你应该有你自己的人生，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我。爸，最要命的，爸您别这样。刚考上的学校，说不念就不念了，上山出家。啊？谁说我不念了？您等我考上洗浴容易啊，天天熬得跟鹰似的，然后不念了，我浪的呀！你还上学？是啊，学费还指着您掏呢。周爷说了，要拜他门下可以，爹妈得同意，学得照上。那这么着，儿子，我这儿你放一边，你过你妈那关去。他同意我就同意。这我妈没意见呀。她说反正仨儿子呢，都在身边跟着爷演运，都太拔尖了，以后难免会掐。有俩顾家，一个上人给他祈福也不错呀。他还让我多学学算卦，将来给他算呢。当然啥也没学会也没事儿，将来回家吃闲饭您也养得起嘛。嚯，蛮挣得起粮嘛。怎么样，给你找的这个新徒弟？师傅，您看啊，徒弟这掐指一算呢，此时此地这一局吧，蛇天角，诸事不利，一休息。休个屁！一揍你！太师爷，小野呀，别偷懒，好好练功去。太师爷，这又是去那山洞送饭去？是呀。你说这点事儿打发咱们去不得了？洞里不是太师爷3个生病的师兄弟吗？这么多年一直是太师爷亲自照顾，据说有一位凶得很呢。除了太师爷谁都不见，以前也有其他人误打误撞进去过，刚看到那3位爷，下一秒不知道为啥已经在山洞外了。嚯，这么厉害啊！师弟，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执迷不悟吗？放弃吧。论修行，我哪一点不如大猴子了？他能闯这门绝技，我学都学不得了。你不明白，创出这门绝技，他也配。师弟，放弃吧，不然你会比卢芳2位师兄还惨。胡说！我不像他2人一样被困，而且我已经能施展了这变化之法，离彻底掌握这封后奇门只差1步了。只差1步，靠着把自己定在这局中，才能勉强维持这格局，还好意思说只差1步？这么多年来，你枯坐在这儿，明明1步也没跨出去过。确实啊，现在的我1步也动不了，但终有一天我能自如施展这手段。世间变化皆在我掌握，天下即我身，我又何必去懂啊？你怎么就不懂呢？你忘了当年我哥是怎么回山向咱们讨回封后图的？他自己也知道犯下大错了。要不是你以死相逼，这害人的玩意儿当初就已经被毁掉了。我不懂，我看什么都不懂的是你，你根本就不懂大猴子的心意。当时他冒险重返武当，不就是为了让这封后作为我们武当的秘藏流传下去吗？不过是折损了几个师兄弟，他就后悔了，小家子气。世上的宝贵之物、伟大之事，哪个是不付出点代价就能得到、就能完成的？你也不懂我。你以为我不交出封后是想私吞他？这是我们武当的秘传，
不管是2位师兄还是其他门人，只要是我武当的，只要他能喜得，我都开心。但这手段也确实是凶险。现在除了你哥哥，最接近他的人只有我，甚至你连你自己都不懂。你堂堂的武当掌门，这么多年来没事就往我这儿跑，你很闲吗？小猴子，当年你也是见过一眼的，这么多年了，你就没动过心思吗？师弟，你疯了吗？师兄，你就不想跟我一起参详参详吗？韦师叔，嘘，小点声。你怎么来了？您老家来电话了，打您手机打不通，打咱座机上了，让您赶紧回复一下，好像挺急的。哎啊，小王爷，你过来替我守着，我回去一趟啊。您这是陪太师爷来的，这不合适吧？我替您。哎呀，这么多年了，其实也没啥事儿，就是在这守着。你只要记得，连你也算在内，谁也别让进去。里面的爷不喜欢被人打扰。那太师爷啥时候能出来？不一定，有时候一会儿就出来了，最长也没超过3个小时的。其实这会儿应该快出来了。哎，行了，你在这盯着，没啥事儿我就回来换你啊。哎，那师叔您快去快回啊！这得又过了1个小时了吧？不是说一会儿就出来了？师叔这一会儿的概念很迷啊。不对劲！太师爷！失火！不是，这火太快了，好像有人控制一样。师兄，睁开眼呐！你真不想再看看吗？师弟，是我错了。说你冥顽不灵也好，意志坚定也罢，都无所谓了。放我走吧，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了。别呀，师兄，这么多年我也想通了，反正已经折损了2位师兄了，一不做二不休，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咱武当的人也得把这封号掌握。不只是你，那边那个小家伙也来，咱们一起。太师爷，王爷，你怎么来了？小伟呢？王爷，闭上眼睛，别看那张图。师兄，你别多事。怎么不看？太师爷，我不看。这里边都是我太师爷吧？有啥话好好说呀！别动手，别动手啊！爷爷们，这火是您们放的吧？我是闭着眼睛，你们可别烫着我啊！小子，你看清刚才那幅图了吗？没看见，什么也都没听见。几位爷，我是韦师叔抓来顶包的。师兄，现在咱们山上的小孩都这么不着调了。小王爷，这位红衣红爷也是你的前辈，实话实说，别儿戏。那么大张图搁那儿飘着，一看就不是一般东西，那肯定是看见了呀。你不懂术法，不对呀。
不敢说懂了，师傅多少教了点儿。小王爷，你真的看清图上的东西了？具体啥玩意儿没看清，好像是个奇门局。你不想再看看吗？我这几位爷要是萧海滩人不打了，那你们让我怎么着都行。师兄，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是天助我不当啊！哎呀！小子，看，给我盯着这张图仔细看。师弟，师兄你别管。都是字组成的呀，这副格局。只是这个排序没法读。嚯，化无为王，口气真大。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吗？看不懂，可是看这些字，这有点意思呀。这是练气的法子。想学吗？您是打算把这个传给我？太师爷，您跟这位红爷拜托一下，放过我吧。这么复杂的玩意儿，我哪是这块料啊？小王爷，你真的一点都不想学这个吗？你看到这幅图就没什么感想？感想不感想的，反正这是个厉害东西，我知道。这图看到眼里好像自己就会转起来。要是说我一点都不想学，也是瞎话。可是这么高深的东西，真要学也肯定得花不少力气，我还未必学得会呢。我真怕浪费了这位爷的心血。但您要是真想找个正经传人，山里天资聪颖的师叔师兄弟多的是，让太师爷给您介绍几个。我这种没出息的，您可悠着点。你有出息，你有出息啊，小子！没被这幅图给吸进去，就说明你有出息。师兄，我放过你，但让这孩子陪我些日子，你没意见吧？你不会认为我会伤害他吧？现在的我宁可废了自己，我也舍不得这孩子掉一根毫毛。小王爷，你真的对这封后图一点也没有迷恋之情吗？这个，我好像真的不应该进来。师爷，都几个月没见到小王爷了，您把他打发到山下干什么去了？少打听，没你的事儿。师爷，这是又去看洞里的爷了吗？对啊，而且现在也不带人了。太师爷，太师爷，侯爷骗我，他也骗您啊！我是没掉毫毛，我多了一脑袋包。谁让你成天偷懒？现在山上收人都不挑啊，都是这种玩意儿吧？师弟，你可别太过分了啊，不然我可不把这孩子留在这儿了。你放心。今晚我确认他把这封后图背得滚瓜烂熟之后，我就放他出去。这个混账东西，几个月了没半点长进，除了不被这图吸引之外，他简直就是个废物。您怎么能说我是废物呢？我也在努力啊，我已经能让格局移动一点了。去，一边出去！我不再控制这个格局，来吧，交给你。确实能移动一点了。行了，反正封后图你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出去之后勤加练习，知道不？走吧，
以后见到同样不被这图吸引的武当门人，把这封后奇门传给他。红爷，晚辈告辞了，我会常回来看您的。小兔崽子！是挺流畅吗？什么时候掌握的拨转四盘？什么时候？大概1个月前吧。你是在可怜我吗？不是，我不敢。不敢？只有行将就木的老东西才什么都不敢，还有你们这些小东西不敢的。自己把自己困在这方寸之地，白白浪费几十年的光阴，只为了维持一个毫无意义的妄念。难道我不可怜吗？那个尖酸刻薄的大猴子能得到，你这种狗屁不通的小孩也能。而我们这些人把一切都放弃了，也只能看到一个幻影，不可怜吗？大猴子周商是无心的。他只想把神迹传回本门，他是好心，只是他没想到，甚至没察觉到，他迈过去的关卡，我们粉身碎骨也冲不过去。我们这个下场可以说都是拜他所赐，可我却无法去怪他。同样为人，彼此就是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不甘心，可是又没有办法。不可怜，道理您都明白，这又是何必？道理谁都懂，可真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直到现在，我才壮着胆子讲一句：我领悟了这些道理，全部都每一寸都领悟。这就是我不到这生命即将耗尽的最后一刻，不是被逼着放下一切的话，我是跳不出这周天变化的诱惑的。行了，太师爷，既然您是这么个说法，我也就没什么可问的了。小王爷，还记得当初你跪在真武大帝面前，你想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有答案了吗？怎么可能？除了那些狂妄自大的人，更多人稀里糊涂过完了一生，根本没想过这事儿。我对自己期望不高，但也不想不明不白的死去。能在死前的一刻看明白，我就知足了。至于现在的我们，谁知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算是个半成品吧。太师爷那边虽然没有答案，但他那个态度，虽不重，亦不远矣。这些老前辈的口子都封得太严实了。王大师，这个声音，王大师，是我呀。
坤儿，完全感觉不到。王大师，您不用找我了。上次向您讨教之后，坤儿就知道了。您的手段举世无双，在他的领域里，别说3次，您就是给坤儿3万次机会也没法得手。我想明白了，我唯一的机会是能在您的领域之外跟您耗下去。我知道些在您的身上留记号、千里之外盯着您的法子，就是太阴森了点，对您太不恭敬了。所以这些日子，坤儿我呀，舔着脸找朋友学来点小玩意儿，金睛，跟您的手段比不了，就是能让眼睛看得远点儿，看得真点儿，看得透点儿。哦，就这还小玩意儿？这才几天就学会了个新玩意儿，你也是够牛的。是，您过奖了，不是着急见您了，而且还是出了点闪失的。王大师，不介意的话，坤儿要来了，第2次跟您讨要信物。上边哪来这么多水呀？还不能弃权，陈金河一定在保持跟我相对安全的距离。这些大钱的运动远没上次灵活，看来操纵距离越远，他越吃力。不过这么苍蝇一样给我耗下去，也确实烦人啊。还是时间太短，大钱儿这个距离也是极限了。大师到现在也没有施展手段，我应该还在范围之外。上次已经看清了，他的器具方式和武侯派一样，都是以自己来定主攻。王大师啊，你没法在结束一个格局之后马上开启下一个格局。所以，即使没法摆脱金钱的纠缠，也硬撑着不起去。希望，同时用奇门显象心法和金睛盯住。只要在他走投无路打开格局时，我还在格局之外，我就赢定了。等等，那个方向，好的方向又变了。哼，王大师。我还真是厚道啊，坤儿爷，这要是换了我认识的那个人，您早就被玩残了。厚道人嘛，注定就要费点劲。用出来了，你终于用出来了。我赢了！您结束这个格局的那一刻，就是我胜利的时候。厉害呀，王大师！以我对乱金货的了解，这6枚大钱的分量，绝对比我本人要重得多。您不是费力镇住他们，而是收入门中，让其在8门中流转。厉害，厉害呀！坤儿爷。您就别跑了，您也一代宗师啊，打法别太猥琐了。来吧，出来见见。什么宗师？在您面前，坤儿就是个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您可不配。哎，这词儿怎么有点熟呢？得嘞，反正您是打算跟我耗下去呗，那咱就看看谁有耐心吧。小小的这儿啊，4
各自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啊，南京用它报绸缎，北京用它来报文章啊。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报的都是十三香啊。家里了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晚晚袖子就下了厨房啊，好烹炸味道美，鸡蛋鱼肉都忍住，忍住，忍住！老君的剑南香啊，他弄的神仙来拜访。我让靠近是对的，王大师没有一上来就把法阵的范围开到极限。唉，没在吗？环儿爷，你也太小心了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即使您又扩大了一次法阵，我也不会认为这就是您的极限了。您不解开法阵，我是不会出现的。唉，确实如此。看来还是我能力不够啊。王大师，虽然坤儿这么做算是取巧，不过胜负已分。拿来吧，那枚作为信物的小石头。二爷，您猜对了，在两局之间，我确实需要10来分钟的休息。如果我不想受内伤的话，上次交手后，不光是您对我有了了解，我对您的手段也一样印象深刻。对您下手是费力不讨好，该针对的是您的金钱。来，您试试，用5枚大钱给我施展下6爻金钱科。差一点儿。就差那么一点儿，哎，嘿嘿，得，这次您又，大师。大师，您总算醒了。坤儿爷，您终于醒了。您已经昏迷1周了。看来我这是输了。大师，这是您的衣服，您的包，我也替您取回来了。坤儿爷，这是我叫来徒弟给放回去的，我全程都没有沾手。大师，咱们的赌约还没有完成。得嘞，既然您这么敞亮，我等着您第3次出手，胜负各安天命。哼。
知道凭我自己的能力，绝对没办法从您手里拿到信物。我赢不了，我赢不了啊！坤儿爷，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您可真能作妖啊！难为您找着这么个地方了。大师，你就看在我心诚的份上，把绝技传给我吧。我现在真有点不想跟您废话了。大师，你生气我能理解。是坤儿反复，是坤儿没出息，就让坤儿在这伺候着您，等您气儿消了再说。哦，行，您这是打算给我耗上是吧？大师，坤儿也没办法呀。而且我这么做，也不全是为了我自己。您做什么事儿都总替别人考虑啊。您是不是也稍微关注一下自己呀？啥玩意儿？诊断书？我的？是在您昏倒之后，我托了医院的朋友帮您做了彻底的检查，结论很诡异。肠蠕动亢进，支原体肺炎，慢性肾小球，人牛栓塞，痔疮？不可能，他没痔疮。哎，都正常了，您别慌，都正常了。我们进行了几次检查，每次检查的结果都不一样。这次出现的病症，下次可能就没有了，但下次又会出现新的病症，甚至在1天之内，按不同时间段给您做了几次检查，结果都不一样。虽然解释不了这种事情，但从检查结果来看，这种身体状况的紊乱，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转好的。大师，您还是先想想自己身上的怪事儿吧。这里是个清静的地方，您就让我伺候着您，咱们一起找出您身体上的毛病。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这货1个月都联系不上，还有那个诸葛青也是，公司不会还没放人吧？走吧，陆家兄妹会和咱们会合。唐门是个流传很久的神秘宗派，创派的时间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了。唐门不供祖师，创派人据说是位女性，但也无法考证，只知道最初唐门门人全姓唐，所以呢，与其说是个门派，不如说是个宗族。大概400多年前，唐门破除了只收唐姓的规律，从此唐门真正成为了一个圈里人都没法忽视的大事。之后，唐门分为内外2门，内门由唐姓子弟组成，外门则是外姓之人。内外门分别极为严格，唐门的绝技丹式更是只有内门之中的少数人才有资格修炼。不过，从那位异姓掌门兼丹式的掌握者杨烈看，内外门的差异早就形同虚设了吧？张楚岚要来了。赵方旭亲自跟我打的电话，说是那小子要以个人的名义拜访咱们。个人名义？个人名义要他赵方旭亲自打电话知会？那不见。切，有赵方旭电话了，一个小孩想见咱们还推脱什么？要是他能到这儿，咱就见。唐明，您说。一定不要把张楚岚要来的消息告诉孩子们。明白。梦里不知流转了多少年，忘却青涩陈年，回眸一瞥，往事又浮现。如哥，张楚岚来了。什么情况？明叔说的，张楚岚要来咱们唐门，快到了。这小子居然还敢来！没说的，好几个都愿意一起搞他。唐门现在其实是个武校，一般的学生都在山下的新校区，其中的老师和助教基本就是唐门的艺人了。在新校学生中，如果有成为艺人的，则会被带进山上的旧校区进行真正的修行。这次你要拜访的主要对象，就是唐门的县掌门唐妙兴。这个人一般都待在旧校区，
但你得先去新校区交涉，绝对不要直接去旧校区，那样视同于挑战他们。王叔，您真是岁数大了哈！这小子照片在您传达室贴多久了？禁止这小子踏进校园半步，您怎么忘了？哎，我就是个慕名而来的求学人士了，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少废话，我们太知道你是谁了。王振秋不得入内，这是校训，知道吗？口都能进吗？哎，你说咱们怎么摊上这么个玩意儿啊？还有比他更不要脸的吗？那个，唐门武术学校是这儿吧？你谁啊？这里有位唐文龙吧？一脸傻笑，四爷妹妹头。你是张楚来，你可来了！你可无聊死我了！大哥，我也是个无聊的人，放过我吧。张楚来，你还有脸提龙哥？怎么不能提？我跟龙哥不打不相识，还挺有缘嘞。哦，来，跟我来。还有那个王振球，你跟这小子一路上，啊，不是想进来吗？一起来。喂，张楚岚到了。这个新校区啊，原本规划的挺大呢，不过后来一招生，根本招不来那么多，所以就停建了。这边解冻就一直荒着，平时一般也不让学生来这边。二位，我是来见。知道，急什么呀？张楚岚，你想见老头子也好，龙哥也罢，都得先过我们这一关。嗨，别说的这么吓人。你好，张楚岚。唐门，柳飞雄。哎，你好，你好，嘿嘿。这么不给面子，张楚岚。可想死你了！情计起见，别欺人太甚了。我诚心求见唐老姐，见与不见都在你，但这样刁难有点过分了。你们听说想见老头子的只有张楚岚吧？张楚岚，你带这么多人什么意思？再说，老头子也不是你说见就见的。既然到了我们这儿，就要按我们唐门的规矩办。那你想怎么样？很简单，这栋大楼另一端的出口就在我的正后方，你一个人从这里穿过去，在出口处有我们的人等着你，他会带你上山。怎么样，张楚岚？你只有顺利抵达出口，才有资格见到老头子。好，你们看着就好。这个挑战仅仅是针对我的。听好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一个人接受你的挑战，你可不要反悔。绝不食言。绝不食言。
楚岚，你刚才对我怎么说的？约定好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刚才是君子，现在不是了。我也想君子呀，可没这能耐呀。我要是一直是君子，龙哥能输得那么憋屈？你们那么烦我？陆哥、陆姐，师叔，咱们人多，他再不依不饶，咱们一块儿对他。你们这都什么眼神啊？师叔，你害什么臊啊？人生中的小计划10之8、9完不成，可日子还得过，不是？陆飞兄，能不能别再为难这家伙了？虽然有时候这家伙确实恼人，不过……闭嘴！张楚岚，听说你也是龙虎山门人，我还有点不信你这么龌龊。好，今天我跟你……都挨了一雷了还不老实，我说你最好别瞎显摆那玩意儿。哎，熊哥，先别生气啊！听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敢在这耍无赖吗？你们要是真的按照唐门规矩来的，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我打包票，唐门没你们这规矩，拦我也绝不是唐妙星老门长明白指示的，没错吧？我是谁呀？一个小爬虫。唐老门长要是真不想见我，2字不见就完了，还用费这劲？我估摸他老人家到底想不想见，人家没明说。这么着，熊哥，劳您去请示一下，只要老人家明说不见，我马上滚，行不？婷婷，爷爷爱怎么想我不管，我要废了这臭不要脸的！已经用上最细的引线，一瞬间全找到了。我不管，我要把你们都敲碎！婷婷，龙哥，龙哥，张楚岚这小子还带了打手，咱们一起搞他。龙，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出这口气。来见我们老头子的吧？啊，走，我带你去。啊！龙，别呀，跟他算账，我帮你。婷婷，你别插手这件事，听话。哎呀，我真受不了龙对我来人。稳住，婷姐。龙哥，就这么放过张楚岚？对啊，龙哥。闭嘴！我是对你们讲过张楚岚的事，但我从没说过我想为难他吧？哥。没让你们这么干吧？哎呦我去，龙一硬，我更受不了了。顶住，婷姐。张楚岚，龙哥，尝尝本地特产。都有啊，各位都有。嘿嘿嘿嘿，哎，这是你的。嘿嘿。谁要你的臭东西？走吧，张楚岚，还有这几位。动张楚岚的事都跟你们打招呼了，别告诉了。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真让人受不了。婷婷，还挺好吃的，是吗？张楚岚，用不着紧张。你觉得我会因为罗天大教的事情恨你？刚回来的时候确实有点郁闷，不过放心，现在已经一点不平衡都没有了，甚至还有点谢谢你。没想到你真厚道啊，龙哥。厚道吗？啊，不至于吧？当时我的确败给你了，彻彻底底的败，你赢得光明正大。那场比试我知道，虽说场上阿莲确实说不上用了什么手段，但是结合之前的比赛，应该说战胜你还是还有一定策略的因素的，不能完全说是堂堂正正。那是你们的看法，不是我。我是唐门，虽然现在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在过去，唐门可是靠暗杀过日子的。隐秘、高效、谋定而后动，这是一个唐门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比试中，张楚岚比我更像个唐门，不过也多亏了他，我才能看到自己的硬伤。其实不光是我们这批年轻的唐门越来越没有那种隐秘的气质了。看看刚才那几个，比起杀手，更像是打手。龙哥，你这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真的很好，就应该像你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永远别让人知道你出手的时机。比如现在。怎么了？走啊！唐文龙，有点意思。到了，今天太晚了，我给你们安排房间，你们先休息一下，明天带你见老头子。进来吧。出来去。一直就没有单独和你谈谈的机会啊，混球。怎么了？不是有话要和我说吗？很简单，就一件事，这次能不能放过我？这是从哪说起？好像我是来坑你的。赵总可是亲自交代的，让我保护你。打住！咱俩之间就别来这套虚的了。你退出这次行动就是对我最大的保护。答应了，我欠你一个大人情。别跟我说什么因为工作你无法退出之类的屁话。好，我承认，你死活我一点都不关心，所以我留下来也不是为了工作。可现在摆明了会有大热闹，你让我退出，强人所难喽。这货有点实在过头了吧？不管多大的事儿，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个爱凑热闹的人呢，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果然，你王振球是谁呀？怎么可能凭我几句话就不搞事儿了？是我多余了，抱歉，打扰你休息了。张楚岚，是不是这次真的很头疼啊？不然你不会跑来跟我说这个。哼，难得你这么坦率，我也说点实话吧。知道我为什么盯着你不放吗？我这个人确实好奇心强。我现在最好奇的是这一层层伪装下面，你这个人真实的样子。是啊。我真正的样子，我也好奇。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多谢龙哥。走吧，几位。见老门长的只有我一个人。哎，阿莲，只有你自己？没事儿，放心，二位一定不会有事儿的。师叔、宝儿姐，你们注意手机，我会随时联系。进来吧。左边唐秋山唐爷，右边张望望爷，两位都是妙兴爷爷的师兄弟。站着的这位是唐明老师，我的授业恩师。中间这位就是唐妙兴唐老爷子。唐老门长。什么老门长？这是个学校，我是这里的校长。小龙，你出去吧。是。说吧，张楚岚，干什么来了？张楚岚这是去了多久了？快1天了。咱上午分开的，现在天都快黑了。宝宝，张楚岚说会随时联系，到现在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有危险？不晓得。好。玲珑，看。
动手了，我们也去看看吧。承平年代，难得让咱们唐门的孩子们活动活动。张楚兰，没办法了，他们一定要把咱们分开，自攻自吧。不行！老唐，唐老师，老唐动手了，闪远点！真贼，躲那么远，这么在意这些吗？多新鲜呐！正常人都会留意这些泡泡吧？里面绝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你不是也很小心吗？哼。民间法教的小把戏，送你定。很棒，你很棒，至少比我们刚进唐门遇到的那几个强多了。而且这里还不止露面的几个。可是我不明白，你这样的好手为什么不去对付张楚兰？和唐门翻脸的是他才对吧？我对那个人和他的破事不感兴趣，我只是在完成校长的指示。你懂了，干得漂亮，张楚兰。好。哥，这些人的反应有点怪。他们似乎不想和我们为难，只是要把我们困在这儿。没错，老校长说了，陆家跟唐门无冤无仇，不能无礼。只要二位不再插手，我们绝不会为难。这次我们要收拾的只有张楚兰和王振球2个。对不起，好意心领了，但我没法答应。就是张楚兰拜托我们保护她，我们才来的，怎么可能置之不理？这样啊，不愧是玲珑。其实老头子还说过，只要唐门能和陆家交好，陆家人在唐门放死点儿没什么。玲珑，只要加这个微信，我就帮你放了张楚兰。陆小姐，后面的话老校长从来都没说过。滚蛋滚蛋！玲珑，唐小豹这个名字你或许没听过，龙之小豹儿，怎么样？记起来没有？你的后援会呀。
我是龙族族长，苍龙那龟儿子没跟你提起过我啊？滚！别跟我提那个玩意儿。哥，要不咱俩先加上？不行。怎么了，几位？怎么停手了？哼，不管啷个，你今天都要再到唐门了。但是我们只是打台，送你上路的正主不是我们哟。唐文龙，又看到了短时间大幅提升身体技能的手段。哈哈，和昨天的态度比，简直180度大转弯啊！不装了？从来没有装。从前对你恼火是真的，现在感谢你也是真的。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快看清自己的不足。来吧，第2个。怎么样了？最新消息，张楚岚已经落网了。这样啊，好。对了，官员我忘了带，你的我看一下。啊？算了，没事。躲得开。看来这次头目进来的不是小鱼小虾呀。夏雨清，师母。果然，张可的尸毒开始互相侵蚀了。石魔这小兔崽子，不是听说被天师废了吗？得手了，连毒杖都挡不住。我攻击的只有魂魄，而能抵抗它，只有源于灵魂的强大精神。就算是唐门的名宿，要同时应付你的3万，还能留有多余的精神抵抗我的手段，这个难度有点大。怎么样，吕梁？你干活需要点时间吧？这不安全，把他弄走。不，没必要了。这位前辈的精神没有那么强硬，我的手段也不是之前可比的，没必要用这么蠢的方法。不能在这儿久留，快走！这个感觉，什么时候？今日份不对。消失了，怎么回事？换身杖，怎么回事？图哥，没能先把你除掉，可惜呀，石魔。唐大爷，要用换身杖对付我，你最好还是先压压那满身的怒火为好。杀我手足，还指望我心平气和，强人所难了吧？今天就不陪您斗嘴了。秋山前辈无碍，我们几个也告辞了。走。让你说中了，
愿淘汰小乔那个张楚岚了。是啊，都让老爷害惨了。所有唐门门人听着，面对这个人的第一要务不是赢，而是不要与他的尸毒接触。尸魔，就是凑了10几个人一起上，最后还让人家废了的那个，看上去就是个身体被掏空的大叔啊，能有多狠啊？刘老师，你知道这人吗？不知道，不过老校长这么重视，你们别当儿戏。咱们也没打过照面，说的好像您有多了解我似的。其实我和我的小玩意儿，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吓人。商量商量，把我们放了得了。那哪行啊？机会难得，就让我见识一下呗。都说了，那满身的怒气您可得控制一下，不然你怎么掩藏自己，都会被他们感应到的。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老校长似乎还挺忌惮，不靠近就行了吧？去吧，所有还没练出毒瘴的人都离开这里，剩下的对付其他人。尸魔交给我。闪开！好快，马上就会击透毒瘴。中了！你怎么样？不痛不痒的，啥感觉都没有。没事儿。原本偷袭暗杀用的高速手刀形成的风压，像机关枪一样连续实战，我怎么总是碰上老怪物？这么多人，看着还都不软的样子，我能应付得来吗？是吗？好，唐老师，我们这就赶过去。真让你说中了，他们果然来了。真有你的，怎么办到的？居然能让老爷子陪你搞了这么大的动静。说吧，张楚岚，干什么来了？其实吧，也没什么。全姓的人让我来一趟。你说什么？全姓让你来的？啊，是啊，而且。
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呀。我确实跟全姓合作过，平心而论还挺愉快的。你说什么？很简单，是公司的任务嘛。这个任务牵扯到了全姓的人，而任务目标不是全姓。做事嘛，总要分清矛盾的主次和问题的优先级。所以，当时我们团队和全姓合作解决了任务目标，也就是那一次，我和全姓的人建立了联系。张楚岚，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知道，勾结全姓妖人嘛，十恶不赦。我爷爷和那35位当年不就是因为这个被大伙讨伐吗？立场上我当然向着我爷爷，但我也理解当时大伙的做法。乱世嘛，官方的规则都被打破了，只能用潜规则来约束大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我是艺人，也是公民。一个公民不违背公序良俗，和其他公民通电话，有什么好指摘的？其实让我先来这个法子并不高明，因为成立的前提就是认为和全姓联系是大罪，因此我不敢对各位说实话。想这个法子的人一定上了岁数，只有那样的老帮主才会按照旧黄历想问题。我不是说几位啊，几位都是开明的长者。还有件事儿，我得跟几位打个招呼。这次跟我一起来的有个王振球，在我们公司之前的任务中，之所以能跟全姓合作，就是因为这个人。我们和全姓之间的桥梁，就是这个王振球搭建的。哦，那个孩子。是啊，当初指派你不入唐门，这么荒唐的条件，你都差点答应。后来摸了一下他的底，年纪虽小，背景却极复杂。但各位知道他的手段之一吗？神格面具。戏子夏柳青。我不下结论，只说事实啊。因为这次可能会和全姓干起来，我自己带了几个帮手，王振球并不在其中，他自己搅和进来，我只能说耐人寻味。对了，和我联系的全姓叫金凤婆婆，和夏柳青渊源极深。你说，都是你说的，你这张小嘴真能说呀！所有的东西随您求证。小明，去打听一下这个王振球和夏柳青的关系。小张啊，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想怎么办呢？我只是来送信，您几位拿主意啊？别，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不管他们来不来，干什么，让我先来的目的就是给您这儿添乱，越乱越好。他们要乱，我就给他们来场乱子呗。因你而起的乱子。没错，如果用钻牛角尖的方式思考的话，您和我双方说有仇也不为过。他们要的就是这个。让小明通知门人做好准备，都带上官员。官员？我们门里的小东西。按下它，所有门人都会知道在何处发生了异状。好，知道了。你跟门人都交代清，该怎么办，你已经知道了。小明已经查清了，那个王振球和夏柳青关系很深。不过他毕竟也是公司的人，真有什么状况的话，我建议隔离他，不要太狠了。唐校长，怎么了？我就是感慨啊，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周旋在全兴和我唐门之间，你还真不愧是张怀义的孙子。唐校长，我爷爷当年和唐门的往事，您能不能……告诉你也没什么，因为到现在我们也是一头雾水。事情很简单，当年你爷爷夜闯唐门，被师兄杨烈发现，师兄要我们守好唐门，自己就追了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就传来了师兄和其他一些名宿与你爷爷在山中同归于尽的消息。具体的细节我们也不知道。那我爷爷为什么要夜闯唐门？我怎么知道？这个答案随着张怀义与我师兄的死亡，可能再也没人能告诉你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小张，要不要动手？好。摆了这么大的阵仗，他们来了倒好说，
要是他们没来，张楚岚，哎呀，没来就真收拾我呗。您门下想收拾我的人太多了，您叫他们给我留条命就行，出出气得了。谭校长，既然谈崩了，咱们做的真点儿，给我做点伤。行啊，来，您照着鼻子来，看着血了呼啦的，严重的。用不着那么做作。我说，你们唐校长到底用的什么手法？就快到了，官员显示就在面前。停下来！走吧！刘哥，这没用，我试过了，不行。小凤，解决了？解决不了，没办法的。小凤，小凤怎么样？暂时看不出什么，就是昏过去了。刚才明明看到他身上，我也不清楚。你们去老校长那边吧，这里我看着。就是那个什么尸魔的手段吗？是也不是。他们现在身上的这些东西确实因尸魔而起，不过这些玩意儿并不是尸魔的，而是他们自身三尸的显化。你们知道四张狂吗？知道，全姓的4个妖人，对应着9色财气4种恶习。小龙，你喝酒吗？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断人稀，无才仕路难行，无气倒被人欺。4张狂真只是这4个字，才没什么好怕。借麻醉以逃避，迷恋于任何形式的快感，不加节制的占有，任由情绪来主导自身，这才是9色财气恐怖的地方。不过说到底，这4样更多是来自这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影响。但三尸不同，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3种原罪。据说厉害的修行人能够彻底抹除三尸，对诱惑不动如山。可这个尸魔奇异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抹除，而是控制了三尸，显化出来为己所用。沾染了尸魔的人，三尸也会被显化，但却无法控制，如影随形，一生被其所困。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一辈子算是废了。没有彻底抹除三尸的方法吗？有，而且说起来简单的很。你有一颗坚如磐石、绝不动摇的心就行。这方法简单吧？
你能体会其中的难处吗？在体内都难以除去，何况现在显化出来，日夜骚扰他们。没想到一个尸魔就……不，这正是超出我想象的部分。虽然没有面对过，但一看到他，我就叫没人加以防范了。确实有个别人中了招，但被尸魔引逗出来的三尸，并没有再引逗其他人的功效。而真正让我措手不及的是另外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他的来历，但那孩子与屠军房一样，拥有操纵自己三尸的能力。虽然只有2只显现，但那却是远超屠军房的尸魔。这是什么？不行了，金凤，走，快走！小子，老夏和金凤都折了，撤！啊！收手！大致就是这样。拥有比屠军房还嚣张的尸魔，权性还有这么厉害？这么大的阵势都是套路，还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提前说了，怕骗不了这帮权星嘛。反正唐门的人也不会对你们动真格的。对了，你们一路见到宝儿姐没有？没啊。这，就是那个什么尸魔的手段吗？是也不是。他们现在身上的这些东西，确实因尸魔而起。不过这些玩意儿并不是尸魔的，而是他们自身三尸的显化。你们知道4张狂吗？知道，全性的4个妖人，对应着9色财气4种恶习。小龙，你喝酒吗？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短人稀，无才仕路难行，无气倒被人欺。4张狂真只是这4个字，才没什么好怕。借麻醉以逃避，迷恋于任何形式的快感，不加节制的占有，任由情绪来主导自身，这才是9色财气恐怖的地方。不过说到底，这4样更多是来自这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影响。但三尸不同，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3种原罪。据说厉害的修行人能够彻底抹除三尸，对诱惑不动如山。可这个尸魔奇异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抹除，而是控制了三尸，显化出来为己所用。沾染了尸魔的人，三尸也会被显化，但却无法控制。如影随形，一生被其所困。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一辈子算是废了。没有彻底抹除三尸的方法？有，而且说起来简单的很。你有一颗坚如磐石、绝不动摇的心就行。这方法简单吧？你能体会其中的难处吗？在体内都难以除去，何况现在显化出来，日夜骚扰他们。没想到一个尸魔就……不，这正是超出我想象的部分。虽然没有面对过，但一看到他，我就叫没人加以防范。确实有个别人中了招，但被尸魔引逗出来的三尸，并没有再引逗其他人的功效。而真正让我措手不及的是另外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他的来历，但那孩子与屠军房一样，拥有操纵自己三尸的能力。虽然只有2只显现，但那却是
远超突军房的狂暴尸魔。这是什么？怎么可能？不行了，尖峰，走，快走！小子，老夏和金凤都折了，撤！啊！收手！大致就是这样。拥有比突军房还嚣张的尸魔，权性还有这么严？这么大的阵势都是套路，还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提前说了，怕骗不了这帮权性嘛。反正唐门的人也不会对你们动真格的。对了，你们一路见到宝儿姐没有？没啊。老校长不会嘱咐过，不会真下重手伤你带来的人。不过你的这个朋友要是太棘手的话，难保他们在这儿啊。没事吧，宝儿姐？没得事。我们的人没有为难你吧，小姑娘？为不为难我不晓得，就是我去哪儿，他们都跟到，还老偷袭我。后来就都遭我偷袭了。别听他吹，陈校长，您的人一定是手下留情了。涛涛，你也沾上尸魔了？赶来帮老校长的时候，被一个小子的手段扫到了。那东西叫尸魔，突然蹦出来吓我一跳。吓一跳？就这么简单？冷静下来。一个个。唐校长，这两个快不行了，要不先把毒解了？解毒？他们还是死在这儿干脆。张楚岚，你要是觉得太残忍，我可以帮他们一下，让他们走得痛快点儿。别呀，张爷，人在你们唐门漏网不假，但这么随意处置不行。怎么不行？他们是权性，我想怎么处理都可以。权性不假，他们主动惹到您也不假。但这些人也是公司挂了号的，而且这些年的规矩，抓到活的一直都是移送公司的。张楚岚，你这是抬出公司来压我。张爷，我就事论事，他们刚才要是真被打死了，我什么话都没有。但现在没死，而且没有反抗能力了，您直接弄死有点儿。别争了，涛涛，给他们解了毒，关起来。师兄。你认真的？很认真。第一次见到那东西，确实有点生气。不过回来想想，谁还没点？还是算了吧。他现在谁都不想见，尤其是你。也是，要是我心里那点龌龊想法全都能被人看见，我也不想见人。不行，还是不行。小凤，记得别调动气息。三尸这种东西其实是有机会彻底消灭的，别放弃。真能灭掉三尸，你会不可限量。如果我灭不掉的，如果我一辈子都灭不掉的，老师，我不想止步于此。老师，你帮帮我。小米，教你。
这都是那个王振球身上带的。空的，这是装傻的。这人好歹也是公司的，这么拘着没事吧？反正都是老校长的意思。你们内门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啊2位堂爷隐退也就算了，一些叔叔辈和平辈的内门好手，1年了也露不了几面。每次一问起来，就是在外面做事，做的到底什么事？如果这次他们都在，根本用不上那些什么没经验的新瓜蛋子斗士。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这些年确实太平，除了我师父明叔那样有教学任务的人，其他人真没必要都待在门里。不过我觉得这次之后，老校长会考虑招这些人回来的。秋山，你说突然就失去了意识，对吧？小明，你查到的结果说说。吕家的叛徒吕梁，可能性很大。小明，你出去吧。另外，我们不发话，谁也不许来打扰。是。二位，你们觉得这帮全姓是来干嘛的？不清楚，审审不就知道了吗？但要审的话，山上只能我们3个亲自审，尴尬吗？我其实都不太关心他们来干嘛，咱们是唐门，跟咱们找事儿就灭了，管他干什么来的。我现在关心的是咱们内部的问题。你什么意思？自己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这次门人受伤以及惹上尸魔的人名单。你到底想说什么？很简单，内门不行。内门不行？内门怎么不行？别忘了，按门规，你那些引以为傲的外门弟子当中，有些是可以转入内门的，比如那个陶陶。他本人愿意的话，可以变成唐陶。要脸吗？你想用这种烂到根子的破规矩毁了唐门吗？唐门就是自引入外姓后大兴的，内门想以一个唐字压下百家姓，本来就是痴心妄想。唐妙兴，你老东西退下后，内门还有谁够资格接替门长的位子？难道是秋山这个笨蛋吗？老张，你吵就吵，提我干嘛呀？所以呢？所以你把宝都压在丹师上边了。我什么我？你真以为你在为内门好吗？丹师是个多危险的东西，你比我清楚得多。你也好，其他人也好，虽然咱们内外门有别，可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听风观海俩哥哥怎么回事？别说了。哎呀，老张啊，别说了啊！你的意思，门长听懂了。门长，让门长自己。只有更多的杨烈师兄出现，才是唐门之福。这是现实，你得接受。老张，杀了夏柳青，让张楚岚滚蛋。还有，赶紧召回你们内门那些人。列祖列宗在上，妙心做错了吗？没错，就像陆哥你说的那样。等，哥，太乱，我没听明白，你再给我说次。首先，小张认定全姓大概率是利用他来浑水摸鱼的，而且他自己其实也很想进入唐门了解当年旧事，所以他反过来把全姓当作礼物献给了唐门，借此换取唐门一点点好感。而他真正要做的是利用唐门来控制住全姓，因为全姓此行的目的也需要搞清楚。还有一点，让他去唐门的金凤婆婆是个只对无根生感兴趣的人，所以全姓这次的目的很有可能和小张想了解的旧事重叠。总的来说，他这次的真正目标本来就不是唐门的长老，而是这几个全姓。鸡贼啊！你不是张阿莲，你简直就是张鸡贼！哎呀，我哪儿鸡贼啊？那些老家伙才是。很可能从一开始我的算盘怎么打，人家都清楚了。
所以那个张掖审都不想审，直接就想灭口。现在人落在他们手里，他们绝对不会让我和金凤婆婆有接触。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弟子没错，只是弟子一直以来顾虑重重。如今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机会难得，弟子不会错过了。老校长要见你。金凤呢？金凤怎么样了？他没事。夏柳青，问你几个问题，答案我不满意的话，你们俩现在就去死。锁已经打开了，铃子也都给你弄回来了，随时可以走。张楚岚，你们不是想看吗？来，我让你看，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这谁？夏柳青。嚯，可还挺美。当俘虏当了这么自在，我还是头回见。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都来了，都来看咱们了。哎，金凤，做俘虏啊，哪还能挑剔呀？牢房也是很紧张的。我听老文长说了，你最后还是很在意我的。放屁！我就应该让你个老鬼毒死在那儿！喂，唐淼星，你什么意思？把我们关在一起干嘛？给我换件裤子，换一件！怎么回事？怎么弄一块儿去了？金凤，来，师弟这边。我知道你在意我。你住嘴！张楚岚，你自己看。你这个老东西！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没来得及嘛。昨天我审了一下，作为交换条件，关在一起，夏柳青才肯招供。他们这次，师兄，夏柳青和金凤不能留。同意。张楚岚一下山，这2个人就得死。不过师弟呀，全心还有漏网之鱼。如果张楚岚从其他人那里，从其他人那儿了解就了解呗。其他人不也没证据吗？这次他走了，还想再踏进唐门一步，来了连他一块儿收拾。满意了吧，张楚岚？你非说要代表公司确定这2个权姓还活着，你才肯走。现在确认了吗？确认了就赶紧走，这儿没你事儿了。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不让我们杀人，我们没杀，不但没杀，毒也解了。人活蹦乱跳的，你看见了，够给你面子了吧？你说公司想要这2人，好，让公司派其他人来谈，我们不想跟你谈。你现在就给我离开唐门，请吧，武松。师弟，你跟一个孩子这么严厉干什么？不过张楚岚，你确实该离开唐门了。只要你离开，这件事就算有个了结。其实呢，你爷爷跟唐门有些过往，但跟你没关系。我个人对你也没什么恶意。你代表公司，那我自然就代表唐门。在今后做事当中，如果公司和唐门有了交集，我希望是双赢。今天借这个机会，不光对张楚岚，也对着咱唐门弟子，我给各位写忠告：各位要为人诚实、永志信义，这些当然必不可少。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在于一个韧字。接受不了打击的人是成不了事的，
绝不要一时的挫折就轻言放弃，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张楚岚，唐校长，你怎么了？不是唐校长，是我的旧伤发作了，让我躺一下就好。你们赶紧把他送回房间吧，师兄。师兄，你什么意思？看不出那小子在装蒜？有什么看不出来的？他装蒜又能怎样？无非一个托字。你之前说的那番话又是怎么回事？多年太平，这是对咱们唐门的年轻人是件好事，是个锻炼。事情告一段落，我总结一下，有问题吗？师兄，你当我是傻子吗？你到底想怎么样？哦，我想怎样？难道你觉得我想不利于唐门吗？你会不利于唐门？不，我从没这么想过。我只是担心你太过于执着这个唐字。别忘了，好心办坏的事情可多了去了。哎呀，你们怎么又怼上了呀？你俩都来，那些染上30的孩子又闹上了。哎，走，都跟我走。哎，我就不去了，有些累。好，您歇着，我跟老张去。哎，老张啊，我做这个门长，你服吗？我说我服，你信吗？除了脾气比他好点外，你哪点也比不上杨烈。但是杨师兄死后，现在唐门之中，从各方面看，都没有比你更合适的门长人选。我不行，秋山就更别提了。怎么又有我事儿啊？谢谢你，老张。别谢我，我实话实说而已。而且这么多年来，你对内门的所作所为是错的，这个看法到什么时候我也不会改变。我就是因为这个谢谢你。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会把你的想法坦率告诉我。秋山，我接下来的话，你来做个证。啊？哦。老张啊，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只要你答应了，这帮全姓的事了结以后，你做事不必再听我唐妙心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哪怕你想把冢里的内门人都叫回来也随你，只要他们听你的。答应你一件事？什么事？这件事还不到对你说的时候，但我现在就要你答应我。开什么玩笑？现在不说，将来你叫我去死，我也得答应啊！对，我真叫你去死，你也得答应，敢吗？对，我真叫你去死，你也得答应，敢吗？好，我答应你。哎呀，这叫什么事啊？你要老张做事，你得告诉他什么事啊？老张啊，你也别较真儿，师兄什么人你不知道，怎么可能让你去死啊？行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们去忙吧。我不行了。张楚岚，没事就别装蒜了。当时我还真以为你被唐门长用暗器毒掌之类的给阴了。被暗器？是说你在山上成天看经书还是看小说啊？老门长只是捏了我一下而已。少废话。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陆哥，我现在旧伤不能动，受累你帮我跑一下。你去找唐文龙，就说我现在还下不来床，但是我无论如何想在下山之前单独见见老门长，一定要守着唐文龙，
亲眼看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唐门长。好。什么？唐文龙联系不上老门长？联系不上？对啊，我哥说唐文龙给老门长打电话，电话关机了。他带着我哥去老门长的住处也没人。不对呀，现在这什么个情况？等，刚才我说了，只要我一出唐门，夏柳青两人必死。现在最大的麻烦是唐门不让我接触他们俩，但唐妙兴门长不一样，很明显他在给我机会，不应该呀。按我的想法，现在他应该等着我去找上门才对。我攻不破夏柳青的口子，肯定会从他这个立场忽然暧昧的人身上下手啊。联系不到人，再等等，再等等。啊，还是没找到你们校长？他也没跟我们在一起呀，哪儿都找不到了。哦，哎呀，不用担心，师兄估计跟你吵完郁闷了，朝哪儿躲清静去了。秋山，你去一趟唐冢。去冢里？那里除了祭祀，平时没有门长同意禁止入内啊。我走不开，其他人都在山里搜索漏网的全姓，而且他们更没这个胆子私自过去了。你不去谁去？快！如果冢里也没有，那师兄可能就遇到危险了。行，我去，大不了家法嘛。喂，你们确定老校区周围什么异常都没有？查仔细了。另外，盯着张楚岚，只要他能起来，就让他滚蛋。联系不上，唐文龙确实卖力气帮我联系了，不像装的。啊，都猜错了。阿莲，看来这位老门长根本不想见你。被看住了。在今后做事当中，如果公司和唐门有了交集，我希望是双赢。接受不了打击的人是成不了事的，绝不要一时的挫折就轻言放弃。唐门长，你不会是这个意思吧？怎么？他确实是在给我机会，只一次，就是现在和唐门掀桌子的机会。跟唐门掀桌子，什么意思？简单，白天唐门长说了一堆都是说给我听的，概括就是过了今天我就没机会了。今晚我自己可以看着办，如果我够胆子的话。看着办？你打算怎么办？我的目的就是唐门全姓两头挑，最后让唐门收拾全姓，我再接触金凤。这一点恐怕已经被他们识破了。但是除了怂恿我的唐妙兴，恐怕没人能意识到我会为此做到什么份上。今晚硬闯也要见到金凤婆，必要的话就把他们救出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和全姓合作过这件事，就已经有些欠考虑了。现在你要为了全姓和唐门决裂？师叔，这件事谁都有资格说我，你没有。前几天也不知道谁跟四张狂一起与正派大战来着。这有可能和唐门开战吗？师叔，还有2位，我这次求你们来就是保护我的安全。实际上，3位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的行为近乎作死，已经没什么可保护的了。3位要走的话，现在就走。张楚岚，我有一个问题，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跟吴根生的下落有关。具体呢？我懂了，想了解，我也要付出代价。我也有一个问题，张楚岚，你在作恶吗？绝对没。武断了问，作恶却不自知，常有的事。我自知，我知道自己的底子是善良的。这话可就更狂。狂吗？我对别人和自己的要求都不高，至少在这次的事情里，我不会因为别人的苦难而产生一丝快感，只会变得低落。来，起来。干啥？早上出来不行了。
不行了？怎么就不行了？祸害1000年啊！我看这张楚岚肯定能活。师叔，这是条贼船啊，而且对岸从来也没有你想要的东西。我已经不是天师府的人了，但你还能叫天师一声师爷，我得看着你。天师府的人不能走偏，是吗？那太好了，林哥，还得收雷您联系一下唐文龙，今晚对所有人都很关键。文龙兄啊，抱歉，这么晚打扰你。张望和秋山前辈现在休息了吗？方便的话，这样啊。按照唐文龙说的，这2位都没在那里。当然，他们在干什么是不会告诉我的。反正没空见我，爱忙什么忙什么，给我点时间就好。真是天助我也！张楚岚，你们干什么来了？啊，张爷想通了，让我审一下里边的这俩。张爷，你等等，我问问。动手了，真的对他们动手了。阿莲，快进去吧，没时间了。真的可以吗，明叔？什么都没看见，这样就好了。其他的装看不见还说得过去，这种事我将来怎么交代啊？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嘛。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让他们找我。不是，这老校长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要特意交代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唐彪，你觉得老校长会以损害唐门利益为目标做事吗？我不相信。会不会是假冒的？之前不是咱们有人假冒唐门的人偷袭了秋山老爷吗？你觉得我会分不清眼前的校长是真假吗？从门口动手那时就算捅了马蜂窝了，守卫不应该这么悠哉的反应。张楚岚，你怎么进来了？啊，张爷同意让我见一下金凤和夏柳青，门口刚确认过。问问。哦。钥匙。张楚岚，你小子还真敢干呢！炸了！怎么了？没得死。林哥，守着点。终于到这一步，不得不迈出的一步。这之后的俘获我完全无法把握，也只能听天由命了。跑儿姐，二位，你们这次来唐门的目的，说说吧。我们是小瞧你了，没想到啊！夏老，场合不对，咱爷俩没时间斗。我数到3，听不到答案的话，活泼死。你们站出来！你给关进了是吧？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敢拿金凤威胁我，是不是我夏柳青这几天没活动，你们就忘了我的手段了？站出来！你敢伤金凤一根毫毛，我绝不会放过你！我会把你身边的人一个个全弄死，最后我把你剐零碎了！我。二。哎呀！
我杀了你喂狗我！我说，你放过金凤，我说，我们是为了找一个人来的。谁？许昕。许昕？36位之一，唐门的。等等，你说来找许昕？对，送汤秋山那儿确认了，还活着。陆锦的事儿您不知道，那这个呢？是这个呀，36人的名单嘛。公司对甲申之乱了解不多，但还是下了些功夫的。这36位的名单，其实你从我这里也能得到。您毕竟不是亲历者，我以前没资格，也不敢接触您，所以搭上的是陆锦那条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上面的名字。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这上面确实有董昌、许昕。这2个人就出自唐门，你不会是认为我爷爷从家出来第一站就直奔唐门，不会没有理由的。如果真的是因为这2个人，那你确实有必要去一趟。唐门是个很封闭的流派，如果全性的目标和36人无关，那么在唐门主动开口之前，公司是不方便介入的。你马上离开。如果他们的目标真是36人的话，那就要细究一下了。您拨打的电话现在无人接听。搞什么？刚才一会儿一个电话，现在就不接。唐文龙，抓紧。为什么要找许昕？我想知道当年掌门在和那35人协议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吧。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放了你们，你们还要不要继续？要。好，问题问完了。你们坑我来唐门，我坑你们当俘虏，扯平了。婆婆，合作吧，像上一次一样。我也想见我这位干爷爷。可以，不过我还有个条件，如果在过程中和唐门的人交了手，你们就算自己死，也不能让对方死，不，对方重伤都不行。放屁！什么狗屁条件？夏柳青，就算现在咱们都落在唐门手里，我活下来的几率也比你大。算你狗屎运吧，咱们都活着从唐门出来。如果这期间你废了唐门任何一个人，你放心，我一定会弄死金凤婆婆。不，你是疯了吧？金凤找你了！我去，你刚才我就来气，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小崽子在这儿？老杂毛，轮不到他张楚岚，就轮得到你说话啦！你别急呀，他这不是老针对你吗？张楚岚，我答应你，谢谢。婆婆，刚才对不起了。都怪这老杂毛，这种时候还跟你斗。我刚才受的罪得算他头上。金凤，我看不透。快把2位放下来。哦。王爷，张楚岚跑了。啥？跑了？不对，他要走，我放鞭炮庆祝，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你真不愧是36贼的孽种啊！张楚岚，贼胆不小。唐彪，监控里看见张楚岚没有？秘书，这……王爷，我正要和您汇报这事儿。刚才我有点私事儿，和小彪离开了一会儿，抱歉，一个没看住。现在张楚岚确实去了夏柳青那儿。唐明，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接受任何责罚我都没意见。我问你，你们老校长到底在哪儿？还有秋山，现在他也不知所踪了。这个，弟子确实不知。去，把住所有校区出口，在校区外戒备和搜索的人也都给我叫回来。
好了，小彪，做你该做的事吧。各位，张楚岚和全性妖人现在已经从地下室逃出来了。张楚岚和全性妖人逃了。张楚岚和全性妖人逃了。和我们一走，要不要去看看？别，咱们只要看好咱们这个就行。对，看好咱们这个。 走，去，分头堵住所有出口，让他们一起向地下室方向一点一点给我搜过去，一个地方也不要漏过。唐彪，我们现在在哪儿？进入监控的死角，应该正往楼上来了。那边区域的监控都被他们打坏了，现在看不到地下室的部分。搞定。 他们连您的家伙没收走，怎么可能？他自己给我送回来的。哦，这么说你能来放我，也是唐妙心给的机会。老夏，想想唐妙心最后说的。站在你们的立场上，你们想怎么做都是天经地义，但不替对方考量，做事完全没有余地的话。 就像现在这样，你们不但得不到想要的，而且绝不会有好下场。这老小子的意思跟张楚岚一样，对他的唐门宝贝留一手。你说他想干嘛？谁知道呢？这边没有，那边看看，这里没有。 怎么办？退，换路。小豹、星哥，找到那些家伙了吧？还没有找到吗？没有。虽然你们几乎都没有经验，但是我对你们的手段有信心，而且你们都接受过我的训练，地道的唐门风格，对吧？嗯。老唐门从不和人较量，所以没有对手。 只有目标，唐门的目标只能去死，动手吧。明白。哦，连声音都变了，厉害呀！玉华毒什么时候潜进来的？好几周前，门卫的老头就让我给换了。唐门的人声音、外形都被我了解的差不多了。动手那天。 我和老冤头都在外围，打架不用指着我。老冤头没露面，就是以防万一。参别全军覆没。得知你们失手了，老冤头马上就拉了援手。现在屠军坊吕梁已经和老院他们会合了，在老校区周围躲着。本来是合计着捞老夏，风险太大，新来的也不愿意和老院屠军坊合作。要不是冲着经费，还真不来。你说吕梁也来了？对呀。 哦，对，那小子对付过你。怎么样？还继续的话，我通知外面的人一起行动。可以，但是有点变化。啊，动起手来不能废唐门的，这有点疯狂了。看来要不是老小子唐妙星放水，我和金凤都交代了。管他打什么算盘呢，反正命是他给的，
这次我卖他面子，告诉那几块料，要来就答应我，要不趁早别来。行，随你。炮旋头果然怂，侯军坊也不来。这老滑头，几枚上去就能逃出去了。那个什么婷婷好像……你别插手这件事，听话。我都受不了龙哥对我来传。稳住，婷姐。龙哥，人家还没找到嘛。什么时候了？正经点。哎，莎莎，唐平怎么样了？宝儿姐，这回你扮的人不熟，真有问答一律不回，我们替你圆。龙哥，莫管那些了，你先后头再找一下，我们分头。好。婷婷，一起吧。翻车了！果然，婷婷脑子再不好，这种时候也不是那个反应。关远了，不能让他用。赌场开到最大，只要能拖延一瞬，只要能按下关元，就赢了。血不胜利，这更恐怖的是，赌场完全不起作用。令你死时！一生三重，越接近气化，我身体的结构越纯粹，也就越难以把它结构破坏。这种程度的赌场，我可以。宝宝，你的刀借我一下。玲珑被他碰了一下。陆玲珑，你傻丫头装什么老江湖？他们的赌场不光走血液，除非你现在砍了整条胳膊。哎，真是青色一点退的意思都没有。哥，我白挨了一刀。知县，不管真傻还是假傻，这姑娘是真愣啊！快走吧。等等，带着她。哥哥，张楚岚，你们接下来都不要反驳我。张楚岚，你还记得你救我那时候的思考方式吗？果然有人守在1楼通往地下的出入口，还真是巧。幸亏换了伪装。龙哥，被打伤了，我们送他出去。可以，但是先把你。
你也想跑死？那不得行！什么时候？我不走，宁姐，我不走，我知道错了，我投降。我来装鬼！婷姐，你们都起嘴，记得通知王爷。还不快起！是。知道了。果然，他们要去的只有那里了，堂主。真的要去吗？没有门长的同意，我们也能去？废话，什么时候了？通知其他人看好家，你们几个都跟我去。追，别他们跑了！可只有咱们几个追上去，是不是不够看啊？拖他们一会儿总做得到吧？还真让老夏和婆婆他们逃出去了。这个阵势，如果没有玉化毒帮忙，我是办不到。多亏老夏在楼里闹腾，把他们都引回去了，不然接近这里都费劲。动手吧，帮婆婆他们减减压。看见了，那边！有埋伏，小心！毒场又开了，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被什么攻击了？谁？出来！有种出来！毒军阀，还有那个什么，连名字都不知道吗？无所谓，我们是小爬虫，你的对手才是大咖。停停！住手！住手！再把拉着点，拉着点！婷婷，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张楚岚。说的对，罪魁祸首是那个狗东西。之前追上去的那几个说，他们往城里的方向去了。堂主，张楚岚，你到底想干什么？好，陆连龙交给你们了，看好家。没问题，这活适合我。快，止血！止血！长路线，爆炸！爆炸！霍爷，你们两个就到这儿吧，回校区看好家。我不，老子非要亲手收拾那个张楚岚。带着吧，这年头别说他们，就我又能有机会动真格的机会。霍爷，这是夏柳青他们干的。不像，夏柳青那边已知的几个人里，没有这种手段。他们是被很细的银针打入穴位才动不了的。对方手下留情了，位置准就不说了，入针的深浅全部一致，每一根都恰到好处把针尾留在体外，这是为了方便起针。王爷，咱们会玩这个的也不少吧？有做得到的吗？用了2处，应该没有毒，不，一定没有毒，不然的话，刚刚这一胜我已经彻底失败了。果然，这批水平上去了，居然一个穴道都没打中。他们还真有点气势。记住了，别碍我的事。懂，我们打酱油就好。我真不行了，得帮忙。地格掉了，丁哥。水点方向10米，3个，解决了。下呢？用针的更紧手。要想不让我们出手，这么多人你可全得看住了。尽量。余亮是我定岛岸。就你会用针？高个的竹叶青被打散了，什么手段？没什么，简单的劈空掌。
多不可怕，但都能给彼此加分，这就头大了。倒是凶呀，被几个师兄师叔围起还能还手，但是也没有出乎我的想象，所有动作都看得懂。想错过和梁浩杰执意交手的机会。想上，去吧，在真正的对决当中，体验一下观众和下场的区别。晓得。劈工场电开了，脱臼了。打开的不止手臂，整个身体的中心都。这里倒是太奇怪了。哪个白痴？女的，有的手中了。你导演，你个龟儿子，老子死都要被你打出来了！婷婷，哎呦，弄个关心我，要进贼，头里有头里有气贼，雄气腾腾的，你可还比做得到？你没事吧？糟了，糟球了，这是龙国的怀抱啊！早说的有这待遇，再多挨几巴掌也可以。我不行了，我好冷了，抱紧我！没事就好。那是。有人吃的百家饭，也有人学的百家艺。吃百家饭的一定有好人缘，学百家艺的一定是块好材料。这就是丁道安。百家艺，虚数吧。到底有多少家我不关心，但就这一门劈空掌的水平，王爷，您说的对极了，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判官和下场。别灰心，以后多和门里的好手练练。练习是游戏，是模拟。这些人不一样。我说的不只有战斗这一件事，他们的行为我不做评价，但他们的素质绝不是靠着在课堂上的模拟得来的。王爷，跟他们比，我们算不算已经无所事事了？暗查，这3块料，什么情况？都停下了。老丁也有点压力了。面对地形线这类玩意儿，要么逃，要么能找到对方。这3个却一动不动，但注意他们彼此的距离。这个距离，即使是老丁也只能选一个攻击，但他们却能彼此照顾。那股浓浓的恶意，就算这个距离我也能清晰闻到。恐怕老丁出手的瞬间，他们会无视同伴，全力对老丁下手。可要我说，最恶心的还不是这3个，看那边2个，尤其是那个胖子。那个胖子贼得很，他既不出手，也不退出老丁的攻击圈，只是不断站住老丁的死角。这么说吧，你有5个对手，每个对手的可恨程度平均值1拳的话，这胖子值得大嘴巴反复抽。都住手！出来！我是唐门武术学校政教处主任张望。出来，丁道安，我有话说。为什么手下留情？果然。为什么？私闯唐门禁地就不对了，还伤人？您当我和他们那些人一路货色？哼！而且不只是我不在场就算了，我在场的情况下，跟我一起来的也不能胡乱伤人，索性就不用他们动手了。我要不行的话，他们带着我逃就好了。我再问你，为什么来？我问你，金凤婆婆，一个慕名的前辈，折在唐门可惜了。如果接下来你会见到她的尸体呢？
那他也只能认命了。我们出手在先嘛。好，第3个问题，你们已经知道去唐种的路了，对吗？嗯。好，领导官，还有那2个混蛋，来，我带你们去找金凤。王爷，老门长还没找到，如果有什么人能够对付老门长的话，恐怕就是这个丁。不，你们不用管了。咱们这位唐门长一定没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张楚岚、夏柳青、金凤，还有丁道安也一样，都是你用来压制外门的一张张牌。丁道安，不管死活，你接到金凤后会离开吗？走吧。不过师兄，我的牌也已经打出去了，一切还未必如你所愿啊。那个玉画图就这么溜了？走没走不知道，不过可能会动手的场合肯定是看不到他了。嘿，能帮咱们到这儿，就算他胆子大了，真打架也指不上他。反正最后有好东西分他点儿，有新鲜事告诉他，就算他的报酬了。吕梁那小孩的手段真好用啊，这么轻易就从那个唐秋山嘴里问出实话了。这些八卦石阵密布在校区后的山里，要去到唐种，需要见到第1个石阵后，开始按正确的方向转向，一共9转。这是第8转了。刚才就在意了这上面的符号，这叫单视图。单视图就是唐门那个单视。对呀，这实际上就是使用制造单视时的行气路线。这不是唐门最大的秘籍吗？就这么，就画在这儿，你照着练试试，找死！其他的手段都是入门容易，越往深了越难，越往深了钻也就越危险。单视不一样，单视缺德的地方在于入门就等于会了，但入门极难。行气的法门、身体的基础，还有靠外药喂食改变的体质。最难的，据说还要看破生死关，因为要是推开那扇门想退，可退不回去。不是那种不怕死的看破啊，而是必须要有完全漠视生命的境界。这个东西难在不面对死亡的一刻，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种状态。一旦状态不对，却又打算在体内第1次制造单视，那就会成为这天下制毒的牺牲品。小姑娘又踩机关上了。总算来说没得事。对，没事儿。唐门的大型机关都拆好几10年了，这是我们头亲口告诉我的。不止唐门，会机关的流派和个人都不许私搭乱建，但凡涉及自动触发、大型隐蔽类的机关都不许设立。而设立呢，则必须申报登记，要公开化、可视化，以技术传承的形式存在。据说当年费了好大劲儿才搞定唐门的，而唐门这一带头，其他小流派自然也就都答应了。他唐门可以在任何事上不理公司，但这是底线，这个不行。哼，这要是我的机关，我可不答应。嘿嘿嘿，要么您是人人得而诛之呢。看见了，第9阵。看来是我多事了，好像停下来了。哎，张楚岚，你不是说机关都撤了吗？没错，我们头不可能骗我，公司也会定期检查的，这是公司仅有的能介入唐门事务的权限了。都别乱动，到底怎么触发机关的？咱们，金凤，没事，不再要害。凤宝宝，你又猜到什么了？宝儿姐，有人考过来了。你们什么都没触发，因为非个人大型自动触发型机关，确实已经按照约定都解除了。啊，我从今天开始上机关课，学习制作总弦。没错。听说咱唐门的机关不是都撤掉了吗？对，全撤掉了。
但这最后一处石阵的机关框架都保留了下来。他哪都通，也不能逼咱们唐门的手艺失传了吧？这也是我和其他老师们想出来绕过公司管制的办法，把原来自动触发型的总弦改变成个人控制型的。拔掉总弦，这里只是一个废弃无用的机关框架；插上总弦，这里的机关才会被激活，并且你制作出的总弦只由你的气来控制。有咱们炼气师的配合，这点小功能还是可以实现的。这样一来，这里所有的机关就不能算是自动触发的。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个人机关，不要聚在一起吗？猎物就该四散逃命。引线，这是天师府的掌灵玉，那这就是金光咒了，好厉害呀！直接破了金光，万幸，很轻。这家伙，灵玉，我可动手了，来吧，师兄。就这个力量，绝对不输荣山师兄。险，好险！出手的一瞬，脑袋完全空白，直到此刻才意识到，如果不是我运气好，刚才已经杀人了。这身法结束了，瞬击！瞬击，近身遭遇时与强大目标对抗的一种刺激手法。迅捷固然是其要点，但更重要的是密集均匀的节奏与力道。刺激时，为了提高速度，不要刻意追求精准。如果密集的刺激能够解决目标，自然没话说；如果不能，在那一刻，他对于刺激本能的适应就是他的破绽。这时，他绝难防御那突然大幅提升速度与力量的最后一击。这最后一击需要精准击中对方要害。记住，把这种控制力的转换训练成本能，才是瞬击的精髓。就是那里！鹦鹉雷掌！我在干什么？糟了！我会翻车！果然，最危险的是那个黑色的东西。这一掌打不中，那还是什么胜利？差点就被搞定了。和门里有些毒的小怪类似。早知道这方面多下下功夫了。别慌，找机会，还有机会。这次绝不犹豫，这次一定下手。哇，都被这堆破机关给冲散了，也不知道宝儿姐去哪儿了。她别忘了之前合计的，散了就奔堂主冲就行。没错，唐妙星在给我们放水。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只要能见到这位传说中的许昕大爷，一切就自现分晓。老夏猜的到底是真的假的？
收到，第1枚人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的，只要接触这类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兴奋。凶残的畜生，天生的坏种。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的老师为我推荐修行流派时，我毫不犹豫选择唐门的原因。我渴望鲜血，我是个天生的刺客。张楚岚，恭喜你，成为我的第1个猎物吧。什么人在接近高南？高南的任务并不是出手，而是隐藏起来控制这里的机关。错觉吧。再等会儿，再等会儿，等他的注意力再度被机关吸引的时候，我必能得手。为什么我藏得更好了？为什么有人会朝着我来啊？别想躲了，有官员在，我知道你们在哪儿。还有一个，真是惊人！自己的气息很好的隐藏掉了，目标的注意力在高南身上，非常完美的节奏。察觉了。宝宝，你去哪儿？面也做得非常好，可惜了。如果继续跟我缠斗，可能还会给我制造些麻烦。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一旦彼此分开，对你来说都是致命的。以大追为目标，下手。挡开了。不，比这更重要的是，在我将要出手的前一刻，他已经察觉了。不应该是这样。我绝不会小瞧我的对手，但依旧不应该是这样。马龙、少山，准备好，每次只有1击，击落飞石。另一方阻止对方出手，成功击落飞石可以继续。10分钟内，击落数量多者为胜。少山先发，开始。死宅男，你不会想就这么拖个10分钟吧？动手！你倒是动手吧！这个你憋不住了吧？动手！停！马龙16块，少山2块，马龙胜。不可能，差这么多不可能！王爷，你是不是背着我给马龙开小灶了？有秘密！玩这个一定有秘诀，秘诀个屁！那我能输这么惨？咱们的各门功课，我哪一项都不输给这死宅啊！这小心你闭嘴！没错，大多数你都不输给马龙。要单说用毒，他和淘淘一样，根本是门外汉。但有一点，你差他太多了，所以才拉你来玩这个。你们今天玩的这个小游戏，
是我和你们门长年轻时常玩的。如果双方的速度、反应、力量都差不多，这游戏才刺激。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读出对方情绪和隐藏自己情绪的能力。作为一个人，你当然可以拥有一切，没问题。但作为一个刺客，保留的只有将对方从生送达死的那个动作。用捡起一块小石头的状态去摧毁一个生命，这是刺客的心态。你的出手会被马龙拦下，就是因为他察觉了你出手前的情绪起伏。这么说吧，如果是那种靠察觉恶意来发动的法器，马龙基本能做到在不触发法器的情况下出手。这才是老唐门的风格。没错，我承认这丫头很强，而且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强。交手以来，她给我的压力随着对我动作的了解而上升。前两次失手的主因在我，在出手的一瞬间，我的情绪起伏了。难道是因为第一次对真正鲜活的生命下手了，不让我脱身？聪明，知道一旦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对他很不利吗？没办法，虽然这么做很不刺客。五宝护身法，土木流注。哦呦，还能更快啊！冷静，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很正常。现在首要的是完成任务。这丫头对我来说有点超纲了。高南，赶紧去帮高南解困才是正事。宝宝，各位，试着通过机关吧。这身衣服有点意思，几乎把我对他释放的所有冲击都吸收。既然有这种手段，为什么不连头部一起覆盖？姐夫儿，你先走。我走，你一个人有点够呛吧？对付这小子，丢死人了！他们里有点货呀。刚才那声音是他们的同伙，试着通过机关。为什么有这个自信？难道高南？没事了，你们不用轮流盯着我，还怕我想不开吗？哦。韩银，可惜了，各项能力都很出众，尤其是那令人惊异的气量，太冒进了。什么都可以走勇猛精进的路子，练毒不行，可惜。老韩，哎，老韩，走走，给你看个东西。不能用。嘿嘿，好交上了，知道你咋想。真不想要？真不想要，我可真不做了啊！如果高南有事，你们所有人都给他偿命吧！小毛孩子，欺负我老了是吧？养杂毛，难道
下来，停下来，咱俩就都玩完了。山河面具，二阶呀！怎么回事？他到底做了什么？我是怎么被攻击到的？陈如琪，等着！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类行为总是感觉有些别扭，但他的根基比我更深厚，使用北境苍潭的网消耗过大，而且他又会用那种诡异的身法逃开，让他离开视线之外更危险。撑住，会因为急于摆脱他而露出破绽，迈得更快。撑到那个有最大把握攻击到他的机会出现。大动脉，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记住，由于最后的一击是舍弃了控制力的急速一击，所以要把针对人体要害的刺激训练成本能。又出现了，以及那个破绽百出的收拾，这就是机会。我知道，一旦露出破绽，等着我的就是你这手。我一直等机会送给你的是这个。师叔，师叔，问你个事儿，练没练？练没练？什么练没练？陆老爷传你的玩意儿啊，装什么装？都多久了？练了没？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受之有愧。我练了，他还没锁，肯定练了。你看他那个别扭样啊！咋嘞？哎呀，通天路，通天路，这是个玩符箓的手段吧？说起来，师叔你金光咒、雷法的手段我是领教过了，你符箓这块怎么样啊？听说咱们龙虎山也是个符箓大派。我只会一种。什么符？咱俩对上的时候你也没用啊，对付我不值当用。你知道做一张符要花多大力气吗？这符对我来说更是弥足珍贵，而且张楚岚，这符用来对付你，简直就是最大的浪费。通天路，五雷符。有引雷。张明玉，你是疯了吗？不有任何理由闯山伤人，还笑得出来？这位师兄，抱歉了，抱歉了，真的抱歉了。好险，差点就失去意识了。火山也可以推敌的金黄色气团，若雷霆一般灼烧对手的白光，就连那股阴冷扭曲的黑气也是。用来推敌足够精妙，用来杀戮简直是效率低下。这就是天师傅的手段，给人留一线生机的手段，真棒。陆林说试着通过这里，虽然不知道怎么办到的，他确定这里的机关不会威胁到我们了。真的好像没什么反应。之前走到这里已经闹翻天了。嘿，过来了，真的没有机关了。真快，在他出现之前，完全没有察觉到接近。反应过来的时候，手掌已经接近了后脑。如果没有金光咒，几乎歇菜了。
都被点燃了，怎么可能？这诡异的火焰是什么？四周的环境完全没有燃烧痕迹，被点燃的只有金光。无保护身法。陶陶，如果你是考虑自身安全的话，我就再给你讲一遍。咱们练毒，这五宝护身正是关键，也是保障。调动五脏之气，心火肺金与肾水三气加外药的调和，正是练毒的关键。而生发脾土与肝木二气，则用以护身。这二气在体内形成护膜，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自己炼制的毒气所伤。懂了吗？只要不冒进，练好土木之气，你就绝不会被自己的毒伤到。不怕你骄傲，你五宝护身的水平是我见过你这个年纪里最好的，比我当年都好。别浪费了，明天开始跟我学练毒。不，我要太难吃。你是诚心请我是不是？你到底想怎么的？瞬击你不完成最后一击，让你练毒你也不练，那你到他们干嘛来了？又不是我主动来的，不是我爷爷逼我来的吗？哼，要不是跟那个老东西有交情，我会收你这种不上进的丫头啊！那没办法，明明他自己不是炼气的料，又不死心，非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那怎么着？你是根本不想在咱们唐门待着呗？也没啊，我想在唐门待着呀。王爷，您别生气，在我这的排序，哄爷爷开心是第一位的。我对咱们唐门的修行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排第二吧。总之，我不是那么较真的人，爷爷让学就学呗，又不是坏事。第二，比较感兴趣。不过我不能硬逼自己去学习，那样会破坏我对唐门修行的兴趣，反而不美了。你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滚蛋！滚蛋！滚蛋！好的。毒我是不打算练的，不过这土木之气的唐门是出刺客的流派吧？阿龙，我问你，当一个刺客的行动暴露的时候，他该怎么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这都是废话。你愿意继续完成任务，还是撒丫子跑，都随你。但不管怎么做，你都要有相应的手段。刺客的任务失败，就意味着暴露。这种时候，隐秘那一套已经没用了，往往会陷入敌人的围捕之中。就算你想重新隐藏起来，也得先突围。而这土木之气，就是我们放弃隐秘行动的护身符。将这二气用我接下来教你们的方法反运回经络内，它会变成力量的催化剂，能让你们瞬间恢复体能，也可以大幅提升你们的行动能力。这就是唐门子弟危急时用于自保的手段——土木流注。这大姐什么路子？动作快得能跟上迅雷，而且是这事儿，怎么看也和其他蔫不出溜的唐门人不一样。
烧掉了。消失了。这本就是我自己的心火，怎么会烧得伤我？好了，新的泡泡已经不行了。来，张楚岚，你想怎么办？又来！谁会给你耗啊？我懂了，他那个惊人的速度，没办法在悄无声息的状态下发动，不然他第一次对我偷袭的效果会更好。你暗中下手，但跟不上我的迅雷，逃得掉。这些火是以气为燃料的，所以能点燃金光咒，确实会消耗我的护体金光。但一下烧完我的金光可没那么容易，只要我一门心思往前冲，你拿我没辙。好刺眼！糟了，视线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不能停，集中。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金光咒上。小白长虫，好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科动物，有点意思。刚才贸然接近就吃亏了。仔细看看这金光，似乎那个白色的光带显现时，金光变得暗淡稀薄了些。无所谓了，第一次徒手试探的时候有底的，那个手感刺得进去。至于动手的时机嘛，王爷，咱们今天这是又开什么小灶啊？很简单，躲开或者挡住我的第二巴掌。啊？我刚才的动作很快吗？若真动手，你反应不过来吗？并没有。第一下就算了，为什么2下都没躲开？这就是今天要教你的下手的时机。我来描述一下你刚才的状态吧。听到我让你防住第2巴掌的时候，你有一个多余的疑惑念头。你说，我下手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在我动念的那一刻。差不多，但不准确。马龙在这方面的才能不错。今天你们2个就形影不离，互相寻找出手的机会。桃姐，得罪了。马老师，别放水啊！桃姐啊，不打你。真的？接下来1个小时我都不会打你，只许你打我，还不行？说好了啊，你抽了我1上午，才打中你2、3下，到底怎么做到的？你用瞬击那是作弊，我一旦捉住了你的杂念，我就能得手。我没捉住，或者我判断错了，那就会被你防住。
就越容易产生杂念。不用去压制，就这么观察它就行。以前望爷对我说过，思维这东西，你想压制它，它就无比强大；你什么都不做，就是看它、面对它，它自己就会慢慢消退。这就叫做观。就像水面，摆弄它，它会被你弄得波涛汹涌。你高坐在灵台上观它、看它，它最终会对你无可奈何而归于平静。这时的你，就是自在，以无为面对纷繁的妄念，终获自在。自在的你绝不是枯木一段，自在的你无不为。张楚岚，非常好。从被炫光之气闪中到现在，你的表现出乎意料，竟然到现在都保持着对这场对决的专注。如果在接下来那个决定性一瞬，如果你能一直不产生那个名为思维的妄念，我这次就放你一马。时间恢复了，遗憾。什么时候已经切入到这么近了？要不是宝儿姐，连这种时机上都没杂念吗？救人时的危机感，成功解救的一瞬间轻松感，什么都没有吗？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小心这些泡泡！什么玩意儿？宝宝，张楚岚，又来一个。夏六清，有完没？尔等小辈，还不快走，更待何时？我去，老夏这是看，前方狭窄的山谷，正如那秋山的情报。速去速去，本将军与尔等断了后。受累了，夏老爷，你自己量力而行。你俩还发什么愣呢？走啊！夏六清，你。张楚岚，无论如何替我顾得金凤周全。得嘞，多仗也不敢说，只要不是拿我们几个命来换，不惜其他任何代价。哼，也罢。别想过去！夏六清，你的手段我大致已经弄懂了，尽管出招吧。因为现在你推开我，你会把我推向能够拦住他们的方向。这也不行！走，婆婆，结果。到底是怎么攻击到的？婆婆，别分心了，快！越早到达唐州，越能解除夏老的危机。现在这几个已经这么难对付了，其他追兵一到，咱们谁都好不了。既然唐妙星给咱们开了这个口子，那是福是祸，就到唐州见分晓了。跑不开吗？多木，元儿，我以为我那个丫头就够凶了，谁这么横，把你整这么惨？元儿，过来，快躲起来！快躲起来！看那造型和手段，
我相信一个传说，有2种说法，一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未能救得被宰相魏征斩于梦中的龙王，一说李世民他爹冤杀功臣刘文静。总之，爷俩从此以后夜夜为恶鬼缠身，不得入睡。后有大将尉迟恭与秦琼请命，为君主在寝宫门前值夜。那以后，高宗和太宗终于高枕无忧。从此，世人相信，这2将的形象能具邪魔于门外，守护家宅平安。这老头的手段跟这传说很像，一旦被他察觉到你的准确位置，他就能把你推开。他还能控制这股推力的方向。不过好在，这推力不会伤及目标。不受伤也不行啊！照你这么说，这老头没破绽，他在那儿导致咱过不去呀。一个人肯定过不去，咱们一起上也不行。但配合一下就说不准了。针对意识中的破绽下手，咱们每个唐门人不都是被这么训练的吗？懂了。元儿，你打头阵。这个位置，这个视野，不管鼠辈从何方而来，都逃不过某的法眼。震动击击，够快！泡泡是泡泡，我是我，只要你有1瞬间这么想就够了。绝对够用！疼了！不需要看到也行吗？但是目标不确定的话，推力会变弱。唐妙心，你让我对这种水平的犊子们留手，你看得起我呀？是小章鱼。再挣2秒，不，1秒就够，1秒视线就可能。这一手鞭法风雨不透呀，老人家。不过你集中精神把人推出去的一瞬，浑身满是破绽。得手了！快追，马龙！发什么呆呢，马龙？你们先去。对不起了，夏柳青。虽然你我无怨无仇，但是我需要你成为我的一客。没错，一堂绝佳的实践课。老唐门从不和人较量，所以没有对手，只有目标。唐门的目标只能去死，所以动手吧。明白。真的可以吗，王爷？其他人你们可以酌情处理，但夏柳青和金凤是全姓。我记得重点给你们讲过，这帮人要搁以前，杀了就杀了，没人会找你的麻烦。那个夏柳青年轻的时候作恶多端，你们都受过唐门最传统的训练，但唐门最擅长做的事，你们却一直没做过。所以，去吧，尤其是夏柳青。没错，我做足了所有成为刺客的训练，却还根本没有入门。我所缺的，就是能摧毁一个生命的觉悟。你是我的一堂课，这堂课后，那个冷酷、残忍、嗜血的我将真正觉醒。我将敲开那座冷峻、血腥，却又优雅、神秘的殿堂之门。动手吧，马龙！
小子，你没杀过人吧？夏柳青，你难道看不出我现在满身杀气吗？哎呦，你别逗我！你想笑死我吗？你不管我，我都快玩完了。你哪儿有冒杀气？你在冒杀气了！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是个是非善恶颠倒的混蛋！我宰了也白宰。我确实是，可我懂是非，也能辨善恶。我只是选择了恶而已。虽然不知道你脑子里进了什么水，在我这儿比比划划的，你呀，良善的小兔子。你说谁是兔子？豺狼吃人，腹内饥饿而已，从不用心理建设。你，望远，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就他说你冒傻气那会儿，紧张的都没发现我。闭嘴！望远，你看着，我这就处理了夏柳青。算了吧，先给他止血，一会儿押着他一起过去。可以啊，兔子杀手搞定了夏柳青。滚蛋！有多远滚多远！你们处理了几个？啊，您要是不拦着，我就处理夏柳青了，其他人就……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呀。尸魔、吕梁，最前面的丁岛安，交过手，肯定比夏柳青给力。望远，这丁岛安、夏柳青，我让他活着。他死活关我什么事？金凤婆婆呢？哎，小宁啊，话是没错，可你这么说，我很没面子啊。而且你这个小屁孩，老想着借我的金凤干啥？跟我提好几回了。早听说当年全县恶人堆里有个从不作恶的姑娘，还把凶灵夏柳青收拾得服服帖帖。这么有趣的婆婆，我当然想见见。他们说的那个金凤从这里穿过去了，望爷赶快吧，要不然那几个家伙真没准能闯到堂冢去。不急，不急，那是咱唐门圣地啊！望爷，这帮人到底为什么要闯堂冢啊？在外人看，那不就是一个墓地吗？到了再说吧。事已至此，同是唐门，我不相信他们会任由外人在堂中胡来。同是唐门，您这意思，堂冢里已经有人了？他们是谁啊？二位，我可过去了。走！别管那么多，快走！现在都算是陷阱，也只能向前了。那是，我没看错吧？那是。少见了，几位。唐瑶、唐宇，刚才那几个外来人呢？过去了。过去了？你们就这么放他们过去了？唐宇，你们怎么会在这儿？这些年你们去哪儿了？我不管你们干嘛去了，放过那些外人擅闯堂冢，到底怎么回事？你们给我解释清楚！我解释不清楚，我只是被交代了，这是咱们唐门圣地，不适合大动干戈。他们不行，你们也不行。想知道怎么回事，一起来吧。
路说。老米，红红五子，你们怎么都在？这是……已经没我们的事了，看着吧。输了。金凤婆婆，你和你的全姓同伙擅闯我唐门，我们抓住你也没怎么为难你吧？现在又擅闯我唐门圣地，得寸进尺了吧？唐门长，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不对，走到这一步，就是被你的门人杀掉，我也毫无怨言。但我无论如何都想见见那位当年的36贼之一，你们唐门中人许昕。想见我师弟？你们全姓就是这样，你想怎样就怎样，别人如何你们从不关心。都说金凤婆婆你和其他全姓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张楚岚，你又是怎么回事？明白了，唐门长，我们所有人都被你利用了。唐门长，能被你利用，我很荣幸。我当然是来制止金凤婆婆和全姓这种胡来的行为的。哎呀，是我们小孩子无能，一路上奋力阻止，却依然没能拦住金凤婆婆。睁着眼说瞎话呀！这就是张怀义的孙子。现在不好办呐。当年我们可是号称处理了36贼名单上的门人，现在要么是我这师弟真死了，要么是你们死在这儿，我得灭口啊。您说的有道理，不过您看在我们确实替您出过力的份上，就饶了我们吧。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这位师弟不用死，金凤婆婆也不用死，咱们走第3条路。哦，咱们让这位许爷爷活过来，让他重见天日。让我这位师弟活过来？哦，好大的口气！你算老几呀，张楚岚？嗨，我老几都不算，但这个方向皆大欢喜，咱们争取争取嘛。您等等哈。哎，好嘞。嘿嘿，您都知道了，现在我很为难呐。本来我这位师弟就这么一生困死在冢里也无妨，现在全姓这么一闹，您说我怎么办？嗨，全姓这帮人可恶。反过来，唐门长您的心胸，您的识大体，可佩。当年唐门的处境，我非常理解。一边是那种特殊环境，一边是同门之情，做出这样的抉择，可叹可敬。感谢您的理解。那您看现在这事我该怎么处理呢？好，别，您不用问我没有资格给您建议，我只代表公司说说我的态度吧。对您这位隐遁了几十年的师弟，我没有看法，之后怎么安排，只要不违背国法，都是您唐门的事。至于擅闯唐种的人呢，在我眼里只有行为，没有流派。这行为着实可恶，该罚该治，但会考量前因后果。至于您担心的关于您这位师弟消息走漏问题，我倒是有点发言权。不管他当年做了什么，也不管当年大伙的处理手段是否过激，这事儿在当年就已经了了。到今天，我不许有人再借这件事兴风作浪。对所有人，公司的态度都一样，谁搞事，我搞谁。明白。好算盘呐，门长，从什么时候开始动的心思，打算放了那个混蛋？话可别乱说呀，师弟，这都是被全姓妖人逼迫的无奈之举。
这些话留着糊弄外人去吧。纵容全姓大闹唐门，你打算怎么向这些一直以来信任你的门人交代？这就是你作为门长守护唐门的方式吗？放心，会有交代的，都会有的。这位小朋友是丁岛安、梁豪杰、久仰、师魔，还有那个吕梁也来了呀！太好了，屠军坊，我问你，这个吕梁跟我的那些门人一样，是被你引出了三师吧？但是吕梁所展现的三师可不一样啊，不但不会给他带来困扰，还很好用呢。你别看我，你这又不是多大秘密。你不来，我也会找到你。其他人我不管。你要想活着出去，那就让我门人的三师变成吕梁和你那样。哼，确实能做到，不过这可未必是好事。吕梁会接受我的能力，有他自己的原因。我个人的建议，三师这东西嘛，还是靠自己搞定的好。你们三魔派的历史我清楚，我当然知道自己解决比较好。贪嗔痴，这三魔到我这个年纪也没办法消除，那些门人怎么办？我管他们一辈子。如果他们接受你的能力，你必须全力帮他们。可以。直到屠军坊解决前，你们这些全姓全都得留在这里。接下来是你们几个。这边是一位你们的前辈，当年的36贼之一，也是现在世上唯一掌握丹氏的人。丹氏？这世上真的有人会那个？36贼是什么？这些年你们身边的这些内门同门哪儿也没去，他们一直跟着这位前辈修习丹氏。瑶儿，这些年你们一直都在这冢里。哎，灿和英杰也好几年没见了，咋没在这儿？听风、关海两位爷也是啊，隐退了。稍后我会向全体门人介绍，你们先来见见这位许昕前辈。唐门长，您先别急着把我们全县和唐门的账清了，也许我们对唐门的冒犯还没有结束。哦，丁岛安，你这是？我来唐门，主要是为了救婆婆，次要目的嘛，想领教一下36贼的风采。啊！丁岛安，你小子果然也没憋好屁。这就是丁岛安，我不管你是2豪杰还是几豪杰，别在这个时候给我出幺蛾子。哎呀，小丁儿啊，就快皆大欢喜了，你来这么一出，你是真想把我往死里坑啊？你们是皆大欢喜了，我呢，就让我一个人白跑一趟吗？我打听过了，听说这世上唐门之外没人见过丹氏，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我的诉求很简单，让我见识下丹氏吧。师弟，没事的，师兄。小伙子，他们说，论打架，你是天下第2人，对吗？对。他们还说，你小子品性也不错，可是却和全姓的妖人混在一起，图什么呀？我就是想要点安全感。哦，您是老前辈，我又强人所难，非得跟您讨教，所以您问起来呢，我就跟您掏掏心窝子。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总是感到不安，我太弱小了，一块石头可以伤害我，一块玻璃也能，一场病魔也能。这世上的一切，只要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出现，都能够伤害我。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弱小，所以我拼命锻炼，我尽可能让自己变得强大。每强大一点，那些能够威胁到我的就少了一分，我离得到心境上的平安也就更进一步。随着长大，那些天灾之类的不可抗力带来的威胁，我都试了。我把目标
转向为同等条件下的个体，那就是人。我想超越所有威胁，成为最强，天下第一。不，我要的不是竞技意义上的第一。只要还有人能跟我较量，那就不是我想要的境界。我想要这世上不再有个体能对我产生威胁的那种强大，或许那样就能消灭一直以来伴随我的不安全感。要实现这一点，我需要质量足够高的真正威胁。但反过来，这条路越接近终点，有资格成为考验的对手也就越少。或许因为我人还不错，那些人也都不再愿意对我动真格了，所以我加入了全信。这下，那些威胁我的人，都有了对我全力出手的理由。你有没有感觉，全信这帮混蛋，有时候挺好用的？是啊，这么多年，我也是才发现的。听懂了，这么回事啊？这么上进的小子，弄得我还真不好意思给你打击了。没关系，不久前，我刚遭受到40多年来最大的失败，彻底的溃败。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自己彻底失败时的心态，却没想到真的被那位击溃时，感受到的却是狂喜。曾几何时，我对这条路的尽头只有缥缈的想象，如今终于看到了一个实体，那背后就是终点。终点太过遥远，但不急不躁，一步一步走，总有一天我能走到那里。来吧，许前辈，请出题。这次安排的考题是单式。直觉？直觉？什么直觉？那是门里的直觉。门里？咱们门里？他也是天师府啊？不，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直觉。他左手这个叫灵官指，是道门的直觉。这家伙也懂法术。几分钟了，两个人都没有动作，不能眨眼，不能眨眼，一瞬间都不能错过。没想到真的有机会见到号称已经失传的唐门绝技单式。内修法门，观。世上内修总结起来只有一个字：看。但看法不同，会导致结果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正是诸多流派的由来。有的以身为国，让神识如圣王般以无为之态照看全国，得清净；有的试图看出身边每样事物所蕴含之理，得世间治理。我修习的这观法，是让神识集中于一个对象，称为定。通过照定这个对象，反过来提升自己的观力。观力越深，定力就越强。我看得越透，最终能得到的能力是看破。目前我还做不到看破，但能看到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先天一气活泼自然，这不停发散变化的生机就叫做气氛。来吧，徐熙，现在的我只能看到你，单式出手必定隐秘，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我也不会漏掉的。能感受到吗？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来了，和张志伟迥然不同的气氛，但这个威胁感，如果张志伟的气氛就像天灾，除了令人绝望外，却感受不到任何情绪，你就是地地道道的人祸。这到底是什么情绪？到底是什么气氛？这是怎样扭曲的胁迫感？没有了，一瞬间什么气氛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活着，他走过来了。
别动，一动都别动！别动，千万别动，我还没撤。怎么了？发生什么了？不知道，只看到丁道安升起了遁光。遁光？一些道门的法术，护体遁光。他捏出灵官诀，就是为了增强遁光的效果。有人说遁光就是如今金光咒的原型，虽然没有金光咒的各种变化，但是单就护体来说，不会比金光咒差多少。那他现在是？有好多小丁丁在他周围啊，咋个说呢？就像悬到半空中的雨滴，他被卡到了。瑶啊，这什么情况啊？丹氏呢？而且许昕前辈这水平，就这样的瞬间，别说我元儿都不如。要不是丁道安留守，前辈就交代了。这就是丁道安呐，真想碰碰。前辈就这个水平。可能是之前的威压，丁道安虽然一开始就手下留情，但还是用出了能破坏前辈进攻的架势。他应该知道丹氏属于气毒类，用类似劈空掌的招式来攻击，并且架起了护身的手段，双保险。攻击接触前辈身体的一瞬，他察觉到了以前辈的实力根本接不下他的一击，但他居然能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卸掉了攻击力道，便退为轻托。丁道安算是救了前辈一命，同时也救了他自己。这小子也太快了！如果不是他把我轻送了出去，在我停下丹氏之前就被解决了。小伙子，把遁光散了吧。现在能察觉到吗？在他挥出那一击的时候，已经隐约察觉到了。平平无奇的刺激，却让我感到恐惧。这一击我躲过了，但那个隐约被我捕捉到的东西，却被他弹在了遁光之上，并且轻易地穿过了遁光。不，应该说吞噬更准确。而且我的周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许昕布下了这东西。如果我继续追击，自己就会撞到这些东西上面。现在冷静下来，把官力定在那个位置的话，隐约能看到。没有颜色、气味，也没有固定的形态，就那么悬浮在空中。这就是丹氏，可以动了。小伙子，用不着气馁。我从19岁被关在这里赎罪，唐门的其他功夫没有资格再练。这丹氏是我唯一的功课，毕竟替唐门传续绝学也是我赎罪的方式。所以虽然我本人很弱，但我丹氏的水平可不是盖的。就算杨烈师兄复生，但这一手他可比不了我。没有，您多心了。在最后的一瞬，您把打进我遁光的丹氏停了下来，那就说明，一旦中了我就完蛋了吧？反正我是救不了你，那我是又捡了一条命啊！大好事啊！有什么可气馁的？我是在合计怎么解丹氏这道题。继续从官吏入手是条路子，最终是可以看破丹氏的存在。不过要是丹氏配合那个枯木一样的身法，只有官吏就不够了。到底是终极的暗杀技，收获颇多，问题也颇大，我得消化消化去。打扰您了，还有各位，打扰了，我完事了，你们继续。不知道老衲会怎么对付，要不找天师请教请教去，反正也挨揍了，算是认识了。各位唐门门人听着，这就是你们昔日的唐门前辈，也是在我卸去唐门门长之后，你们的新门长唐鑫。啥噻？新门长，唐鑫，这么乱怎么回事？刚才不是都叫他许昕吗？这样啊，
这位唐门前辈的娘家是内门。以前爸妈一打架，我妈就要拉着我离家出走，还总让我跟她改姓唐。我开始以为她在说着玩，后来发现离家是气话，但改姓却不是玩笑。在他们结婚前就说好了，我加入唐门后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跟谁姓。后来我从爷爷那儿知道了原因，爷爷不是练气的料，他把希望寄托在我爸身上。可我爸也不擅长，直到我爸和身为内门的母亲结婚，爷爷才稍微满足了一点。也正是因为这次婚姻，爷爷了解到唐门的一个传统：外姓或外门男性迎娶内门女性时，他们的子女之后可以通过改姓唐进入内门。这是数百年前内门给自己留下的一个后门。所以说嘛，这位前辈大概跟我一样，娘家是内门人。唐妙心，你是不是疯了？为了设计释放这个唐门败类，你背着我和门人勾结权姓，任他们擅闯禁地。这笔账我先不跟你算。刚才你说什么？没听清，再说一遍。我叫大伙儿来见见新门长。在场的外门弟子听令，你们马上护送这些外人离开唐门。另外，通知所有在老校区的外门弟子速到唐冢。张楚岚、夏柳青，这里没你们的事了，赶紧离开。望爷，没有门长的命令，他们，唐冢，就说门长已经死了，庄里只有唐门的叛徒，叫他们来评判。在场的内门弟子听令。是。无论发生什么，你们也不能对同门出手。但如果公司和全姓的这些客人胆敢踏出唐冢一步，格杀勿论。唐妙心什么意思啊？他不是在针对我们。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给我说清楚。很简单，如果非要在唐冢胡闹的话，咱们同门厮杀，愧对列祖列宗。师弟，咱们杀外人。唐妙心，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你做的这一切？秋山，唐秋山，虽然你也姓唐，但你心里有杆秤的，一贯端端平的。为什么？他到底是怎么了？别急，都说了，所有的事对所有的人，我会一样一样都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全姓这些人的事，我已经尽力周旋了。公司的小朋友们也出了不少力啊。而且托你们的福，唐新师弟重见天日，看来也不是问题了。你们几个小家伙，目前在咱们唐门也都是好手了。我这张师弟肯定让你们不要留手了吧？怎么样，真正厮杀的感觉？不管你们从这次收获什么，察觉了什么，唐门的前辈之后一定会和你们一起解决那些不足。急不来，算下来麻烦都差不多解决了。现在没解决的只剩一个问题，就是唐门门长的问题。师弟，你太心急，没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说的是，在我卸下门长之位后，唐新才成为新门长。现在我还是唐门门长，所以你先别对我大呼小叫的。我知道对我这个门长你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我自己何尝就满意了？纵观这些年，我知道我自己做了很多错事，有很多不当的行为，也没什么作为，更不要说把唐门发扬光大了。这些我还劝自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做不到开创，做个守成也罢了。但有一点，我始终劝不了我自己。作为唐门门长，我有个缺陷，我有个大缺陷，我不会担事，所以我决定了，就在今天，我要掌握担事。
瑶星，事到如今，你还想阻止我？好，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唐新师弟。你现在就打死他，那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你以为我不敢吗？这混蛋几十年前就该死，早就该死了。当初你给他求情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动手！磨磨唧唧絮叨什么？只要你杀了他，今天一切的疙瘩就都解开了。唐门这艘破旧的大船也会继续依照原来的航线开下去。这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不对，我们没有受到门长的蛊惑。确实是门长带我们进入种中，为我们介绍了唐新前辈。但修行丹式是我们见识过天下奇毒之后自愿的，这其中的危险，门长事前也跟我们说了。怎么没蛊惑？唐瑶，我记得。见到英杰失败后的惨状，你曾退缩过。为唐门传续丹式，向来是咱们内门优先，这是咱内门的荣耀，也是咱内门的责任。强大，咱们内门先强大；要死，咱们内门的人先去死。得有这个觉悟啊！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不管怎么说，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这个门长还不掌握丹式，就说不过去了。师弟，在丹式上我确实过于执着，但除去丹式，张口闭口老唐门的你。又比我强多少呢？而且你性子过于暴烈，唐门需要一场变革，巨大的变革。你我都是旧时代的卫道者，做不到的。那还有分校的那些负责人呢？他们或许在某个领域确实优秀，但做不到承前启后。其实秋山我都考虑过。他性子温和，脑袋又比你我活络，只是过于怕事，没有担当。但这个人不同，不到20岁，掌握了除炼气外唐门所有的手段，最终还继承了丹式。身为唐门寄以厚望的弟子，却去和全姓掌门拜把子，这又是个行事不拘一格的天才。唐门需要的，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异类。而最重要的，正是因为选择了苟且偷生，他身上背负着巨大的愧疚感。他对不起唐门，他就会全心全意地为唐门着想。知道为什么我坚持让公司和全姓这帮人在这里看咱们内斗吗？是这个人的意思。他要改变唐门，
交往必须过正。唐门不需要那么多秘密了。以前没有外人见过丹氏还活着的，今天也有了。以前没有门长命令谁也不能擅入唐州，今天别说门人，全姓都闯进来了。这一幕一幕，别说你看了上头，我自己看了也寒心呐。所以师弟呀，你虽然不是个门长的料，但你刚直坦率，是个很好的监察者。我求你接手这个新门长，然后像看着我一样看着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不像我，他在门人当中没有基础，你管起来会比较轻松吧？你是在求我吗？你根本是在逼我！你要是真求我，那你就不要继承丹氏，行不行？我就是在逼你，不光是你，还有这个人。你以为让他出来最大的困难是全兴、公司那些可能会耿耿于怀的人？都不是，是他自己呀。他本想让自己困死在这里。我不这么逼他，他肯当这个门长；不逼自己卸下一切担子，我没这个胆子去挑战丹氏。就那么重要吗？丹氏，当年你我亲眼看见的，丹氏失手过。好，正好这个张楚岚也在，他不是想了解了解吗？我就让他知道知道，在老校区咱们没骗他，只不过有些细节没告诉他。当年的唐门不比现在，大部分机关都没撤。那个张怀义刚穿过老校区，机关就触发了。他知道闯山无望，就想溜，身法也确实快。当时也只有你、我和杨烈门长能跟得上。杨烈门长当时就在他周身布了丹氏，看他当时的反应，似乎察觉到了危险。你我可都亲眼见到，他是开着金光咒撞过丹氏逃走。金光咒被吞噬的千疮百孔，他绝对中了。就这样，这一路追下去，他根本没有发作，直到追出了校区，杨烈门长还不放弃，这才让我们回去守护唐门。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但几天后接到过他一个电话，你接的，他怎么说？他说，不必为他担心。他一定会送唐门一份大礼。现在看，那份大礼说的就是气体源流了。哼，什么气体源流，我是没见过，不知道啥玩意儿。反正夺人家手段这个行径吧，我是觉得不大地道。不过杨烈门长也是为唐门好，这没什么可非议的。我想对你说的是，或许在你我心里，丹氏是至高神圣的，但对这个世界不是，它也会被破掉。你该放下了，咱们一起放下好不好？我答应你，这个人的事我也答应你。你要赎罪，咱们有的是办法。不好，在成为新门长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张怀义的尸体。当时尸体还在华北徐翔手里。为了这件事，我差点和公司董事会翻脸，最终在他们重新布置现场前，还是让我秘密看了张怀义的尸体。表面上虽然死于一记打在胸口的重击，但小腹处局部的经脉已经能察觉到崩溃的迹象。他中了丹氏，而且起效了。管他什么8奇迹的创造者，管他什么气体源流，丹氏的神话依旧不灭。张楚岚，我知道你最近过得不容易，不过别以为你家那点东西谁都会惦记。我唐门有我唐门的骄傲。师兄。
跨过了关海爷、残河姐没跨过的阶段。气修完了，可以练了。再练了。唐心、张望、秋山，还有唐门各位，唐门以后看你们的了。张望前辈，我们是不是回避一下？看着，这是门长的意思。之前你们所做的一切，门长已经跟你们一笔勾销了。但如果要是在这件事上你们违背了他的意志的话，我依然会按照门长的吩咐放你们下山。但从此以后，你们都是整个唐门的敌人，咱们之间不死不休。帮帮我！帮帮我！求求你们啦！张望，张望，求求你！秋山，夏柳青，老子饶了你，帮帮我！关海，帮我！你也要割让我钱，我也会切割。但是能接，用得着这样的代价去继承吗？老头让唐爷痛快击灭你走，啥子方法都可以，你们碰儿他！别侮辱门长，给我看着，不错眼珠的看着。永杰、关海，所有打算继承丹氏的前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亲眼目睹继承的全过程，包括失败，这也是继承仪式中的一部分。正因为场面令人难以接受，所以丹氏的继承过程一直是秘而不宣的。妙兴门长选择了唐心前辈来完成开放唐门的任务，而他本人选择为唐门做最后一件事，要么成功的继承丹氏，要么就让所有人见证丹氏的完整继承仪式，用自己来为唐门开放这丹氏最后的隐秘。所以，看着，一幕都不要错过的看着。
山，你来安排一下吧。钟离不行。唐妙兴在位门长期间，不但毫无建树，更因自己的一意孤行，给唐门带来重大的损失。这几天的所作所为虽非本意，但近乎于背叛唐门。不以唐门的罪人处置，已经是宽大了。唐妙兴没有资格进入唐种。唐心，以上是